第561章下河。这位大姐看着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竟还这么有梦想，妄图老牛吃嫩草，究竟是谁给她的勇气？裴义看了这妇人一眼，默默地移开视线。看什么看？弟子大人从未表示过喜欢哪种类型的女仙，万一她就喜欢我这种成熟的呢？中年女修挺了挺胸，一脸自信。许桃，下划线，行吧，你高兴就好。娘，您快过来！这时，不远处一名看着17、18岁的红衣女子一路小跑着冲到这中年女修面前。干什么干什么？都多大的姑娘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可不能让弟子大人看到你这副样子。中年女修一脸不赞同地看着向她一路小跑过来的女儿。娘，大小姐，弟子大人出现了，就在前面的观星楼，咱们快过去吧，去晚了就没位置了。红衣女修喘着粗气说道。什么？弟子大人出现了？那还等什么？还不快走！说着，中年女修拉着女儿几下就钻入人群不见了。周围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女修紧跟其后，看他们的样子都是朝着观星楼去了。不过转瞬之间，原本人还不少的河边就只剩下了一半不到的人，走掉的基本都是去看弟子去了。许桃暂时对这什么弟子没兴趣，他对星珠兴趣还大一点。走吧，我们也下河去捞河蚌，趁着现在人少，咱们多捞点。许桃心匆匆地说道。许桃还在说话呢，裴义就已经把裤脚都给挽好了。看样子他是早有下水的打算，不过刚才许桃和那中年女修在说话，这才暂时忍下来了。现在许桃都开口了，他还不第一时间往河里走。许桃才开始挽裤脚，裴义就已经先一步下河了。这星河可不太平，除了河蚌之外，这里面还生活着一些攻击性比较强的生物。这些生物一见人下水就会展开攻击，所以实力不够的下水，别说捞河蚌了，连自保都成问题。在场不少人都有从鱼口逃生的经历。裴义刚一下水，立刻被一只鱼妖偷袭。这水里的生活的鱼类种类可不少，有喜欢搞偷袭的，也有怕人的。偷袭裴义的这只鱼是水中常见的一种鱼类，攻击性一般，而且手段还很单一，一般的仙人都能应付，不算太难搞。裴义几下就把那条鱼给解决了。没想到这条鱼的尸体刚一落入水中，一丝血腥气立马在水中散开。这丝血腥味很快便引来了一大群的鱼类，开始对他进行攻击。周围见到这一幕的人无不摇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这水里可不能见血，一见血这些鱼会疯的。这是哪家小辈啊？长辈也不提醒一声就让他下水了。小子，实在不行就上岸吧，这些鱼不会追到岸上。有人好心提醒道。裴义也没有硬碰硬，一跃飞到了岸上。果然，一到岸上后，那些鱼便不再攻击他。许桃已经将裴义的遭遇看在了眼里，暗暗庆幸还好自己动作慢啊，要是他动作快一点，现在被一群鱼追成狗的肯定得有他一个。等到那群攻击裴义的鱼都散了，二人才再次下水。这次二人分工合作，许桃负责捞河蚌，裴义负责驱赶这些鱼。两个人这么一通操作，效率确实高了。许桃的运气还不错，短短时间就已经捞了3个河蚌。至于河蚌内有没有星珠，这个得等到把河蚌打开之后才能知道。这水里的河蚌个头可不小，大小和一颗篮球差不了多少。每一个河蚌都散发着莹润的光泽，一看就不同于其他河蚌。周围捞河蚌的人中，也有人是2两一组行动的，采取的方法和许桃裴义相同。星河内的河蚌生长得十分分散，大家找的时候也都有注意彼此之间的距离，默契的不会踏入已经有人驻足的区域。许桃和裴义找的这一片儿之前没有人来过，虽然一开始找到了那么几个，后面一段时间他就一直没什么收获了。这河蚌之所以难找，其实和这星河的河水也有关。星河的河水有隔绝神识的作用，无法用神识探查，只能用手摸，这效率能高才怪了。怎么这么半天了就找到这么几个？许桃嘀嘀咕咕的伸手朝着水下探去。很好，河蚌没找到，找到一只螃蟹，正好拿回去做个葱姜炒螃蟹。许桃动作麻利的把螃蟹绑起来扔进了桶里，继续找河蚌。裴义已经赶走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攻击他们的鱼类，裴义已经学聪明了，没让血污染河水。平平平，突然天空中有烟花绽放，夜空中绽放的烟火美到极致，美丽的烟火之下，不少人都停下了手边的动作，开始欣赏起了这场烟花秀。哇，太美了！快看，有船过来了！在绽放的烟花中，一条精美绝伦的花船正在河中行驶。船上一名美丽的女子撅着小嘴，表情不是很开心。雪玲，你到底怎么了？你这嘴撅的都能挂油壶了。自从你去见了那商鞅弟子回来，就一直不高兴。怎么，他欺负你了？雪玲帝女的好友孟菲菲一脸打趣的说道。别跟我提那个人，那个家伙真是一点风度都没有。我怎么说也是一位帝女啊，身份也不比他差。他倒好，叫一个下人就想打发我，我好不容易逼他出来，
他却连多与我说几句话都不愿意，一心只想打发我走。不是吧？那商鞅弟子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们俩不是青梅竹马吗？孟菲菲有些讶异地问。雪灵帝女白眼一翻，什么青梅竹马？他比我大10几岁，怎么可能玩到一起？我和他总共也就见过2面，一面是在我出生的时候，一面是在我10岁那年。青梅竹马的说法，不过是我母妃那边的人瞎传的。雪灵帝女本来就对母妃的做法不满，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更是没个好气。帝妃也是为了你好，毕竟魔域那边可是需要一位帝女过去联姻的，帝妃也是想保护你。孟菲菲的母亲与雪灵帝女的母亲，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雪灵与孟菲菲因为这层关系，感情从小就很好。第562章，雪灵帝女。我父帝有那么多女儿，又不见得一定会让我去，真不知道母妃在担心什么。雪灵帝女不以为然地说道。雪灵，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其他几位帝女的母妃都不是简单人物，她们肯定都想保下自己的女儿，最后的结果就看诸位帝妃的手段了。如果你不好好配合帝妃，很可能最后被送去魔域的就是你。孟青青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能入后宫的帝妃们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其中大多数还都有着不小的背景，只有少部分是靠着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不管这些帝妃背景如何，能在后宫站稳脚跟的女人又能简单到哪里去？稍一大意，很可能就会沦为后宫争斗的牺牲品。对子女间的争斗，雪灵的父亲一向是不管的，毕竟什么东西多了也就不稀奇了。和只育有一子的星河仙帝不同，雪灵的父亲冰帝膝下的孩子可不要太多，成年的、未成年的，还有正等着出生的，加起来足足有40多个，算是几大仙帝中最高产的仙帝之一了。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雪灵嘀咕了一句，好歹脸上那不以为意的表情是收起来了。因为心情烦闷，雪灵走到了甲板边上，看着河岸两边的风景。这风景虽好，但雪灵身为帝女，什么样的美景没有见过？这些景色并不能让她动容。这份漫不经心一直保持到一道身影映入了她的眼帘当中。那个女孩，雪灵看着站在河中的女子，眼神惊艳中带着一丝狐疑。怎么了？你看到谁了？孟青青好奇地走到雪灵身边，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只见一名美得有如9天神女的女仙正站在河中，抬头望着天上的烟火。女子沐浴在星光之下，整个人美得不似真人，有如那从遥远传说中走来的远古仙神。孟青青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这名女仙倒是甚为貌美，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辈，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这张脸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雪灵帝女咬着嘴唇，努力想回忆起些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呢？她到底在哪里见过这张脸？照理来说，一张这么美的脸，她绝不可能会忘记。你见过？在什么地方？孟青青并未将雪灵的话太放在心上，随意问道。我也不记得了，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总觉得我是见过这张脸的。雪灵皱着小巧的眉头，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有关这张脸的记忆。能让你觉得眼熟，难不成是帝君近臣的亲眷？孟青青猜测。毕竟能让雪灵觉得眼熟的，肯定是之前见过的。雪灵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地宫之内，能让她觉得眼熟的，多半是在地宫里见过。而且时间应该已经过去很久了，若非时间久远，雪灵也不会只对这个女孩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雪灵摇了摇头，她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回忆上，这件事只是一个小插曲，想不起来就懒得再想了。看着一艘华丽的花船从眼前开过去，许桃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船上到底放了多少花啊，香到呛鼻。揉了揉鼻子，许桃继续低头摸河蚌。曾经她也是在船上看着别人辛苦赚钱的大小姐一枚，一到仙界就沦落了。以前在船上，现在在船下，哎，她的人生还真是跌宕起伏。不知不觉，许桃和裴毅就在河里耗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里，二人抓到了鱼类若干，河蚌28个，螃蟹60只，河虾40只，收获算是还不错。因为这河蚌实在不好找，周围的人和他们的情况都差不多。至今找到超过50只河蚌的，那是一个都没有。忙碌了一天之后，许桃已经对捞河蚌没什么兴趣了。裴毅倒是依然兴致勃勃。许桃拿着河蚌，打算找个地方先打开看看，瞧瞧里面有没有星珠。裴毅也跟着一起，不过二人已经说好，等卖了河蚌后，裴毅继续留在这里捞河蚌，而许桃则四处去逛逛。至于刚才二人一起捞的河蚌，许桃打算留几个尝尝鲜，其他的都交给裴毅，卖掉的钱全都给他自己收着。反正许桃也不差这点。再说刚才裴毅确实出力比较大，让他占大头也是应该。二人一人拿着一个河蚌，用小刀轻松地将河蚌划开，连续划开了10个，也没有发现一颗带星珠的。果然啊，想要找到星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桃本就没抱太大希望，倒也没有觉得失望。
二人连着将28个河蚌都给划开了，这么多河蚌就只有1颗星珠，这还是他们运气爆棚开出来的。往常就算有人开1000个河蚌，也不见得能看到1颗星珠。这星珠确实稀少。许桃留了5份河蚌肉，把其他的全部交给裴义，让他拿去卖掉。没想到等裴义拿去卖的时候，收河蚌的人却告诉他，已经打开过的河蚌价钱会砍一半，也就是说，这些河蚌一个只能卖500仙玉。许桃和裴义也只能摸摸鼻子认了。本来嘛，人家收购河蚌就是要没有打开过的，已经打开过的也就只能卖点肉钱。二人回去月光仙子评选会场的路上，再次路过了那个卖糖果的小摊位前。那个卖糖果的老人还在，看他摊位上的糖果1颗没少，看样子是没有卖出去。摊子的周围不时有感兴趣的小朋友停留。在问清楚如何交换糖果后，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走了，其他家长就算留下，也只是为了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无果后，也只能失望离开。走吧走吧，这糖卖的太贵了，这和抢也差不多。老娘虽然不缺那点星珠，可也没兴趣做冤大头啊。最后的2位带小孩的家长也把孩子拉走了，小摊位前顿时空了出来。许桃走到摊位前，好奇地打量着老者：“这位前辈，您这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星珠来换？这用星珠才能交换到的糖果，莫不是当真有什么奇特之处？”小姑娘想知道啊，你拿星珠来换不就知道了。老者淡淡抬眼，眼神精准地落到许桃紧握的右手上。第563章糖，拿星珠换。许桃握紧手上的星珠，之前开出来的那唯一1颗星珠被他一直握在手心里，没想到这老爷子眼还挺尖。许桃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换，毕竟能用星珠来交换的糖果一看就不是普通货色。可就这么换了，万一这糖只是虚有其表，他不是很吃亏？他可是泡在河里捞了一整天才捞到那么1颗，要是换了一个价值不对等的东西回来，那他不是平白浪费了1天的时间？思来想去，许桃有些拿不定主意。小姑娘，换了我的糖你可不会吃亏，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老者语带神秘的说道。怎么地？难不成他这糖还真是好东西不成？也有可能是资深骗徒。许桃戒备的看着童颜老者，打算拉着裴义走。不管怎么样，不管这老者卖的糖是不是真有奇效，他都不打算换了。丫头，你最好换1颗这老头手里的糖。八祖的声音竟在这时传来，还是为了糖的事，这让许桃惊讶不已。不是吧，这糖真这么好，连八祖都惊动了。八祖，这到底是什么糖？许桃在心中默默问道。换吧，这糖对你有用。说完这句话，八祖的声音就消失了，任许桃如何呼喊，八祖都没有再出现。见八祖不出来，许桃本着对八祖的信任，还是用星珠交换了1罐糖果。这糖还挺贵，1颗星珠可以换1罐糖。这罐子看着不大，里面装的糖更少。以这罐子的大小，少说也能装10几颗糖吧。可这罐子里只有2颗糖。是的，你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能装10几颗糖的罐子竟只装了2颗糖，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用这么大的罐子来装，给消费者造成误导。萧协在哪里？他要投诉。萧协当然是没有的。许桃换了糖，就直接和裴义一起走了。既然这是八祖让他换的东西，哪怕食物与罐子的大小不符，他也没有打算再退回去。他倒要看看这糖究竟有什么用处。在许桃带着糖离开后，那老者火速的收摊离去。太好了，终于可以收摊了，总算是完成了弟子大人交代的任务，把这糖换出去了。这小丫头还真是幸运，竟成了今年唯一的幸运儿。她得赶紧走了，省得之后再有人过来缠着她换糖。老者收摊走人后不久，一对夫妻带着星珠过来换糖，结果却发现老者已经走了。夫妻2人失望的叹了口气，想不到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女子一脸遗憾的道，只能证明我们与内务无缘。男子倒是挺想得开，要不我们再到处找找，万一找到那老先生，我们也好问问那老先生能不能换一些糖给我们。女子显然并未死心，没用的，你应该知道规矩，一切皆是随缘。男子摇头道。女子眼神中满是失望，怎么就偏偏慢了一步呢？若是能快一点，说不定就能换到那糖了。爹娘，我们不走吗？夫妻2人的小女儿拉了拉父母的衣角，眨巴着疑惑的大眼问道。走吧，我们到前面去给希儿买糖。男子微微一笑，把女儿抱了起来。走吧，去给我们的宝贝希儿买糖了。夫妻2人带着女儿向着前方卖糖果的摊子走去，那自然的态度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夫妻2人走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好几个前来买糖的人，这些人无不无功而返。该死，收到消息的时间还是太晚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好运，把那糖换走了。几个没买到糖的人只能一脸唏嘘的离开。
许桃对此一无所知，此时的他已经回到了月光仙子比赛会场。此刻比赛已经到了尾声，在场的300人中，最后只能留下30人进入最后决赛。而进入决赛的人选，自然是通过评分来选。总而言之，就是得分最高的30人可进入最后的决赛当中。当主持人念到进入决赛的名字时，许桃的名字赫然在其中。对自己进入决赛，许桃并不意外。笑话，如果连她这么美的美女都进不了决赛，其他人那还用说吗？许桃心中的小人儿双手叉腰，小脸上满是得意。有请进入决赛的30位仙子上台。主持人大声喊道。随后30个美人鱼贯上台，许桃分数靠前，站在了前排，分数靠后的自然是站后排。站在前辈的女仙都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仙女，不但貌美，而且才艺无双。现在就由本人来公布决赛的比赛方式。在这里，我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本次决赛会由弟子大人亲自参与其中。主持人直接丢下一个重磅炸弹。什么？弟子大人也会参与其中？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说，我们有机会见到弟子大人。天啊，好紧张！我的衣服没有乱吧？我的头发怎么样？早知道弟子大人会亲自参与，我就再好好打扮一下了。人家才打扮了1个时辰，这么点时间哪够啊？完了，我这回上的妆不够出挑，弟子大人要是没有注意到我怎么办？这个消息一公布，台上台下的人都跟疯了似的。这可是弟子大人，是多少女仙心中的最佳道侣。来参加这个评选的10个有9个就是冲着弟子来的。现在离自己的心愿近了这么一大步，这些女仙们能不激动吗？当然，在场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激动失态，还是有几个比较淡定的。其中就有许桃和另外3个月光仙子的热门人选。许桃那是真不在意，所以没什么表情。另外3人那就纯属是从小到大的教养，让他们不至于当着众人失态。毕竟这3人本就是冲着弟子妃的位子去的，若是连这点表情管理都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被家族寄予厚望？3人虽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实际上3人间的气氛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改变。第564章摆烂。许桃可以感觉得到，碧霞仙子等人对她的戒备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只怕这3人已经暗中达成共识，会率先联手将她淘汰。许桃倒也不怕，最后一关了，就各凭本事吧。快说说这最后一场怎么比？快说啊，弟子什么时候出来？最后一场的规则是什么？要怎么比？台下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了，一个接一个的催促着主持人让他动作快一点。台上的主持人也没有继续卖关子，而是开始介绍起了有关决赛的比赛方式以及规则。这最后一场决赛，赢得比赛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的接近弟子大人。主持人的话让台上台下的人同时懵逼了。什么叫尽可能的接近弟子大人？难道是鼓励他们去投怀送抱？弟子大人不是不近女色的吗？这是突然转性了？还是说，其实弟子大人已经看中了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规则？众人心中猜测连连。主持人眼见众人往歪了想，也没有解释。等过了一会儿，这才接着说起了比赛规则。听完完整的比赛规则之后，众人才明白他们原来都想歪了。这个比赛压根儿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比赛过程中，弟子会伪装成星河夜宴的客人混入宾客当中，而参与决赛的仙子们则需要将弟子找出来。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无人找到弟子，则以参赛者与弟子的距离来定排名。与弟子离得最近的自然就是头名，也就是本届的月光仙子。比赛规则就是这样。现在弟子大人已经隐藏在了前来参加星河夜宴的宾客当中，等到锣声响起，诸位仙子就可以出发了。这比赛的规则还挺有意思，居然让他们在这么多人中寻找弟子。鬼知道那弟子会伪装成什么样子。就算那位弟子大人不做伪装，他又没有见过那弟子的真容，就算人站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倒是碧霞仙子等人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因为他们3人可能是在场唯3见过弟子真容的女子，这对他们来说算可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随着锣声被敲响，台上的女仙们一个个向着台下飞去，开始到处寻找弟子的踪迹。谁也不知道弟子会装扮成什么人，好像除了小孩子和女人之外，每一个人看着都是可疑人物。许桃从台上慢悠悠走下来，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着。因为这个比赛只能一个人参加，裴毅不能在比赛途中与许桃说话，更不能向他传递任何消息。许桃离开了月光仙子的评选会场，径直走向了一旁的小吃街。这条街上全是卖小吃的，之前许桃来过，买过一些小吃，发现味道还挺好。小吃街很长，街上卖小吃的小摊贩也很多。之前他也不过只是随意逛了逛，只吃了那么几家的特色小吃，小吃街里还有很多小吃是他没有吃过的。反正想找到弟子也是大海捞针，还不如花点时间吃喝玩乐。老板，来串烤腰子。老板，来个饼。老板，
你这汤圆给我来一碗，我要红豆馅的。许桃就这么一路吃，不知道吃了多久，终于从街头吃到街尾。许桃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人同步直播到了比赛现场。30位参赛者，每一位都有专人跟拍，拍下参赛者的行动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做了什么，当然也被一五一十的记录了下来。30位女仙，除了许桃之外，就没有一个摆烂的。这些人都在朝着平时弟子较常出现的几个地方在找。既然都是奔着弟子来的，功课当然不可能不做。弟子有些什么爱好，平常爱去的地方，早就已经被这些参赛者打听清楚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打听到的这些信息全都是真真假假，真的信息只占1成，假的占了9成。余下的29位仙女全都冲着自己打听到的地方一路奔过去，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当然，这些女仙并没有死心，只是以为弟子的伪装技术太好，好到他们都没有发现，于是便花了更多时间去观察来往的路人，期待能看穿这些人身上的破绽，找到伪装成路人甲的弟子。大家都来说说，这弟子大人到底会伪装成什么人呢？那还用说嘛，肯定是伪装成不起眼的路人。伪装嘛，当然是越不起眼越好。周围的人纷纷点头，都觉得有道理。既然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当然不会打扮得太高调，所以周围最不起眼的那个肯定就是弟子。我倒不这么认为，弟子既然要伪装成普通客人，肯定是不能太惹眼，也不能太过普通，因为这两种人都很容易被人怀疑。有人听后觉得有点道理，那这么说来，那种起眼又不太起眼的最有可能了。这谁能知道，我又不是弟子。周围人还在议论中，许桃对这些人的议论可不清楚。在从街头吃到街尾后，他挺着已经吃撑了的小肚子，舒服的找了张石凳坐了下来。吃了这么久，把他都吃累了，他得坐着歇会儿，稍微喘口气儿。至于那什么弟子，他才懒得去找呢，鬼知道他在哪儿。虽然他是挺想要那些奖品的，但拿不到，他也只能放弃了。毕竟他连弟子的真容都没有见过，想从一堆人中把他找出来，这可能性低到近乎没有。许桃既然已经决定摆烂，就打算找点事情做，一直混到比赛时间结束。精挑细选的一块风水宝地，再从那戒里拿出一根鱼竿，外加一把带靠背的小椅子。许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抓了点特制的鱼饵挂在鱼钩上，就开始悠闲的钓鱼。这鱼竿和鱼饵他的那戒之中一直都有，偶尔心血来潮，他也会拉着裴毅找个地方坐下来垂钓。许桃一边钓鱼一边喝着花果茶，看着还挺惬意。他的一举一动却被另一头的观众们全部看在了眼里。这位许仙子是怎么回事？这是打算放弃比赛了？第565章比赛结束。现场的观众已经被许桃的操作惊呆了。这姑娘是在做什么？比赛都已经开始半天了，她一路上除了吃就是玩，根本没见她找人。之前还好，还知道到处走2步，现在是连路都不走了。看她这架势，莫不是打算直接坐在这里把时间耗到比赛结束？这是自知赢不了，所以直接放弃比赛了。我看她就是放弃了吧，太可惜了。这许仙子条件不错，生得这么美，依我看，若是单纯的比拼美貌，在场没有一位仙子能比得过她，可不是吗？可惜今年的比赛规则有变动，若是往年，这姑娘还真有机会赢。现在说什么输赢还太早了吧？比赛又还没结束，万一有奇迹呢？奇什么迹啊？你看看这姑娘，人家摆明了就是放弃比赛了，有奇迹也不会落到她头上。周围人都觉得许桃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就她这样，要是都能赢，那得是多好的运气才有可能。许桃的摆烂，有人觉得可惜，有人怒其不争，有人则是暗自窃喜。暗自窃喜的那些人，都是其他参赛者的家人或朋友。现在一个强敌摆烂了，对他们这些其他参赛者的家属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他们能不高兴吗？当然，没人傻到把这份高兴摆在明面上，心里偷着乐就行了。许桃对比赛现场这些人的想法不太感兴趣，他只想把时间混过去，然后继续去玩。虽说参加这场比赛他并没有吃亏，还白得2件衣服，就算输了也能得到一些奖品带回去。可惜这比赛就是有点太耗时间了，要是时间能缩短一点，那就更好了。姑娘，你这鱼竿动了，你赶紧拉竿啊！坐在许桃不远处的是一名同样在钓鱼的老者。老者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一副普通渔夫打扮，但这人浑身散发出来的气势可不容小觑。这人身上的气势收敛的已经十分淡了，如果不是刚才他主动出声提醒，许桃都不会发现自己身边居然还有一个人。没事儿，这钓鱼享受的就是一个垂钓的过程，有没有鱼上钓不重要。许桃伸手抹了把刘海，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说道。话虽这然说，他手上的动作可是一点没停，3两下就把鱼给拉了上来，还不错，起码有2斤重，够他和裴毅吃一顿了。老者，我说小丫头，你既然对这鱼不感兴趣，要不就把鱼给我吧，我不嫌弃。老者看着许桃钓上来的鱼，眼神中带着几分异动。
许桃白他一眼，想什么呢？竟想白嫖他的鱼，做什么美梦呢？老人家，鱼要自己钓才有意思，我如果直接给你，那也未免太没有挑战性了。哎，人老了，想吃口鱼都吃不上。小姑娘，你看我这都一把年纪了，也没几天好活了，你就把这鱼送我吧。老头子直接开始卖惨。老人家，我还在发育，需要这鱼补充营养。你看我这瘦的，一看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你怎么忍心让我将这唯一的营养品送你？许桃一脸你怎么能如此无情不耻、无理取闹的表情。老者，第一次遇到比他还不要脸的，你这发育期还挺长。老人家直接呵呵了。许桃回以甜笑，没办法，小时候吃苦吃多了，发育慢嘛。老头暗骂一声小狐狸，不情不愿地收回了视线，开始专心钓鱼。而许桃也在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开始专注于钓鱼这项活动上。接下来，许桃不时就有鱼儿上钩，但那老者的鱼竿却是半天没有动静。许桃都佩服这老者的毅力，这么半天了，要是他一条鱼都没能钓上，不是收东西走人，就是换个地方再战。他倒好，还在这继续死磕，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压根儿没有离开的打算。许桃也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这老者，他钓到一桶鱼之后便起身伸了个懒腰。做了这么久，其实也挺辛苦的。许桃起来走动了一下，又继续坐下钓鱼。许桃这边钓鱼钓得正欢，其他参赛者那边却是状况频发，不是这个认错了人，就是那个认错了人。比赛规则中，每人有3次指认弟子的机会，如果3次机会用完，就会被直接淘汰出局。在许桃钓鱼的这段时间，不少女仙已经被规则淘汰。这个一定是弟子大人，我不会认错的。一名女仙自信满满的拉着一名看上去十分普通的男子说道。这名男子看上去没什么出彩的地方，被一名貌美的女修强拉着，整个人显得还有些懵逼，完全一副状况外的表情。很遗憾，猪猪仙子猜错了，这位不是弟子大人。很快有人跑出来公布了答案。听到答案的猪猪整个人都懵逼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不是弟子？这怎么可能？他明明观察了这么久才猜测是这人，整条街就这人看着最正常，被他打量了半天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不管怎么想，这人都该是弟子假扮的吧。那个，我真不是弟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哈。说完，那小子头也不回的跑了。莫名其妙的被当成弟子带过来，他也怕惹了弟子的不喜，到时候给自己惹来麻烦怎么办？还是赶紧溜吧。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人因为3次机会用完被取消资格，有人则因为浪费掉了1次机会而捶胸顿足。观众们倒是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那些女仙们知道自己猜错前后的反应，总能为这些观众带来笑料。咚咚，时间到，比赛结束。比赛结束的锣声响起，所有女仙被带回到了比赛会场。终于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一届月光仙子的评选可谓是高潮迭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各位仙子的最终成绩。光幕之上，所有仙子的表现在这一刻被同步播放出来。仙子们这才知道，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竟一直都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第566章，弟子在哪儿？有的仙子脸色瞬间就变了，有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表情还算淡定。许桃知道后也只是淡淡的抬了下眼皮，表情都没变一下。反正他也没做什么丢脸的事，看就看呗，他一个绝世大美女还怕人看不成？诸位仙子的表现都被一五一十的记录了下来，有表现的好的，当然也有表现的差强人意的。众人一面看一面议论纷纷，对各位仙子的表现一一做出点评。好在结果还未公布，大家也只是小声议论，并没有耽误正事。主持人继续说道，由于无人在决赛中找到弟子大人本尊，所以比赛结果将会以各位仙子与弟子大人的最终距离来排名，大家请看。主持人向着前方一指，半空中的光幕再次发生了变化，画面被最终定格在了比赛结束的最后一刻，同时在每人专属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串数字，这串数字正是这些仙子与弟子之间的距离。这些仙子中，离弟子最远的足足隔了上千米，最近的竟只有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许桃本来看着这光幕上显示的距离还不以为意，直到看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光幕竟然显示数字为20米，惊得差点被口水噎到。什么玩意？他当时竟和那个所谓的弟子这么近的吗？许桃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自己身边都有些什么人。要说最可疑的就是那个钓鱼的老头，难不成堂堂弟子假扮成了一个钓鱼的老头，还想让他白送一条鱼给他？许桃与弟子之间的距离不止他看到了，其他人当然也都看到了。眼看着许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不少人都表现得很不服气。可不服气又能如何？比赛规则就是如此，除非他们想挑战比赛规则，与星河商会为敌，与弟子为敌，否则哪怕有再多的不服气，
也只能憋着。看来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让我们恭喜许桃、许仙子成为本届的月光仙子。主持人指向了许桃，声音中满是激动。哇，许仙子优秀啊，竟能离弟子大人这么近！真没想到，许仙子和弟子大人的最终距离竟只有短短的20米，太可惜了。要是许仙子当时注意一点，说不定能把弟子大人找出来。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直接就赢了比赛，还不用承担指认错误的风险。众人对许桃的好运有的羡慕，有的则是觉得有点可惜。明明有机会与弟子见面，还能指出弟了的身份，要是能认出弟子，肯定能给弟子留下一个好印象，不像现在错失了机会啊。不过许桃本人倒是没什么感觉，他一点都不觉得可惜。等等，我想知道弟子大人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弟子大人所在的位置总可以告诉我们了吧？这时，一名女仙大声对主持人喊道：“是啊，我们找了弟子大人这么久，弟子大人到底藏身在何处？我们有资格知道真相吧？”“对，快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权利。”众女虎视眈眈地看着主持人，一副你要不说清楚，小心我们把你活撕了的可怕表情。主持人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各位仙子莫要着急，现在我就来为大家公布弟子大人的位置。大家请看，弟子大人一直就在这里，从未移动过，只是大家都没有找到这里罢了。”主持人说话的时候还看了许桃一眼，那表情透着一丝可惜。这位本来是最有机会的，可惜他直接摆烂了。你开什么玩笑？这里哪里有弟子大人啊？你别耍，我们玩好不好？就是啊，这上面哪里有弟子大人，只有一些风景而已。你是不是在耍我们？众女看到主持人放出来的图片，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随便放一张风景画就说是弟子大人出现的地方，当他们这么好骗的吗？大家稍安勿躁，请仔细看。主持人神秘一笑，让大家仔细看这张图片。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张风景图吧？我看得够仔细了，还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许桃也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异。放出这么一张图，那就是说那老头应该不是弟子喽。不过想想也是，堂堂弟子怎么也不可能扮成一个老头来骗他的鱼吧？见还是没人看出来，主持人这才用法术将图片上的一只彩雀标示了出来。这是一只颜色五彩缤纷的彩雀，这只小彩雀只有拳头大小，看着极不起眼。你不会告诉我们这就是弟子大人吧？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要不要这么坑？众人都以为这弟子最多扮成了某个普通客人，没想到他竟然直接不做人。慢着，我记得比赛开始时你说过弟子会扮成普通客人，这明明就是一只鸟，这是普通客人吗？这场比赛根本就不公平，应该作废。这不公平吧？弟子根本就没有像他说的一样扮成普通客人，他变成了一只鸟，这谁能想到？在场众人纷纷炸锅了，这都叫什么事儿啊？明明说好的扮成普通客人，结果假装一只鸟，这与说好的根本就不一样，这谁能猜得出来？大家先不要急，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只彩雀确实是本次星河夜宴的客人，这位乃是灵界彩雀族的少族长彩杰。弟子大人借用了彩杰少族长的身份，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这场比赛绝对是公平公正的。主持人不慌不忙地说道：“谁告诉他们星河夜宴的客人都是人来着？灵族也有人来参加的好吗？只是现场这群人一个也没有想到罢了。不过想想也是，谁能想到堂堂弟子会假扮成一只彩雀？他这个跟在弟子身边服侍多年的人都没有猜到，其他人就更不可能猜到了。所以这群仙子输的还真不冤。彩雀族少族长，不是吧？这也行？有没有搞错？”众女一脸郁闷，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这个结果。第567章与弟子同桌吃饭。许桃仔细看了那张图后，发现那只彩雀竟一直在自己旁边的大树上，难怪他与弟子的距离会只有短短的20米了，这距离能不近吗？在许桃的默默吐槽中，他成功的拿到了自己身为月光仙子的奖励，还得到了与弟子共进晚餐的机会。这位管事小哥，我带着我的未婚夫一起和弟子大人吃饭，真的没问题吗？许桃再次向面前的小哥确认，他可不想等下见到弟子闹出什么事来，要是弟子不愿意，大不了这饭不吃了，他带着裴毅先走。许仙子放心，弟子大人不会介意的。管事小哥有礼的笑了笑，虽然这位仙子带着未婚夫和弟子大人共进晚餐，这操作确实挺奇葩的，不过弟子大人知道后也没有说什么，看样子对这位许仙子的举动也没什么不悦。那就好，那就好，果然不愧是弟子啊，连他带着未婚夫一起赴他的约，人家也不生气，果然是做大事的人。管事小哥带着许桃来到了一条十分华丽的宝船之上，这艘宝船一看就是价值连城，不愧是弟子，随随便便一艘船就是别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宝贝。许仙子请，裴公子请。两名貌美的侍女将二人领到了甲板上。此时甲板上已经摆上了一桌豪华的宴席，
宴席上摆满了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顶级食材。许桃看着这么多顶级食材做成的食物，开始不自觉地咽起了口水。妈呀，这么多好菜，得花多少钱啊？这就是第二代吗？太有钱了！欢迎二位！一阵爽朗的笑声响起，随后一名英俊不凡的精衣男子从船舱内缓缓走出。男子生得十分英俊，眉宇间带着一丝与世隔绝的超凡之气，一举手一投足间贵气流转。这位应该就是弟子商鞅了。许桃、裴毅见过弟子大人。许桃与裴毅同时向弟子见礼。行了，不用如此多礼，二位皆是商鞅的贵客，大可以自在随意一些。商鞅十分好脾气地说道。许桃倒是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弟子脾气还挺好，也不知道是装出来的礼贤下士，还是脾气真的好。不管人家是真的好脾气还是装的，都不是他们可以推敲的。毕竟他们两个与弟子的层次还是差得有点远。三人落座，弟子招呼许桃和裴毅动筷，二人倒也没有扭捏，让吃吃让喝喝。三人吃饭的时候，弟子的宝船已经开始沿着星河行驶。河岸两边的女仙们看到弟子的宝船经过，不时传来一阵呼喊声。女仙们呼喊弟子的声音不时传来，许桃吃个饭还要听着周围这恍若追星现场的声音，要不是他心大，非得消化不良不可。弟子听着周围的声音，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去吧，还不时地招呼许桃和裴毅吃菜。吃完饭，二人也没有留下套近乎的意思，找了个借口就下了船。毕竟他们和这弟子也不熟，吃完饭还是赶紧走吧，别让人误会他们想抱大腿。许桃和裴毅走后，弟子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倒是两个懂规矩的。像这么识趣的人，商鞅也有日子没见过了。之前那几届的月光仙子，大多都是奔着成为弟子飞来的，根本不可能主动开口说要离开。吃完饭还要找话聊，如果不是商鞅找借口把人打发走，估计他们能找话题聊到天荒地老。相较之下，许桃和裴毅倒是显得识趣的多，商鞅对他们也多了2分好感。对了，公子，唐老的唐也是被许仙子换走了。侍女东东对商鞅说道。唐？原来那唐竟被他换走了，看来这位许仙子运气是真不错。商鞅有些意外，这次的星河夜宴，这位许仙子看来收获不小啊。就连侍女秋秋也忍不住道。许桃对船上的对话一无所知，自从下船之后，他感觉连呼吸都自在了。船上是不错，好酒好菜招呼着，可面对一个身处高位的陌生人，能自在起来才怪。现在总算是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了，整个人都轻松了。走吧，我们再去逛逛，还有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有逛过呢。许桃拉上裴毅，二人找了个没去过的方向，手拉着手一路小跑着过去。卖烤鱼了，仙裙，新材质的仙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仙符，仙符，上古藏宝图，上古藏宝图，交换等价的天材地宝。周围有卖东西的，也有交换东西的。许桃一路看过来，这里卖的东西等级大多都很高，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用得上的。许桃也不过只是随便看看，倒也没有想过要与人交换什么的。许桃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裴毅当然就更没兴趣了，一路除了盯着看之外，什么也没见他买过。当然，他不买东西也不换东西，可能只是因为他穷。二人一路向前走，一直走到一个小孩摆出的摊位前。这孩子看着只有5、6岁，长得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在小孩的面前摆放着10个盒子，10个盒子看着一模一样，完全看不透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宝宝想吃糖，谁能给宝宝好吃的糖果，谁就能从宝宝这里换到一个盲盒哦。胖乎乎的小男孩一脸天真的对来往的路人说道。有人见他可爱，还拿糖来逗他。可这名叫宝宝的小男孩对那些人拿出来的糖果完全不屑一顾，根本没有多看一眼。小孩，我这里有糖，给你10颗，你把这10个盲盒全部给姐姐怎么样？一名白衣女子走到小孩面前，脸上带着几分狡黠的笑，一看就是专门来逗孩子的。不怎么样。小孩十分有性格的抬了抬小下巴，连看都不看女子手上的糖一眼。女子一脸郁闷，她的糖怎么了？难不成是太差了？可这不可能啊，这糖可是他爹特地给他准备的，外面有仙玉也买不到。要不是看这孩子可爱，他才不舍得拿出来呢。这小孩还挺有性格的。白衣女子身边的同伴不由得笑道，毕竟只是一个小孩，能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怎么也不至于与一个孩子为难。第568章小孩与盲盒。白衣女子见这孩子不理他，又逗了他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便和同伴一起走了。之后又来了好几个人，不过大多都是拿着糖来逗孩子的，没有谁针对这孩子面前的盲盒感兴趣。一个孩子拿出来交换的东西，想也知道不会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逗小孩的来得快去的也快，这孩子虽然长得可爱，但好像不是很好逗，觉得没意思，逗孩子的人也就走了。许桃觉得这孩子有点意思，也想去逗逗孩子。
小孩，姐姐拿着奶糖和你换盲盒好不好？许桃拿出的奶糖是裴义为他做的，味道香浓不甜腻，他可喜欢了。小孩抬眼看他，随后说道：“我不要这种糖，我要你身上的另一种糖。”另一种糖。许桃又把身上的其他糖拿出来，让小孩自己选，反正糖他有的是，随便挑，就当是陪孩子玩了。谁知道这些糖完全没有让小孩多看一眼，也不是这些。小孩摇摇头道：“他说的可能是之前我们用新珠换的糖。”裴义想到了什么，小声的在许桃耳边说道。许桃恍然大悟：“不是吧？这小鬼头是怎么知道他身上有那种糖的？”许桃试探性的从身上拿出一个糖罐，谁知原本还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小孩，在看到糖罐的瞬间变了脸色，眼神中的火热，那是藏都藏不住。就是这个，这就是宝宝要的糖果。小男孩兴奋的说道：“你还真是在打这灌糖的主意啊！你小子还挺有眼光的。这可是价值1颗新珠的糖，能看上这么贵的东西，能没有眼光吗？姐姐，只要你把罐子里的糖给宝宝，这里的盲盒你可以随便挑2个哦。”小男孩双眼闪闪发亮的说道：“你这盲盒里是什么好东西？你先说来听听，要是东西不够好，我可不换。”许桃可不傻，他这么贵的糖可不是用来换破烂的。这10个盲盒里面有古仙洞府地图，有上古秘境地图，有珍稀仙药、仙符、阵书、医书、丹书、丹药、丹方、秘籍。至于能开出什么，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小男孩对许桃说道。这小孩还真会说大话，还古仙洞府地图、上古秘境地图。我说姑娘，你还是别理这孩子了，这孩子一看嘴里就没一句真话。我倒不这么觉得，万一这孩子是某位大能的小孩呢？照我说就和他换，万一真换到了他说的东西，那可就赚大发了。换呗，反正就是1颗糖而已，要是赌赢了，那得赚多少啊？在场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和小孩换，毕竟1颗糖而已，再贵又能贵到哪里去？价值和小孩口中的东西完全不能比。就算赌输了，证明这孩子就是一个小骗子，也不过只是损失1颗糖而已，这损失小到都能忽略不计。许桃想了想，要不还是换吧，反正这糖他到现在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裴义也觉得可以试试，大不了先换1颗，看看能开出什么也好。2人眼神交流了片刻，随后许桃用1颗糖果与小孩交换了1个盲盒。这里一共有10个盲盒，姐姐，你自己挑1个吧。小孩接过许桃递给他的糖果，十分大方的说道。许桃看着面前这10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盲盒，有些犯了难。每一个都长得一模一样，怎么选呢？你说选哪个？许桃看向裴义，让他来选。随便选1个不就行了？这有什么难选的？反正都长得一模一样，也不可能知道里面有什么。怎么能随便？万一挑到最不值钱的怎么办？许桃白了他一眼道：“裴义，随你高兴吧。”许桃犹豫了半天，还是做不了决定，最后把裴义推了出去。还是你来选吧，我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个好。我来选。裴义看向许桃，你确定？确定，你选吧。许桃用力点了下头，让裴义大着胆子去选。既然如此，那我选了哦。裴义挑挑眉，随意从10个盲盒中挑了1个，然后直接将盲盒打开。许桃也没有想到，裴义竟直接就把盲盒打开了，确定不洗个手什么的。是一双靴子，这双靴子还挺好看。不是，你们难道没发现这靴子的等级好像不低吗？等级看着好像很高的样子，不会是神器吧？神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神器不太可能，我怀疑这是圣器。裴义将靴子拿了起来，靴子一入手，关于这靴子的信息立马传入了他的脑海之中。这靴子还真就是圣器，而且还是上品圣器，只差一步便可跻身神器之列。这样的靴子在外面那是有价无市，就算有人拿出来卖，也不是现在的他买得起的。想不到只是开个盲盒而已，竟能开出一件圣器来，简直不可思议。许桃从裴义手中抓过这双靴子，靴子的属性还有品阶，让他顿时愣住了。不是吧，竟还真有这样的好东西啊！再给你1颗糖，我要再开1个盲盒。许桃赶紧将最后剩下的1颗糖交给这小孩。小孩接过糖果，让许桃随便选。该选哪1个呢？许桃再次犯了难。要是选到1个垃圾盲盒，那不是亏待了。对许桃来说，没有大赚那就是亏。要不我来帮你选。见他半天没有选出开哪1个，裴义提议道：“行啊，你来帮我选，我的要求也不高，开出个神器我就心满意足了。”许桃双眼放光的看着裴义。裴义，要不你还是自己来吧，他怕开不出神器，这桃子饶不了他。见裴义退走，许桃再次对着一堆盲盒伤脑筋，到底该选哪1个呢？不管了，随便选1个吧。他直接一个闭眼，从9个盲盒里随意扒拉出了1个，随后
又学着裴义的样子将盲盒直接打开。打开的盲盒里，一件银白色的披风正在静静地躺在盲盒之内。第569章回归。将披风拿在手中，关于披风的信息立马出现在了许桃脑海之中。这竟也是一件圣器，等级和裴义开出来的靴子差不多。那双靴子可以加速，逃跑的时候保证谁也追不上。至于这件披风，则是可以隐藏一个人的气息，甚至可以隐身。对许桃来说，这件披风算是比较实用的。正好他原来的这件星月法袍等级有点低了，换上这件正好。还不错，赚了啊，小姑娘，运气真不错，都是好东西。等许桃欣赏完手上的圣器，抬头看向那个小朋友，却发现面前哪里还有人啊，人早跑了。人呢？许桃看向裴义，裴义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清楚。那孩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还真没有注意到。得了2件圣器，许桃和裴义都知道做人要低调这个道理。好不容易脱离了人群，二人赶紧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变装，确定不会再有人认出他们，这才稍稍放心。离星河夜宴结束还早，许桃可没有打算这么早回去。虽然此行他的收获已然不小，不过像这种机会10年才有一次，就这么走了可就太亏了。不玩个够本怎么行？就这样，许桃和裴义一直玩到星河夜宴结束，二人这才重返中域。刚回来，二人还来不及歇2天缓缓，裴义就被苍月给叫了过去。不知太师傅叫弟子过来所谓何事？裴义问道。当然是有事才找你，不过有事要找你的不是我，而是掌门。苍月说道。掌门找我？裴义挑了挑眉，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等到他跟着苍月来到宗门大殿，发现这个地方竟已经站了不少人，其中宗门长老占大多数，还有一些年轻弟子。人群之中还有一个让裴义感到意外的身影，竟是前段时间跑到他们药园偷药的卢小宝。卢小宝一只鸡混在一群宗门长老之中，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弟子参见掌门以及各位长老。虽然不知道掌门叫这么多人过来做什么，裴义还是向众人见了礼。掌门明显心情不佳，朝着裴义随意的一挥手，示意他免礼。裴义退到了一边，开始打量着大殿上的众人。卢小宝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其他宗门长老也是一副为难的样子，看样子是被什么问题给难住了。能让掌门和这么多长老同时感到头痛为难，估计不会是什么小事。此时许桃刚刚从床上醒来，裴义被叫走的时候，他因为还在睡，所以并不知情。睡醒的他跑到厨房吃了一点裴义给他留的早饭，手里抓着一张油饼，一边吃一边朝院子里走。刚一出院子，就看到了正在为药园浇灌灵液的司徒慧慧。许仙子，你醒了。看到从洞府里走出来的许桃，司徒慧慧微笑着打招呼。吃过早餐没有？没吃的话一起吃点。许桃一面咬着饼子，一面说道。谢谢许仙子，不过我已经吃过早餐了。这个时间点，整个宗门还在吃早餐的大概只有许桃一个人。再过1个时辰，都该吃午餐了。司徒慧慧在心中吐槽着。许仙子，裴师兄刚才被苍月师伯派人叫走了，他走之前让我转告你，如果午餐之间他赶不回来，让你自己先用午膳，不用等他。想到裴义临走之前的交代，司徒慧慧对许桃说道。我知道了。许桃也没有太在意，虽然苍月很少会找裴义，不过偶尔有事找他，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许桃几下吃完了1个饼子，回屋给自己倒了一杯奶茶，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刷着仙币。最近仙币里出了不少新的八卦，昨日刚刚结束的星河夜宴无疑是最近最大的八卦。有人还上传了在星河夜宴上拍下的图片，下面全是一片恭维声。毕竟能参加星河夜宴，还能在那里拍下图片并上传，足以说明这人身份地位不一般。一些想抱大腿的小仙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好话那是不要钱似的往外倒。许桃也在自己的账号上上传了星河夜宴的图片，大多数都是一些风景图，人物什么的，就算拍了他也打了码。没办法，谁让他现在只是一个小仙，身后又没有后台，万事小心为上。他可不想莫名其妙的得罪人。谁知道他要是不给图片打码，会不会有人以此为由找他麻烦？许桃的顾虑是对的，这些上传了图片的人中，有好几位就因为拍到了其他人又没有给人家打码，被找上门去算账。实力强后台硬的还好说，那些实力不强后台还没人家硬的，那可就倒霉了，一顿打都算轻的。当然现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星河夜宴不过昨天才结束，要算账也没那么快。许桃就这么一面喝着奶茶一面刷着仙币，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中午。1个时辰了，裴义竟还没有回来。许桃自己随便弄了点吃的，下午在院子里练了会儿剑，一直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才看到裴义御着剑从天而降。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这是出什么事了？你太师傅留你这么久？许桃忙上前问道。进去说。说着率先进了洞府，许桃紧随其后。二人进入洞府后，
裴义先是为自己倒了一杯水，随后才说道：“不是太师傅留我这么久，是掌门找我。”掌门？掌门找你能有什么事？难不成是为了真传序列的事？许桃猜测，他早就听说了裴义将会参加真传序列战的事，难不成这次他们把裴义叫过去，就是为了说这个？不是，是有关太上长老的事。裴义道：“哪位太上长老？”许桃疑惑地问。纯阳子长老。裴义正色道：“这纯阳子正是卢小宝的主人，之前卢小宝就是为了他才跑到他们药园里偷药材。纯阳子长老的伤还没好吗？还有纯阳子长老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因为他找你过去啊？”许桃越发不解，这纯阳子长老地位可是整个苍梧派最高，他的事情怎么也轮不到裴义一个小弟子来操心吧？掌门这时候为了纯阳子长老将裴义叫过去，不管怎么看事情都透着诡异。第570章机密任务。裴义也没有卖关子，将掌门找他的目的都告诉了许桃。原来纯阳子长老的伤势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想要完全治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能治好纯阳子的药只有灵域才有，而且那种药只生长在灵域的某个小秘境中，这个小秘境只有天仙境界的仙人可以进入。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拿到那株草药，只有派人进入那个小秘境，而且去的人修为还不能超过天仙境界。苍梧派中天仙境界的仙人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被派出去。能被派去做这个任务的人品一定不能差，而且口风还要紧，并且这个人还不能太引人注意。毕竟纯阳子的伤是整个苍梧派现在最大的秘密，是不能被下面的人知道的。他们去拿治疗纯阳子伤势的仙药，也只能偷偷摸摸不引人注意的前往，不能让人注意到他们此行的目的。众位长老开了一个会之后，各自推荐了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小弟子，而苍月推荐的就是裴义。毕竟整个紫竹峰也就裴义一个修为还是天仙境界的弟子，其他外门弟子不算在内，那些就是在紫竹峰打杂的。所以你最后应该没被选中吧？这么多人呢，不可能刚好选中裴义吧？选中了，2天后我与另外3人将会一起前往灵域。裴义也很意外自己竟会被选中，明明当时在场的弟子还有好些人，没想到最后选出来的4人中竟会有他一个。要知道他可不是在仙域苍梧派土生土长的，他是从下界飞升而来。其他被选出来的都是自幼在仙域苍梧派长大，对宗门的归属感自是不必说。和那些人比起来，裴义还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让掌门等人没有选择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而是选择了他。不是吧？你要去灵域？许桃惊呼一声。那可是灵域啊，明明宗门有这么多人，怎么就偏偏要派你去啊？灵域最近可不太平，别人都恨不得离得远远的，没想到你们宗门却要在这时候派你们过去，这话怎么说？裴义微微挑眉，显然不太理解许桃的话。我也是在仙壁上看到的，灵域现在正打仗呢，乱得不行，连那些做生意的都不往那边去了，去灵域历练的仙人也都回来了，哪有人在这时候过去自投罗网的？还说要不引人注意，这时候还往灵域跑，是个人都会觉得有问题吧？许桃简直无力吐槽。打仗？那边发生什么事了？裴义问。听说是为了争地盘，天虎族和黑蛇族打起来了，然后他们2族又各自找了外援。后来战争波及的族群越来越广，一些弱小的灵族都已经退到灵域边沿了，有的甚至暂时离开了灵域。所以这时候过去，想不引人注意，这可能吗？不管灵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既然宗门已经选择了我，此行不管有多么凶险，我都非去不可。裴义丝毫没有打消前往灵域的想法。纯阳子长老对苍梧派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裴义不是在仙域的苍梧派长大，但让他看着宗门的太上长老出事，他也同样做不到。从那群长老们的表情还有言谈之间的担忧可以看出，若是不能尽快把那诛仙药带回来，纯阳子长老很可能会陨落。一名太上长老的陨落，这个损失对苍梧派来说太大了。身为苍梧派弟子，裴义做不到置之不理。我还不知道你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去，此行我和你同去。许桃翻了个白眼，早就猜到他会这么说了，许桃一点不意外。裴义这家伙，别看平时对什么事情都不是很上心的样子，实则有关苍梧派的事，他一向都看得很重。现在苍梧派需要他，他哪可能会拒绝？你可以不用去。裴义不想许桃涉险。不，我非去不可。你不会以为在灵域，你能比我混得开吧？许桃挑了挑眉，自信地说道。裴义这才想到，灵域好像才是这桃子应该飞升的地方。如果不是这颗桃子跟着他偷渡上来，他要是正经飞升，现在已经在灵域了。毕竟这桃子的本体可是一只小白虎，还是太危险了。你不是说连灵域那边的本土种族都因为战争选择离开？你就算本是灵域生灵，也同样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裴义还是不太想让许桃去，灵域那边一听就很乱，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可能护不住许桃。许桃摆摆手，不用担心了，放心，我不会有危险的。比起担心我，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我怎么说也是灵域生灵，你一个仙域人修，你看到了那边，咱俩谁更危险？最终，许桃还是成功说服了裴毅。不过，让他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跟着裴毅一起离开，那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个任务是苍梧派的机密，许桃不是苍梧派弟子，这么重要的任务也不可能带上他。许桃为了能跟着裴毅一起前往灵域，直接变回了本体，以小白虎的样子跟在裴毅身边。离开的当天，我们此行可不是去玩的，你竟还带着一只灵兽幼崽上路。说话的是同行的一位师兄，这位师兄名叫杨迪，乃是一位长老的小弟子，也是此行被选中的4人之一。杨师弟，你不用这么紧张，只是一只幼崽而已。裴师弟想带就让他带上吧。这回说话的是一名叫做杜飞燕的女弟子。这名女弟子是4人中唯一的女仙，她生得眉目如画，虽不算绝美，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杨迪不服气的道：“飞燕师妹，我这也是小心为上，要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行了，杨师弟，此次任务事关机密，我们说好出了宗门就不再提起。你若再像这样，我必通知宗门将你带回去，另派他人过来。樊毅看着杨迪，眼神中透着一丝警告。此次任务的负责人就是樊毅。这樊毅看着不太起眼，在宗门里也没什么名气，实则此人乃是宗门大长老的小弟子，只是从小低调惯了，又是苦修士，见过他的人少罢了。第571章前往灵域打赏加更。听到樊毅说要将自己退货，杨迪立马老实道歉并闭嘴了。若是刚出了宗门就被退回去，他以后还有脸见人吗？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是还要脸的。裴师弟，若你要带上这只幼崽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得自己护住他的安全，不要让他坏我们的大事。樊毅虽然对裴毅带着一只灵兽幼崽上路的行为没什么意见，但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到位。我明白，我会护好他，不会让他给大家添麻烦。裴毅一脸认真的说道。樊毅点点头，对裴毅的听话懂事十分满意。做任务就怕遇到那种不听话的拉头，只要能将话听进去就是好的。4人因为此行必须要低调行事，所以4人身边明面上并未跟随任何高手护道，实则暗地里有没有人保护，那就说不准了。以许桃的猜测，暗地里8成是有人保护他们的。不对，说是保护他们，不如说是保护那株还没有被带出来的仙草。毕竟那仙草可是关系到纯阳子的生死，宗门高层怎么可能当真放心让裴毅他们4个一路把仙草带回去？你们几个动作就不能快一点吗？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卢小宝扇着翅膀飞在4人前面，他都飞出一段路了，没想到4人还没有追上来，气得转头回来抱怨道：“小宝，你不用飞这么快，那秘境还未开启，就算我们提前赶到也进不去秘境的。”杜飞燕对卢小宝说道：“是啊，你现在急也没用，把心放宽一点吧。”樊毅也跟着说道：“我不管，你们动作都给我快一点，我们必须尽快赶到那处秘境入口。”卢小宝根本不听，一心只想快点进入秘境，然后将那株仙草带回来。想到现在还吊着一口气等着自己拯救的纯阳子，卢小宝心里就充满了力量。杨迪也跟着出声劝解了几句，可卢小宝根本不听，一个劲儿的催促他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几人也是无奈，说了卢小宝又不听，只能加快速度赶路。从中遇到灵域，那路程可不短。为了尽快到达灵域，几人选择搭乘传送阵。好在有直达灵域的传送阵，就是价格有点贵，一般人还真坐不起。就这次传送阵的费用还是宗门里出的，要是这钱让他们自己出，打死他们也拿不出来。本来许桃以为进入灵域的传送阵因为那边正在打仗的原因，可能都没什么人，没想到到了之后才发现他完全想错了，去的人还真不少。其中有专门去那边卖东西的商人，还有专门过去凑热闹的，还有几个记者，听说是过去跑新闻的。果然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不怕死的人。裴毅4人排着队进入了传送阵，这队一直排了半个时辰才终于轮到他们。出了传送阵，他们所在的地方正是位于灵域最边沿的城市雄鸡城。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座城是属于灵鸡族的地盘。要说这鸡族在灵域之中也算是一个大家族，毕竟鸡族都很能生嘛。不过在战力方面，鸡族就比较一般了，在灵域之中甚至战力都排不上号。好在鸡族背靠凤凰一族，倒也没人敢惹他们。青虫饼，好吃的青虫饼，油炸蜈蚣，油炸蜈蚣，不好吃不要钱。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刚掉的毛自己做的，保管好用。鸡毛毽子，20仙玉一个，给您的孩子买一个呗。好家伙，许桃趴在裴毅怀里，看着周围这些卖东西的鸡族人，果然不愧是鸡族，卖的东西如此的有特色。这种东西除了他们这些鸡族人之外，真有人买。老板，来份炸蜈蚣，一份青虫饼。
正说着没人买呢，生意立马就上门了。许桃一眼看过去，只见卢小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了那个卖食物的摊位前，看着炸蜈蚣和青虫饼流口水。许桃，这玩意儿果然只有鸡喜欢。卢小宝果然是一只鸡无疑，亏他之前还在猜测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呢，果然是他想多了。卢小宝吃着到手的炸蜈蚣和青虫饼，吃的那叫一个香。你们要不要吃？我可以分你们一点点。卢小宝选出几只发育不良的小蜈蚣，又从青虫饼上掰下一小块。不用了，你自己吃吧，我们不饿。杜飞燕赶紧摇头说道，就怕头摇慢了，卢小宝会直接把这些可怕的食物塞他嘴里。对对，小宝你自己多吃点，你看你瘦的。樊毅轻咳一声说道。樊师兄说的对，小宝你自己多吃一点，不用管我们。杨迪赶紧说道。那你呢？你要吃吗？卢小宝见他们三个都不想吃，于是看向了还没有表态的裴毅。不用，我不饿。谢谢，他对虫子不感兴趣。那他，卢小宝看向小白虎许桃，他也不用。裴毅的表情超认真，他若是敢让许桃吃虫，许桃一定杀了他。那好吧，你们都不要，那我自己吃。卢小宝一只鸡享受着美食，这青虫饼真好吃，还有这炸蜈蚣火候刚刚好，好脆好好吃。这些人真是没有口福。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明天再继续赶路吧。樊毅看了下天色，现在天已经不早了，他们得在天黑之前找个地方落脚。在灵域，晚上可是很危险的，晚上能不出门，尽量还是不要出门的好。雄鸡城望乡客栈，老板，来5间房。好嘞，普通客房5间。店小二将4人领到了各自的房内。这最后一间房不知是哪位要住。小二看着多出来的房间，有些犯难的问：是我要住，还不快点，我去房间休息。卢小宝翅膀一挥，很有气势的对小二说道：原来是客人您，小的这就带您去房间休息。店小二微微一愣，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很快反应了过来。这店小二乃是人族修士，这家客栈的老板正是来自仙域。灵域虽是灵兽的天下，他面前这几个人却是人族修士，没想到人修之中还有人愿意给自家灵兽单独开一个房间，这可真够宠的。第572章雄鸡城打赏加更。客官，晚上你们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尽量不要出门，这晚上啊，城里不安全。把人送到房间后，小二好心提醒了一句：我们知道了，多谢提醒。樊毅对小二说道。小二提醒完众人后便离开了。4人也累了好几天，樊毅让大家各自在房里休息一晚，等休息好后再来商量接下来的计划。回到房间，许桃变回了人形，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茶。这灵域给人的感觉有些怪怪的，你今天注意到没有，街上的行人都有些压抑。许桃一面喝茶一面说道：可能是因为最近灵域不太平，哪怕是普通灵族也感受到了压力。裴毅同样也感觉到了灵域众人的异常，街上的行人脸上都带着一抹阴霾，还有街边叫卖的商贩，其实精神也都不是很好。相信如果不是为了讨生活，他们肯定宁愿在家里待着。先不说这些了，我肚子好你去看看这家客栈有什么好吃的，叫几个菜吧。许桃摸了摸空荡荡的肚子说道。行，我下楼看看。裴毅让许桃在屋里待着别乱跑，自己一个人下楼打算看看有什么吃的。哪知道刚一下楼就看到杜飞燕和杨迪，原来他们2人也饿了，下来想找点吃的。2人见裴毅也下来了，还招呼他一起坐下吃东西。裴毅当然没有同意，许桃还在屋里等着他呢，他要是丢下许桃自己在楼下和人吃吃喝喝，那桃子肯定饶不了他。婉拒了2人的邀请后，裴毅点了几个菜让人送到2楼的房间，便回房去了。裴毅一走，杨迪有些不爽地撇了撇嘴，什么人啊，叫他一起吃饭他还不愿意，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杨师兄，你是不是对裴师弟有什么意见？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他。杜飞燕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状似随意地问道。我是不太喜欢那小子，明知道我们此行的重要性，还偏要带一只灵兽幼崽同行，一路上对谁都爱答不理的，连我们主动邀他一起吃饭他都拒绝，根本就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杨迪不满地抱怨着裴毅的种种不是。我想裴师弟应该只是不善言辞吧，他应该没有看不起我们的意思。杜飞燕笑了笑说道。这谁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那小子太傲，看到他就想打他。杨迪一口干掉一杯酒，带着一丝怨气地说道。有这么夸张吗？你们这才认识几天啊，哪来那么大的怨气？杜飞燕是真的不理解，明明都没认识几天，至于这样吗？他后面要是不拖我们后腿还好，他要是敢拖我们后腿，你看我饶不饶他？杨迪哼了一声，语气却极为认真。杜飞燕摇了摇头，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后面大不了自己盯紧点。对了，还得和樊师兄打声招呼，让他注意一下。晚上吃过饭，许桃和裴毅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的时候，窗外的动静却让许桃猛然清醒。
他原本想叫醒裴毅，哪知裴毅已经醒了过来。他动作麻利的下了床，走到了窗边。窗外有人影在晃动，明显是有人。难不成他们这是进黑店了？透过印在窗户上的影子，可以看出窗外有2个人，而且还是2个大男人。许桃原以为这2个家伙是想进来偷窃，没想到这2人却没有进屋的意思，只是在窗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翌日，裴毅把昨夜窗外有神秘人出现的事告诉了樊毅等人，哪知道另外3人都说昨夜看到窗外有人影在晃动，就连卢小宝也说他的房间外昨夜有人站在那里。4人一击商量了一下，叫来了店小二，把这情况和小二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店该不会是黑店吧？杜飞燕猛地一拍桌，语气不善的喝问。冤枉啊，客官，真不关我们客栈的事。昨夜出现在你们窗外的那些人，如果小的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城主派出来巡视的侍卫，绝对不是什么坏人。店小二忙说道。城主派来的人？城主为什么要派人守在我们窗户外面？你别以为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说服我们。杨迪冷笑道。店小二忙道，真是冤枉啊，最近我们雄鸡城也有些不太平，所以晚上城主大人才会加派人手巡逻。至于几位窗外为什么会有人守着，那是因为几位都是从仙域来的。现在但凡是外地来的人，城主府那边都会特别注意，在你们出城之前都会有人盯着。这不是针对你们几位，但凡是出现在城内的外地人都是一样的待遇。外地人怎么了？你们看不起外地人啊？我们从仙域来的又怎么样？我们招谁惹谁了？杨迪不悦地说道。这不是因为城里最近失踪了不少幼崽吗？城主查到偷窃幼崽的就是来自仙域的仙人，现在但凡是仙魔2域来的人都会受到重点关注。那些丢失的幼崽一日找不回来，这日子就消停不了。小二叹了口气道。城内有灵兽幼崽失踪。樊毅有些讶异，难怪入城的时候他就感觉这城里的人气氛有些古怪，原来竟是出事了。可不是吗？现在到处人心惶惶的，这些雄鸡城的本地人对咱们仙域来的人戒备的不得了。如果诸位不想引人怀疑的话，最好不要故意甩掉身边监视的人。你们要是故意甩掉监视的人，再出点什么事，你们可就解释不清楚了。小二提醒众人道。从小二这里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几人眉宇之间都带上了一丝愁色。这下麻烦了，如果走到哪里都有人监视，我们的任务可就不好完成了。樊毅眉头微微轻蹙。杜飞燕想了想说道，只要离开雄鸡城，应该就不会有人盯着我们了吧？大不了我们等下就离开这里，反正秘境也不是在雄鸡城，他们只要离开，应该就能摆脱监视他们的人。第573章，不能出城，打赏加更。杜师妹说的得，我想城主也不可能无聊到一直派人监视我们，离开这里应该就不会再有人盯着我们了。杨迪也是这么想的，他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反正一切等出了城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只要不是一路跟着他们进秘境，就不算什么大事。几人吃过了早餐，便去找掌柜退房，打算趁着时间尚早赶紧出城。不想几人刚走到城门口，却被拦住了去路。怎么回事？怎么不让我们出城啊？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城？我还赶着去和我小姨子的喜酒呢。我也约了朋友去秘境历练，这秘境马上就要开了，时间可不等人啊！赶紧放我们出去啊！这是做什么呢？周围赶着出城的人已经把城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守城的侍卫排成2排挡在了城门口，一副谁也别想过去的架势。城主有令，在没有找到偷孩子的贼人之前，谁也不许出城。侍卫长对着众人冷声说道。什么？我们又不是那贼人，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城？不是说贼人是那些仙域来的家伙吗？抓那些家伙不就好了？我可是土生土长的灵域生灵，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魔域的人可和这次的事无关啊！就算你们要抓，也该去抓仙域那些道貌岸然的仙人吧。不让出城，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的抒发着心中的不满。你们也别委屈，昨夜城里又丢了3个孩子，现在那3家人找孩子都快找疯了，在孩子找回来之前，谁也别想出城。如果强行想闯出去的，一律按照偷窃小孩的处理。如果不想被无辜牵连，我奉劝各位还是老实在城里待着吧，只要找到了丢失的孩子，自会还你们自由。守城的侍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孩子没有找到之前，谁也不能出城。几人无奈只能回到了之前投宿的客栈里。好在他们算是回来的快的，刚刚退掉的房间还没有被订出去。几人交了钱后，再次回到了之前住的房间。因为出不了城，4人一机只能聚在一起开会，希望能商量出个好办法。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要先弄清楚这雄鸡城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关于丢孩子的事，他们也需要打听清楚。正好1楼大堂里不少无法出城的客人都在说这件事。几人刚一下楼，就听到有人在谈论，便找了张空桌子坐下，竖起耳朵仔细听其他人说话。
也不知道那偷孩子的贼什么时候才能抓到。我是真有事儿啊，我老婆都快生了，我要是回去晚了，孩子生出来不认我，那可怎么办？一个5大3粗的壮汉一脸郁闷地说道。这大汉的身上能看出一些熊族的特征，一看就是熊族的人。这1年来，城里不断的丢孩子，弄得到处人心惶惶的，也不知道城主在做些什么。这都快1年了，连个偷孩子的贼都抓不到。这也不能怪城主，城主明显尽力了，都怪那贼子太狡猾。我听说偷孩子的是来自仙域的仙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应该是吧，这消息可是从跟那贼子交过手的侍卫口中传出来的。既然知道是仙域的那群仙人做的，直接把他们抓起来不就行了，何必为难我们？这城里的仙人可不少，总不可能把他们全给抓起来吧？他们之中不少可是来自仙域大势力，来自大势力又怎么样？大势力就能偷孩子了？就是那些仙人一向喜欢抓我们的幼崽节气，反正这贼人一定就是他们没跑了。周围的灵域生灵那是越说越气，客栈内的那些来自仙域的仙人都自觉地缩小自己的存在感，不想被当成凶手迁怒。话说这查了1年了，难道除了知道那偷孩子的贼人来自仙域，其他什么也没能查出来？这时有人说道，要是查出了什么，也不至于到现在还在丢孩子。众人叹气，这下好了，查了1年都没能查出来，我们该不会要在这城里困个10年8年吧？应该不至于吧，最多关我们几个月，哪可能关10年8年那么久？我想也是，我们灰狼族可不是好惹的，真敢关我这么久，我们族长可不会饶了这鸡族的人。我们血狐一族同样不好惹，我想那灵鸡族的人也不敢做得太过分。等众人回到房间，几人的眉头深深皱起。查了1年都没有查出偷幼崽的责任身份，万一真要把他们关上几个月，秘境早就关了，等下一次秘境开启，可是要等30年。太上长老哪里能等那么久？既然如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一起找出那个绑架小孩的贼人吧。樊毅提议道。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只要找到了那贼人，想来城主也没有理由继续关着我们。杨迪赞同地说道。那我们分头行动，去城内各处打听消息，希望能尽快找到那个偷孩子的贼人吧。杜飞燕说道。几人各自分头寻找线索。此时城主府内也贴出了告示，鼓励城内的众人一起寻找偷小孩的贼人，如果找到或提供线索者，皆可到城主府领取奖励。城主府的告示以前虽然也有贴，但奖励没有这么多，明显奖励是经过加倍的，看得出来城主压力也大。裴毅等人分开之后，各自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线索，可这线索又岂是那么好找的？如果那贼人真有那么好抓，也不至于这么长时间都抓不到人了。裴毅等人去拜访了之前被偷了孩子的受害者，还在城内四处走访，可惜没有任何可用的线索。到了晚上，几人带着一身疲累回到客栈，心情都有些低落，毕竟他们实在没有时间耗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卢小宝、整只鸡显得尤为急躁。许桃将众人的焦急看在眼中，同样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那个偷孩子的贼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甚至可能在雄鸡城的高层之中还有那伙人的同伙。想要找到那偷小孩的贼人，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第574章被抓，打赏加更。头怎么这么痛？身上没劲儿。许桃一脸痛苦地睁开眼，他发现自己没有在客栈之内，好像被装进了一个笼子里。此时的他正在移动，不知道正在被转移到什么地方。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在这儿？裴毅呢？裴毅人去哪儿了？就在许桃疑惑的时候，一阵压抑的哭声传进了许桃的耳中。他这才发现自己身边竟还有好几只灵兽幼崽，而且这些幼崽看着都是小小一只，明显出生的时间不长，连化形都做不到。到底出什么事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许桃用小爪子刨了刨一旁的一只狐狸幼崽，小幼崽浑身雪白，身上没有一根杂毛，看着又白又漂亮。如果不是现在时机不对，许桃都想把这只小狐狸抱在怀里撸个够。我们被坏人抓了，这些坏人抓了，我们要把我们卖掉，给人修做宠物。小狐狸奶声奶气地说道。这些人超坏的，他们从我家把我偷出来，还打算卖掉我。一只小兔子眼眶红红的小声道。我想我娘怎么还不来救我啊？这回说话的是一只小松鼠。你们全都是之前被偷走的那些幼崽。这么说来他也被抓了，可他是怎么被抓的？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只记得昨天晚上他很早就睡了，裴毅当时也休息得很早，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落到这群人手中的？许桃心中疑惑不已，可现在再想这些已经没用了，他还是想想怎么从这些人手中逃出去吧。另一头，
许桃不见的事已经在整座客栈传开了，昨夜又有一只小幼崽被偷了，听说还是人休养的灵兽幼崽。哎，这些贼连有主的灵兽都不放过。客栈一楼听到消息的客人们全都在讨论这件事，没想到连城门都封了，出入也被禁止了，那群偷幼崽的贼人还能出来作案？裴师弟，你也别太着急了，一定能找到你的灵兽的。杜飞燕只能如此对裴毅安慰道。真没想到，这裴师弟竟如此紧张那只小幼崽。自从那只小幼崽不见之后，裴师弟就到处在找，整个客栈都被他翻遍了。希望那只小老虎没事吧？看裴师弟的样子，那只小老虎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你不是和那头灵兽幼崽住在一起吗？他被带走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杨迪看向裴毅问道。说到这个，裴毅脸一黑。昨夜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他连许桃是怎么不见的都不知道。会不会是有人下药？樊毅猜测，毕竟当着一个修士的面偷走对方的灵兽，除非被下药，否则怎么可能没感觉？裴毅也是这么想的。他睡的就是再死，也不可能连许桃被带走都感觉不到。可对方是什么时候对他下药的？你昨天吃过什么？药会不会是下在了食物里，或者你房间的茶水里面？杜飞燕猜测。你昨天吃过的饭菜还在不在？如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是不是被下药。樊毅道。昨夜吃过的食物怎么可能还留着？早就被店小二收走了。几人去找店小二，果然那些吃剩的食物早就被倒进了馊水桶。今天一大早，城内负责处理馊水的蜀三一家就已经把那些馊水收走了。裴毅他们现在才来找，能找到线索才怪。几人又回了裴毅的房间，将整个房间里里外外的搜了一遍。这一搜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点线索。首先，裴毅的房间确实有人进来过，那人还是从大门进来的。其二，裴毅房间的茶水没有被下药，也就是说他昨夜就算中药，药也不是通过茶水下的。最后，杜飞燕在房门边闻到了一股极淡的味道，这股味道应该是一种强力迷烟。到现在，这股味道已经淡到基本闻不到了。如果不是杜飞燕的嗅觉天生灵敏，众人还真不一定发现得了。如此看来，是有人昨夜对着你的房间释放了迷烟。樊毅分析道。你也太不小心了，有人在你门口放迷烟，你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警觉性会不会太低了点？杨迪对着裴毅翻了个白眼。行了，你就不要说裴师弟了，他也不想的。丢的可是裴师弟的小老虎，他比谁都急。杜飞燕看不过去的说了一句。对了，小宝，你能不能通过味道锁定那只小老虎的位置？樊毅突然想到了什么，看向卢小宝。卢小宝摇摇头，我早就试过了，那些人很谨慎，味道早被他们消除了。这里可是灵域，嗅觉灵敏的生物多到数不胜数，如果那些人没点手段，只怕早就被人通过气味锁定了。现在可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把裴师弟的小老虎找回来？杜飞燕叹了口气，一脸的愁容。裴毅眉头微蹙，心中担心许桃的安危。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此刻的许桃已经被转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笼子被一块黑布罩着，这黑布明显是一件法宝，许桃的神识根本穿不透这黑布，自然也就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好不容易等到队伍停下来，许桃等小幼崽被搬到了一间地下室之中。到了这里，蒙在笼子上的黑布终于被摘了下来，而许桃也终于看清了将他们带来这里的到底是什么人。首先出现的是一男一女2名中年人，这2人的修为许桃看不出来，应该比他要高。2个人看着都是人修，他们身上并没有灵兽的味道，更没有妖气。这2人长相看着十分普通，属于丢在人堆里也没人多看一眼的那种人。这回的货怎么这么少？这才不过7只幼崽，货不够啊！一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男子衣着华贵，一张脸看着倒是清秀，就是眼神里的精明算计破坏了这份清秀，给人一种不太好相处的感觉。我们也想多抓几只幼崽，这不是不行吗？城里现在到处都在戒严，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得加倍小心，一不注意就会被抓。我们要是被抓了，又不能指望你来救我们。第575章塑料合作关系。中年女人冷笑一声，虽然他们双方是合作关系，但彼此之间也不过只是相互利用。若是他们这边出了什么问题，只怕最先出手灭口的就是面前这个男人。巡城卫那边我们已经安插了人手进去，就算真让你们撞上巡城卫的人，也不用怕，胆子大一点，别瞻前顾后的。年轻男子不屑地看了2人一眼，眼中写满了鄙夷与嫌弃。明明路都给他们铺好了，还这么怕事，真是没用的东西。我们这不是瞻前顾后，这是谨慎，毕竟我们可不像你，有人在后面撑腰，就算被抓也出不了事。中年男人呵呵一笑，笑容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年轻男人闻言，脸色变了变，拳头瞬间握紧，眼神中甚至迸发出一道明显的杀意。对男子眼中的杀意，中年男女表现得十分淡定，或者说2人压根儿就不以为意。
许桃在笼子里看着这两方人，总觉得这些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塑料。明明谁也不信谁，偏还要一起合作办大事，不知道怎么想的。好好做事，这2天我会安排你们出城，记住不要在这时候惹出任何乱子。若是你们惹出什么事，我可不会保你们。年轻男子丢下这句话，便转头离开了。待年轻男子一走，这中年男女立马呸了一口口水到地上。不就是一个男宠吗？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中年女人率先骂道：“行了，要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中年男子明显是看在钱的份上，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以为我会忍他这么久？一天天的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以为我们怕了他？中年女人犹不解气的道：“做完这一票，我们也能好好些段日子。这城主派出的人越来越多，听说还联系了好几个交好的种族，打算来个全方位搜索。”中年男人面带一丝忧色的说道：“怕什么？那城主府里可有我们的人，他们有什么计划能瞒过我们？”中年女人并不是很担心。我听说城主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身边有我们的人了，只怕他对身边的人也会有所保留。中年男子说道：“放心，城主就是再聪明，也绝对猜不到一直帮我们的那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女人十分自信的说道：“那倒也是。”中年男子想到了什么，发出一阵笑声：“走吧，出去弄点东西吃，这一路小心翼翼的，我都快饿死了。”中年女人摸了摸肚子，皱眉道：“要不要给这群小崽子也弄点吃的？”中年男子看了许桃等小幼崽的方向一眼：“吃什么吃？饿个1-2顿死不了，大不了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们带点馒头。”中年女人不在意的说道。中年男子点了点头，二人商量着等下要吃什么，一边说话一边朝着外面走去。坏人终于走了，小狐狸一脸松了口气的表情说道：“嗷嗷，那2个就是抓我们到这里的坏人吗？”许桃嗷嗷2声，询问一旁的幼崽们。好在幼崽们都能听懂他在嗷嗷什么，倒也不用翻译。就是他们2个，我们就是被他们抓来的，你肯定也是。小松鼠小声道：“哎，我们一定会被卖掉的。之前被他们抓走的那些小幼崽都被卖掉了，我们肯定也逃不掉。”小白兔哭唧唧的说道：“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我爹肯定会来救我们。”小狼崽子一本正经的说：“可是这都好几天了，爹娘还是没能找到我们真的能逃掉吗？”一只小鸡崽子没什么信心的说：“嗷嗷，都别怕，我们一定能逃掉的。”许桃看着没什么精神的幼崽们，出声安慰道：“没人来救，大不了他想办法带着这群幼崽逃。他的吉阳真焰烧掉这些笼子绝对不成问题。麻烦的是，不知道这外头还有多少人。听刚才那3人的意思，他们的人可不止他见到的这3个，还有其他帮手。万一外头还有一堆人把守，就算他把笼子破坏掉，也同样逃不出去。哎，麻烦了。真的吗？”小白兔可怜巴巴的望着小白虎许桃。“嗷嗷，当然是真的。”许桃说的十分肯定。可怜的小家伙啊，才出生多久啊，就被人贩子抓离了爹娘身边，还要被卖到仙域去给人当灵宠，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另一头，裴毅等人依然在寻找许桃的下落。如果这么好找，整座雄鸡城也不至于会找了1年的时间，还什么都没有找到。裴毅等人在追查那群人贩子下落的时候，还遇到了同样在寻找自己孩子的狼族夫妇。这对夫妇来自狼族，几天前带着孩子出来玩，路过雄鸡城的时候，不过只是在客栈投宿了1夜，不想孩子就不见了。夫妻2人发疯一样的找孩子，可依然没有任何线索。夫妻2人不死心，这几日一直在城内到处打听，见裴毅他们也在找自家的小幼崽，便干脆一起合作。这对夫妻，男的叫郎勇，女的叫秦风。2人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成婚100年，只育孕了1只小狼崽子。不想这唯一的儿子还被偷了，这让他们如何能不急呢？有了这2名狼族的加入，人手多了，打听消息也方便了。毕竟裴毅等人中，除了卢小宝之外，其他人都是人修。因为孩子被人修偷走，人修在城内其实不太受待见。裴毅等人想打探消息，每次都是困难重重，几乎好话说竟还得许出去一些好处才能打听到一点点消息。现在有了郎勇夫妻的帮助，打听消息什么的，当真是要方便了不少。其实我们这几日已经打听到了一些事，只是郎勇的妻子秦风是一位长得很有个性的美女。此时个性美人秦风正一脸为难地看着众人，似乎是有话想说。嫂子，你有话就直说，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开口？杜飞燕坐在秦风身边，柔声说道。第576章找回。秦风看了自己丈夫一眼，看到丈夫点头后，这才说道：我与勇哥这几日发现城主府内有那些人的内应。城主府内有内应？众人一惊。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都1年了还是没有抓到那些偷幼崽的贼人的原因。果然是因为城主府里有他们的自己人吗？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裴毅问。是有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向城内的人打听到了不少事，再加上勇哥还认识一位荀成卫的兄弟，那位兄弟也是出自狼族，只是自幼就离开了族群，自己在外闯荡。他见勇哥是他的同族，私下里和我们说了不少事。秦风夫妻从那位同族那里得知，原来城主早就猜到城主府内有内应，不过城主将自己的亲信都怀疑了个遍，依然没能找出那人。现在城主也很为难，他又不能光凭一个猜测杀光所有亲信，万一他要是猜错了，那不是平白损失了亲信的性命吗？虽然城主一直没能找出那个人，不过众人都觉得城主府里有内应是可以肯定的。不止城主府，连荀成卫都很有可能已被对方渗透。那些人到底是来自什么势力，竟能渗透到城主府内部？这么说来，做下这件事的人不仅仅有仙域的人族，连灵域的种族也参与到了其中。身为灵域中人，竟会和人族合作，一起拐卖灵域的幼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清楚。在遇到你们之前，我与勇哥已经决定混入城主府内，在城主府内寻找线索。秦风说道。你们想混进城主府？众人一惊。郎勇重重点头，反正我们也想不到别的办法把孩子找出来，只能从城主府入手了。城主府是他们现在唯一已知的线索，如果放过了这条线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把孩子找回来。可是你们打算怎么混进去？没听说城主府在招人啊？杨迪说道。是我们那位狼族的兄弟帮的忙，他可以介绍我们进入城主府做活，只要进了城主府，他们夫妻二人就可以展开调查。这倒也是个办法，城主府那条线确实不能放过。樊毅说道。不知道郎兄的那位兄弟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们也进入城主府？杜飞燕想了想问道。只怕不行。郎勇摇头。你们都是人修，城主府里做活的都是灵域各族，人修他们是肯定不会要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止雄鸡城，其他灵域仙城的城主府都不可能会收留人修做活。看来是不行了。几人虽然有些遗憾，倒也没有太过失望，毕竟这事儿一听就知道不好办。几人商量好后，郎勇夫妻进入城主府打探消息，而裴毅则和其他人在外面负责接应，顺便继续打听消息。卢小宝负责双方消息传递，毕竟裴毅他们这头也就一个卢小宝是灵兽，没那么引人注意。另一头，许桃放出了小金毛，他打算先让小金毛去探个路。小金毛可是符灵，灵域各族天生亲近他，绝不会伤害他。小金毛从许桃那里得到指示后，兴匆匆地甩着尾巴就跑了出去。许桃就这么一直等着，等了10几分钟，小金毛终于回来了。呜，小金毛回来后，对着许桃就开始摇尾巴。嗷嗷，怎么样了？外面人多不多？许桃一见小金毛回来，忙问道。呜，哦，你说没人看着，外面当真没人？许桃一脸惊讶，那群人也太放心了吧，真不怕他们逃跑？呜，小金毛十分肯定的点头，外面确实没人看着，但是，呜，哦，你说外面有时会有人路过，只是那些人好像并没有朝这边过来。呜，小金毛再次点头。哦，明白了，辛苦你了，小金毛。许桃将小金毛收回了灵宠袋后，开始计划干脆自己出去看看。一旁的小幼崽们看着许桃的操作，一个个都惊讶地张大了小嘴。第一次看到有灵兽用灵宠袋装另一只灵兽的，这是什么操作？许桃对小幼崽们的惊讶不以为意，正在计划着如何出逃。过了一会儿，许桃终于决定自己亲自出去看看再说。等许桃从关押他们的地下室出来，发现外面竟是一处巨大的宅院。这宅院非常大，也不知道这里住的是什么人。许桃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宅院内，偶尔还能看到路过的下人。听到周围下人的对话，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是城主府。难怪了，城主下令找遍全城都没有找到这些小幼崽，合着人家直接把幼崽藏城主家里了。这城主府里人来人往的，他想出去还真不容易。许桃有些犯难，要不他直接现身，城主知道幼崽们被歹人藏在城主府，应该会立刻施救。可城主知道了，城主府的内应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那些人直接撕票怎么办？那群小幼崽不是危险了？麻烦了，到底要不要去找城主呢？许桃这头正犯着难呢，另一头郎勇夫妻已经被领进了城主府，二人在城主府里找了厨娘和侍卫的活计，裴毅等人也换了一间离城主府更近的客栈，以便随时和郎勇夫妻联系。刚换了客栈不久，一道灵活的小身影就钻进了客栈之中，直接冲进了裴毅的房间。什么人？裴毅听到动静，谨慎地将门打开，只见一只眼熟的小身影正对着自己摇头晃脑。小金毛！裴毅讶异地看着面前的小东西，怎么也想不到竟会是这个小家伙。这个晚上，城主府内灯火通明，整座雄鸡城陷入了一阵紧张压抑的情绪当中。等到第二天一早，
那些被偷走的孩子全部被送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不过早几批被偷走的那些幼崽早已经被送走并卖了出去，想找回来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总算是有了一个方向，孩子找回来也只是时间问题，找回来就好了。这下裴师弟终于可以放心了。第577章，进个秘境难度有如取经。杜飞燕看着被裴毅抱在怀里的小白虎，眼神中也不时透着一抹欣喜，还以为这小家伙当真找不回来了呢，能找回来真是太好了。谁能想到一直在帮助那群人的会是城主的千金。樊毅对这个发展相当意外，谁能想到堂堂一个城主千金竟会无意中成了那些贼人的帮凶。那位城主千金也不是故意的，谁会防备自己的枕边人呢？杜飞燕叹了口气，有些为城主千金不值，一腔真心为了狗。谁叫他这么恋爱脑，什么事儿都和那个男人说，明知道有些事情是机密说不得，他还是说了。女人果然一陷入情爱就没什么智商可言，不管是哪个种族都一样。杨迪忍不住切了一声道，堂堂一个城主千金却无意中成了帮凶，最重要的是他还连累了自己的父亲，很可能害自己的父亲城主之位不保。这种女儿可不就是生来讨债的吗？许桃窝在裴毅怀里不满地瞪了杨迪一眼，谁说女人都是恋爱脑的，她就不是，不带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起来，这事情的发展还真有些出乎许桃的预料，还以为一直在城主府内做内应的会是城主的亲信之类的人物，谁能想到居然会是城主的女儿。不过这个内应也不是他自己主动要去做的，一切不过是被枕边人算计。杨迪有一点没有说错，这城主的女儿确实是一个恋爱脑。3年前，城主的大女儿在城外救起了一个重伤的年轻人，这个人名叫千玉。这个千玉不是别人，正是许桃在地下室里见过的那个年轻人。救了这千玉后，城主千金就陷入了爱情之中，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是要和他在一起。千玉也表示为了城主千金，他愿意永远留在雄鸡城，不再回仙域。城主虽然不喜欢千玉，看在女儿的面子上，还是答应让她留下来。只是2人的婚事，城主却一直没有松口。千玉就这么没名没分的留在了城主女儿身边，外面的人都说她是城主千金的男宠。千玉听到这种说法，一直表现得十分豁达，谁知道她心中早已经有了怨言。这个千玉其实是仙域中某个宗门的叛徒，之前流落灵域也是为了逃避仙门的追杀。他选择接受城主的女儿，不过只是想借她的身份来帮助自己摆脱来自仙域势力的追捕罢了。虽然他因为城主女儿的关系暂时安全了，但他心里却没有多少感激，对城主父女早就已经怀恨在心。因他还需要城主父女的帮助，自是不敢轻易动他们。于是他与仙域来的一伙灵兽商人合作，一起抓捕城内的幼崽带到仙域去卖。这生意他们一做就是1年，因为千玉十分得城主千金的信任，他还利用城主千金的权势，自己培养了一些势力来为自己做事。可想而知，事情曝光之后，城主千金受了多大的打击。不过恋爱脑之所以被称为恋爱脑，就是因为他们一旦陷入爱情，就没什么理智可言。哪怕知道了千玉做的事，城主千金依然想保住他，甚至不惜对城主以死相逼来保他一命。城主这个女儿算是白养了。既然现在城门也已经开了，我们下午就启程吧。卢小宝迫不及待地想赶紧离开这里，他可不想又出点什么事导致被关在城内。也好，我们下午就走。樊毅想了想，觉得下午走也可以，便点头同意了。许桃这回立了大功，城主府那边送来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些城主送来的奖励被分给了樊毅他们，毕竟他们也是帮了忙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被裴毅收了起来，全都是留给许桃的。这次的事，他的功劳可是最大的，是他派小金毛通知了裴毅，还自己偷偷去找了城主，将城主府内关押着小幼崽的事告诉了城主。城主这次非常谨慎，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透露，终于将那些人一网打尽，还救出了所有的幼崽。对许桃，城主那可是真心感谢，送来的礼可是相当厚。和许桃同关一个笼子的小狼崽，正是秦风夫妻的儿子，夫妻俩的儿子被救了出来，自是对许桃千恩万谢，还私下送了不少礼物给许桃。许桃收礼收得理直气壮，他为了救那些小崽子，可是付出了不少。还有小金毛，小金毛为了离开城主府出去报信，可是连狗洞都钻了。这几天每天奖励小金毛一个烧鸡腿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吃过午饭，许桃等人离开了客栈，顺利的出了城。众人继续前往此行的目的地百雀城。这百雀城乃是灵雀一族名下的仙城，这里生活的多是鸟族，路上见到的那些也大多都是长翅膀的。像裴毅等这样的人族修士，城内出现的并不多。不过最近千鸟秘境马上要开启了，其他两域前来历练的修士有好些都冲着这个秘境来了，导致城内魔仙两域的修士数量大增。此时的许桃等人还未踏入百雀城，他们正在前往百雀城的路上。这一路上，
一行人见到了一些灵域的种族，只是这些种族之间气氛都很凝重。一行人甚至还不小心路过了两族争斗的战场，差点被战斗波及。还好他们跑得快，这才逃过了一劫。这时的他们还没有想到，想进入千鸟秘境难度犹如取经。等几人好不容易到了百雀城，本以为马上就能进入秘境了，却没有想到秘境被封了。想进入秘境可以啊，你得暂时加入百雀城的他伍，帮百雀城的雀族一起对抗敌人。也就是说，你得参与到两族的战斗中去，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进入千鸟秘境的资格。听到这个进入秘境的条件，好些人直接扭头就走了，只有少部分人留了下来。这少部分人里就包括裴毅等人。老子只是想来混个秘境，现在倒好，还得帮着雀族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如果不是我要找的仙草只有飞鸟秘境里有生长，我早走了。许桃在一旁点头，谁说不是呢？都不容易啊。第578章两族之争。各位仙友，我灵雀族如今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还请各位仙友出手相助，我灵雀族感激不尽。如若各位愿意出手，各位想要的东西自会双手奉上。一名灵雀族男子站在众人面前朗声说道：明日就是我们与灵元一族交战的日子，到时还要麻烦各位仙友。灵雀族男子说的慷慨激昂，台下众人听了，心中怎么想的不说，反正面上都挺平静的。有些人的脸上还带着明显的不满，显然都对灵雀一族借着秘境来威胁他们加入这场争斗的举动很有意见。但谁让人家确实拥有秘境的使用权呢？只要灵雀一族不松口，谁也别想进秘境。让我们出手不是不行，不过这一仗谁知道要打多久？要是超过了秘境开放时间，我们不是白忙活了？有人在这时提出异议，不少人都开始附和这名男子的话。可不就是这个理吗？他们帮灵雀族打仗，但这秘境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可都是有固定的时间的。要是错过了时间，他们不是白帮忙了？总不能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就落两声谢谢吧？修士谁不是在与天争命？没有好处的事，谁会去做？在没有确定自己一定能得到好处的前提下，谁也不会当真，因为灵雀族的几句话就帮他们拼命。各位仙友放心，哪怕错过了秘境开启时间，我族也会用秘宝将秘境再次开启。我族这件秘宝平时极少有机会动用，动用一次损耗的资源巨大。此次为了诸位道友不至于空手而归，我族就算牺牲无数资源再起秘境，也在所不惜。灵雀族男子一脸严肃地对众人说道：许桃，话说的真好听，其实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说什么为了他们？在场的都不是笨蛋，这灵雀族的人把话说的再好听，他们付出这些是为了什么？大家岂会不知？动员大会开完了，在场众人大多选择留了下来，毕竟来都来了，总不可能现在就打道回府。裴毅等人是没得选，只能留下。在灵雀族那里做好登记后，几人被带到了灵雀族的族地，就等着明天与灵元一族开战。去到灵雀族的族地后，几人稍加打听，便打听到了两族争斗的原因。起因就是为了抢地盘。在灵元族与灵雀族的族地交界处，出现了一座新的秘境。这处秘境看着还不小，起码也是一处中型秘境。两族都想将秘境收入囊中，几次谈判无果后，可不就打起来了吗？这灵雀族背靠凤凰一族，而灵元族则是背靠六耳神猴一族。这六耳神猴虽然名声没有凤凰真龙那么大，但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神兽，可不是普通的灵兽。哪怕是和凤凰一族开战，也不见得一定会输。两族都有自己的靠山，虽说这靠山不可能来管他们这点狗屁倒灶的小事，但有人撑腰和没人撑腰，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为了抢秘境打起来的。杜飞燕叹了口气，他们只是想进秘境取仙草而已，怎么就这么难呢？不错，两族为了这个秘境已经谈判多次，可惜一直没能谈拢，这一场仗看来是避不了了。樊毅无奈地说道：我们怎么办？真要帮他们打仗？杨迪有些不情愿，他们又不是灵族，为什么要掺和进灵域的内部斗争里？我们能拒绝吗？樊毅挑眉道：众人当然不能。卢小宝像打了鸡血似的，打就打，谁怕谁，反正我们一定要进秘境，不能因为任何事受到影响。裴毅始终不发一语，事情既然已成定局，再说下去又有什么意思？被迫卷入这场争斗的仙人不止裴毅等人，还有不少来自仙魔两域的人，他们也都是无奈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裴毅等人这头刚打听完消息不久，就有人接连上门寻求合作。毕竟这里是灵域，不是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想多拉拢几个人合作，到时候真打起来也能相互照应一下。对这些人的合作邀请，樊毅都接受了。反正到时候看情况吧，能帮把手他们也不会拒绝，实在帮不了也只能自求多福了。在战场上能多个照应也好。灵雀族的人还算客气，给他们安排好住的地方，还准备了丰盛的食物招待他们。灵雀族一般以鲜果为食，
他们送上的食物也多是一些鲜果，没有任何肉食。好在修士也不是非要吃东西，这些鲜果内含有浓郁的仙灵之气，吃一颗鲜果和嗑一颗丹药的效果差不多。哪怕有人暂时不想吃，也都把鲜果收了起来。这鲜果外面卖的老贵了，多装几个在身上总不会吃亏。第二天一早，两族就带着各自的人来到了两族交界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仔细一看，原来灵元族那边也喊来了不少仙魔两域的修士。百灵，今日我们两族定要分个高下。元妃，我们灵雀族今日必胜。放屁，胜的一定是我们灵元族。两边较阵的人直接吵起来了，而且言辞越吵越激烈，双方之间的动作也越来越大。冲啊，给这群臭猴子一点颜色看看！冲啊，给老子拔光这群臭鸟的毛！双方一言不合，直接冲过去就是一通乱斗。许桃没有变人形，以小白虎的形象在人群中左闪右躲，最后找了块大石头猫在后面，打算等他们打完了再出去。他只是一只弱小的小虎崽，像打架这么危险的事，未免太少儿不宜了。作为一只小幼崽，他可是最讲文明的，怎么能和人打架呢？外面打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爆破声、兵器相交的声音不时传入许桃耳中，还有施法念咒的声音更是满天飞，不时还能看到周围有施法的特效闪过。许桃抱着自己的小脑袋，看不到，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在这时，啪叽一声，一只鸡从天而降，直接掉到了许桃面前。卧槽！谁踢老子屁股？王八蛋，竟敢偷袭！卢小宝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嗷嗷，是你！第579章，逃呀！是你！卢小宝显然也吃了一惊，没想到竟会在这里看到许桃。原来你躲在这儿啊！你可千万要躲好了，你主人现在可没工夫来顾你。卢小宝拍了拍屁股，对许桃小白虎说道：嗷嗷，你没事吧？许桃看他的样子好像受了伤，就是不知道伤得重不重。我能有什么事？一点小伤而已。你卢大爷强得很，这点小伤何足挂齿。哈斯，正说着呢，大概是扯到了伤口，卢小宝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嗷嗷，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下？我看你好像伤得不轻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歇会儿吧。说着，卢小宝一屁股坐到许桃身边，许桃还给他拿了一个鲜果让他吃。卢小宝也不客气，接过鲜果就吃了起来。一个鲜果下肚，卢小宝身上的伤也好了一半。一鸡一虎就这么被靠着大石头坐在一起，画面看着还挺和谐。就在许桃和卢小宝躲在石头后面偷懒时，一阵脚步声传来，随后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一虎一鸡面前。是你们！杨迪没有想到自己随便挑了个方向跑近还能碰到熟兽。你们两个该不会一直躲在这儿吧？倒是找了个好地方。杨迪一屁股坐在一虎一鸡对面，手臂还在流血。杨迪从怀里拿出自己收藏的鲜果，一个果子下肚血立马止住了。这灵雀族给的鲜果果然都是好东西，你小子可真没用，竟然受伤了。卢小宝一脸鄙视的看向杨迪，你还不是一样，我看你伤的也不轻嘛。杨迪瞥了卢小宝一眼，不明白这只鸡哪来的脸说他。谁说我受伤了？我好着呢。卢小宝挺了挺胸，坚决不承认自己受伤。你说是就是吧？我信你个鬼！法医他们呢？你们没一起？卢小宝给他一记白眼，随后又问道：我们走散了，他们应该都没事吧？毕竟打不过也知道跑嘛，又不是傻子站那儿让人打。像他眼见不敌立马撤退，又不是为自家宗门打架，至于那么上心吗？那就好，你们可不能出事啊，我们还有任务呢。卢小宝一心惦记着纯阳子。砰！一声巨响，旁边的一块石头炸开了。许桃等人散躲不及，被大石头炸开的碎片砸到了身上，瞬间弄得灰头土脸。嗷嗷！妈的，这谁啊？有没有公德心？谁啊这是？别让小爷抓到你，让小爷抓到你就死定了。卢小宝气得叉腰痛骂。别说了，快走吧，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杨迪拉了一把卢小宝，让他赶紧跟他走。卢小宝又用翅膀扯了一把小白虎，三个家伙趁着还没人注意到这边，赶紧溜了。从石头后面走出来，外面果然已经血流成河，地上倒了一地的尸体，有灵元族的，还有灵雀族的。地上的尸体全都化为了原形，死状都有些惨。这一地的灵兽尸体要是拿出去卖，肯定老值钱了。可惜现在他们不能动，谁要是敢动这些尸体，肯定会被两族群起攻之。钱是个好东西，但也得有命想不是？走这边！杨迪带着一鸡一虎朝着人少的方向移动。快跑啊！灵元族大少主杀过来了！杨迪带着一鸡一虎刚走出去不远，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惊呼声。什么玩意儿？灵元族大少主是个什么东西？杨迪回头一看，只见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像杀疯了一样，
一步一只灵雀族，杀得天昏地暗。哇靠！这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下手真够狠的。确认过眼神，是打不过的人，赶紧走吧。一人一鸡一虎，在这一刻有了难言的默契。三人决定先撤，不和这什么灵元族大少主硬碰硬。三人跑路的速度很快，但还是快不过那灵元族的大少主。那大少主不过转瞬之间就杀到了许桃等人面前。你们先走。杨迪挡在了许桃和卢小宝面前，提着剑冲了上去，为一虎一鸡争取逃跑的时间。许桃和卢小宝感动地看着杨迪的背影。这一刻，杨迪在一鸡一虎眼中犹如孤胆英雄。快走啊！杨迪举剑冲过去的同时，还不忘在最后一刻回身喊道。刚喊了一声，就被灵元族大少主一掌拍飞了出去，飞出去10几米才停了下来。落地的瞬间，他还硬撑着一口气，嘴里最后蹦出了快走2字。刚说了2个字，整个人就有气无力地闭上了眼，不知是死是活。许桃和卢小宝顾不得伤心了，一虎一鸡拼了老命地往前逃。这什么大少主太凶残了，见人就杀，完全不给人活路啊！可怜的杨迪，等他们脱险之后，一定会回来安葬他的，绝不会让他暴尸荒野。附近逃跑的人除了许桃和卢小宝，还有不少其他灵雀族的人。少族长呢？怎么还不来？他要再不来，我们顶不住了。顶不住也得顶住啊！少族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我们一定要挺住。对，我们要等到少族长来。许桃听着周围人的说话声，脚下是一步不敢停。没见稍慢一步就被后面追过来的灵元族大少主直接给拍死了吗？快看，少族长来了，我们有救了！一阵欢呼声响起。许桃回头一看，只见一只彩雀从天而降，随后幻化成了一位妙龄少女。少女生得机灵可爱，头上插着一根翠羽。这位应该就是灵雀族的少族长了。林哥，你总算舍得出现了吗？灵元族大少主停下了攻击，与灵雀族少族长遥遥相望。元赫，林哥看着元赫，眼中满是怒意。二人的眼神在空中激烈碰撞，都像是恨不得结果了对方，眼中的杀意浓烈到简直难以掩藏。林哥，今日你必死！元赫，鹿死谁手还说不定，今日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双方同时出手，强大的力量在半空中相遇，空气中传来一阵强大的威压。许桃和卢小宝吓得赶紧逃，连1秒钟都不敢在这里多待。好不容易见不到那2人了，一鸡一虎找了一个足够藏身的小树洞钻了进去。许桃还用阵法堵住了洞口，有了阵法的保护，许桃总算是有了一丝安全感。第580章树洞，这下应该安全了。卢小宝狠狠地松了口气，整只鸡有气无力地靠在树洞上。不过你可真厉害，你居然会阵法！卢小宝想到自己之前看到的画面，一张鸡嘴连连称奇。这可是他看到的第一只会使用阵法的老虎。这只小老虎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哪种虎类是天生擅长阵法的吗？还是说这是裴义后天培养的？他记得裴义的那个道侣好像就是一位阵法高手，难不成是他？嗷嗷，一般一般，我的阵法水平也就凑合。许桃谦虚地说道。正说着话呢，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平原巨响。好家伙，又有人打到这边来了，还能不能好了？等等，那个正被一群人围攻的人有点眼熟啊！卧槽，那不是裴义吗？那不是你主人吗？卢小宝惊呼一声。完了完了，你主人看着像是要顶不住了，他不会要挂了吧？卢小宝焦急说道。许桃白了卢小宝一眼，说什么要挂了？你挂他都不会挂。果然，别看裴义被一群灵元族围攻，但他的攻势却一点没有变慢，举剑朝着灵元族的人不断回击。灵元族那边明明人多势众，却拿他没有办法。双方战了半天，也不过将将平手。这小子好难缠，怎么办？一时半会儿拿不下这小子，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族人还拿不下一个人修。大家全部变回原形，和这小子拼了！话音刚落，围攻裴义的灵元族全部变回了原形。一只只体型巨大的灵元出现在了裴义面前，而且这些灵元每一只都散发着老子不好惹的气息。上！一群灵元包围了裴义，这些灵元每一只都高得像小山一样，裴义被他们包围在中间，看着弱小无助又可怜。许桃咬了咬牙，思索着如何帮助裴义。裴义手中的太仓剑在此时闪过一道剑芒，一道强大的剑意向着一群灵元旅急射而去。在剑意挥出的瞬间，裴义已经退出了一群灵元的包围圈。灵元们被裴义的一剑逼退，有2个族人还受了伤。追！别让那人休小子跑了！敢伤我们灵元族，老子必杀他！一群灵元族的人追在裴义后头，很快一行人就消失在了许桃和卢小宝面前。从始至终都没人发现躲在附近的许桃和卢小宝。见那群人终于走了，卢小宝和许桃同时松了口气。走了就好，
那群灵元族看着就不好惹，一个个长这么高大，太吓人了。走了，他们走了。卢小宝欢呼道：“嗷嗷！”看到了，也不知道裴义能不能逃掉。许桃有些担心，不过想到裴义的实力，又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可是裴义，连当初掉入修罗界他都能闯出来，还灭掉了修罗族，现在这点阵仗算什么？对他来说小意思了。这么一想，许桃心里舒服多了。许桃这刚放下心，不想又一阵脚步声传来。卢小宝和许桃交换了一个眼神，双方皆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怎么来了一个又一个？这还有完没完了？能不能让他们好好苟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血腥味越来越浓。看来是有人受伤了，莫不是在带伤逃命？嗷嗷！我好像闻到杜飞燕的气味了，还有樊毅的味道。我也闻到了。不是吧？他们两个不会出事了吧？卢小宝也跟着说道。想到那二人可能出事，卢小宝赶紧偷偷往外瞧，果然看到正扶着杜飞燕向着这边跑来的樊毅二人。杜师妹，我们已经退出了中心战圈，这边没什么人，我们应该暂时是安全的。樊毅左右看了看，没发现有人，松了口气的说道：“樊师兄，这里有打斗过的痕迹，刚才应该有人在这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这个地方8成也不安全。”杜飞燕有些紧张的道：“不行，你的伤口必须要处理，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把你的伤口处理好了我们再走。可要是灵元族的人追上来，杜飞燕的眼中满是担忧。追上来就追上来，大不了和他们拼了。”樊毅冷声说道：“我说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卢小宝叉着腰出现在了二人不远处，二人听到声音吓了一跳，直到看到说话的是卢小宝，这才松了口气。“小宝，你没事啊？”杜飞燕看到卢小宝很是开心，刚才他还在担心卢小宝呢，见卢小宝没事，他也松了口气。“我当然没事，不过你好像有事。”卢小宝看了眼杜飞燕的伤口说道：“只是一点皮外伤而已，也就看着吓人。”杜飞燕不在意的笑了笑：“什么小伤？你的这条手臂都快断了，这还是小伤？”樊毅一脸不赞同：“你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的？看着真惨。”卢小宝怜悯的看着杜飞燕，被一只鸡同情，杜飞燕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怜。别提了，有人偷袭飞燕，若非那人手段卑劣，飞燕也不会受伤。说到那个偷袭的家伙，樊毅就一肚子火。偷袭杜飞燕的是一位来自仙域的修士，本来杜飞燕见对方也是来自仙域，出手多有留手，想不到那人假意与杜飞燕讲和，还说自己也是逼不得已才会帮灵元族战斗。就在杜飞燕松懈之际，那人突然偷袭，要不是杜飞燕反应快，就不是差点断一条胳膊，而是小命都没了。哪怕杜飞燕勉强保住了小命，一条胳膊也基本上废了。如果不尽快服用丹药进行治疗，之后说不定还会留下后遗症。你也太不小心了，竟然这么大意！卢小宝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杜飞燕。杜飞燕既被一只鸡同情之后，还被一只鸡说教了。“嗷嗷！你们快过来，有人来了！”许桃察觉到有人正在过来，赶紧出来喊了一嗓子：“小老虎！”听到声音望过去，没想到居然会看到裴义的小老虎。不好了，有人来了，快跟我来！卢小宝叫上二人，将二人带到了他们藏身的树洞。第581章战斗结束。这树洞躲一鸡一虎还挺大的，现在又加了2个成年人，空间就有些不够了。樊毅很谨慎，在进入树洞之前，将周围的血迹全部清理干净，不留下一点痕迹。“你们过去一点，别挤到我了。”卢小宝难受的动了动翅膀，他这一动，小小一只的许桃小白虎被挤得更难受了。“嗷嗷！别再动了，挤死了！对不起，大家先凑合挤挤吧，这树洞就这么点大，我们也不想挤到你们的。”樊毅苦着一张脸说道。“别说话了，有人过来了。”一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传来，随后一群人咻出现在了树洞前，痕迹到这里就不见了，他们一定躲在这附近。一名黑衣男子冷声说道。“大家分头搜！”一蓝衣男子一个挥手，几人四下散开，开始搜寻着什么。许桃等人躲在树洞里，话都不敢说一句，就怕把这几个家伙引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刚才那群人又一个接一个的回来了。“怎么样？”蓝衣男子问道。“没有，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我这边也是。真是奇怪，那女的伤成这样，他们能躲哪儿去呢？会不会是有人救了他们？”这时有人突然说了一句：“他们还有2个同伴，可能是被同伴救走了。”黑衣男子想了想说：“算他们命大，这都能逃掉。”蓝衣男子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甘：“没能除掉那几个苍梧派弟子，我们回去怎么交代啊？”黑衣男子有些不安地嘀咕道。樊毅等人听到这里俱是一惊，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等人来自苍梧派？要知道他们到了灵域之后，可是从未表明过身份，灵元族那边的人修当然更不可能会知道他们的跟脚。“放心，
我们还有机会，他们不就是想进秘境吗？我们只要在秘境里守株待兔，就不信他们不出现。蓝衣男子一副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样子。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必继续找了，先回去吧。先回去再说。等那几人走后，樊毅等人这才松了口气。那几个家伙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身份？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杜飞燕已经吃了丹药，伤势已经恢复了大半。现在的他脸上已经有了一些血色，原本看着马上要掉下来的胳膊也已经重新生长出血肉，只是因为伤口太深，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现在的他还是不能和人动手，只能静养一段时间。不知道，依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来自敌对势力的人。樊毅思索片刻道：“别说话，他们又回来了。”卢小宝突然出声警告。果然，卢小宝话音刚落，刚刚走掉的那几个男人又出现在了树洞不远处，合着他们就是假装离开，在这钓鱼呢。没人，看来他们不在这儿。走吧。几人见没人出现，再次转身离开。这回许桃等人却都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动。果然过不了多久，这几个家伙再次杀了回来。如果他们刚才走出去，肯定会被几人撞个正着。真是好险！几人绕了一圈又走了，许桃等人依然窝在这小树洞里，没有出去的打算。他们几个已经打算好了，先在这里猫着，等到战斗结束再出去。反正战场上有那么多人，少他们几个也不会惹人注意。许桃等人就这么一直躲在这里，直到战斗接近尾声，有灵雀族的人出来打扫战场，才从树洞里出来。你们几个没事吧？一位灵雀族的姑娘见到许桃等人，关切地上前问道。我们还好，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死不了。樊毅忙道。辛苦几位了，族长已经备了酒菜为各位庆功，几位可以先回住处休息一会儿，等宴会开始自有人会带各位过去。灵雀族的姑娘笑容甜美地说道。谢过这位灵雀族少女，几人返回了住处。等他们回到住处，却发现裴毅和杨迪早就已经回来了，二人正坐在一起喝茶。你们都没事吧？见两位师弟平安归来，樊毅心中也松了口气。大家都没事，真是太好了。我们没事，倒是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杨迪看了眼受伤的杜飞燕，眼神中透着一抹关切。别提了，飞燕被暗算了，如果不是遇到了小宝和许师弟的小老虎，我们两个很可能就回不来了。樊毅叹息一声，将他与杜飞燕一路的遭遇告诉了二人。裴毅和杨迪听后果然表情凝重。杨迪脸色难看，怎么回事？难不成是我们的行踪泄露了？清不清楚那伙人是什么来历？为什么要对我们苍梧派弟子出手？裴毅凝眉问道。樊毅苦笑摇头，这事我们必须要禀报宗门，看看宗门那边怎么说。杜飞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事儿不能瞒着，必须上报。樊毅点点头，他与杜飞燕的想法相同。樊毅作为队长，先一步回房向宗门高层禀报这件事，其他人则留在了裴毅的房中。许桃和卢小宝这才有机会与杨迪说话。你小子没事就好，我和小老虎一直很担心你，还想回去给你收尸呢。卢小宝对着杨迪说道。杨迪大可不必，我没事，我身上有师傅给我的法衣。那个什么大少主的攻击虽然强劲，却被法医挡了下来。如果不是仗着身上穿着那件法衣，他哪会那么英勇冲过去？当时大少主那一掌确实伤到了他，不过大部分的力量都被法医挡住了。虽然大部分力量都被法医挡住，但残余的少部分力量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上。杨迪被这股力量震晕了过去，但也只是陷入了短暂的昏迷，很快就醒了过来。当他醒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什么大少主正和灵雀族少族长在激战，二人战的那叫一个激烈，可以用昏天暗地日月无光来形容。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他立马趁着没人注意到自己，猫着身子离开了二人战斗的范围，之后就一直找地方猫着，没有在外面乱晃。就这样一路苟到了战斗结束。第582章，好消息，坏消息。战斗一结束，杨迪就第一时间回到了住处，在回来的路上还撞上了刚好回来的裴毅，二人碰头后便一起去了裴毅的房间，等着其他人回来。话说，你小子是怎么从那几个家伙手中逃掉的？当时围攻你的人那么多，你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卢小宝想到了裴毅被人围攻的画面，对裴毅能够平安回来，还比他们早回来感到十分意外。他还以为这家伙就算能回来也肯定受伤不轻，没想到他好像一点事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被围攻？裴毅有些意外地看向卢小宝。我和小老虎亲眼看到的，我们当时就在你不远处。卢小宝将自己与小白虎当时就躲在一边的事告诉了裴毅。裴毅只是点了点头，对一鸡一虎见死不救没有帮忙的行为倒也没有多说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救你啊，你当时身边那么多灵元族，我和小老虎这小身板哪里够他们打的，你得理解我们。卢小宝也知道看到裴毅有危险，他们不上去帮忙有点不仗义，
可他们也不想的，那些林园族人那么凶残，他和小老虎这小身板哪里受得住？没有怪你们。裴义并不觉得这算什么大事，完全没有责怪一虎一鸡的意思。你不生我们的气就好了，你也别怪小老虎不救你这个主人，他还这么小，你总不能指望一只小幼崽来救你吧？卢小宝担心裴义会生许桃的气，还特别讲义气和帮许桃说话。没有生气，没有怪他。裴义认真道。见他说的认真，看来是真没生气，卢小宝这才松了口气，还对着许桃一阵挤眉弄眼，那眼神好像在说，看他讲义气吧。许桃，谢谢，不过大可不必。裴义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么点事情怪他？那家伙可没那么小气。裴义可不是一个会指望他人搭救的人，不管身处何种逆境，他都只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破局。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对了，你还没说你是怎么逃掉的？当时你身边明明有那么多林渊族的人。卢小宝想到自己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继续问道。很简单，把他们都杀了就行了。裴义平静地说道。什么？你把那些林渊族全给杀了？开什么玩笑，你不想说就算了，不用骗我吧。卢小宝一脸不信。在卢小宝眼里，裴义不过只是一个天仙修为的小仙人，他的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同时与多个林渊族交战，而且还把他们全给杀了。那几个林渊族，卢小宝可是看穿了他们的修为的，每一个都是天仙后期境界。裴义怎么可能一个人杀这么多天仙后期境界的灵兽？关键是这些可还是灵兽哎！灵兽的体质那是人修能比的吗？一头灵兽起码能一兽战2-3个同境界人修。裴义想要一人杀那么多天仙后期灵元，那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不止卢小宝不信，杜飞燕和杨迪同样不信。二人虽然不相信裴义说的话，也只以为他是在逗卢小宝，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只有许桃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相信裴义真的是一个人战胜了那些灵元族。毕竟那可是裴义啊，在飞升之前就能单挑一界的牛人，现在飞升仙界，单挑一群灵元族肯定也不是问题。裴义见众人不信，也没有解释。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解释的，其他人信不信对裴义来说并不重要。大约过了1刻钟，樊毅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听哪一个？樊毅一回来便面色凝重地对众人说道。先听坏的吧。杜飞燕率先开口。坏消息是，我们为太上长老取药的事不知怎么搞的被天火宗的人知道了，他们派了人秘密劫杀我们。这个确实是个坏消息。天火宗和他们苍梧派一向不对付，两宗不对付的原因还是因为上一代掌门之间的感情恩怨。现在两宗的关系已经势成水火，纯阳子长老会受伤，和天火宗的人可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天火宗能猜到纯阳子长老的伤势并不奇怪，他们能知道宗门派了他们几个来取药，这却不是靠猜就能知道的。毕竟宗门里面那么多弟子呢，他们又怎么能知道来取药的会是谁？而且好像还认识他们几个的样子，这一切可不是靠猜就能知道的。宗门里莫不是出了叛徒？杨迪想通一切后沉声道。宗门里有叛徒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哪个宗门里没几个其他宗门的探子。樊毅显然也猜到了这个答案。不过对各大势力来说，宗门里有几个探子并不稀奇，他们苍梧派也有派探子到其他宗门，这些不过是宗门之间的常规操作，没什么好惊讶的。那好消息呢？裴毅问。好消息是，天火宗派出的弟子修为都不算高，他们应该也是怕引人注意，并没有派那些高战力弟子来劫杀我们。这对几人来说算是唯一的好消息。只要不是高战力弟子出手，他们就还有一战之力，不至于被人一巴掌干趴下。这么说来，今天暗算飞燕的就是天火宗的人。奇怪，他们怎么认识飞燕的？卢小宝想不明白地说道。应该是宗门的探子把我们几个的画像传了出去，他们这才能认出我们。樊毅道。听那几个家伙的意思，他们很可能会在秘境内对我们出手，大家进入秘境后千万小心。还有那诛仙药，他们若是不想我们得到那诛仙药，除了暗中对我们出手之外，应该也会想要抢先我们一步将那仙药带走或毁掉，所以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不能让他们抢先。刚开完会，灵雀族那边的宴会就已经准备好了，灵雀族的族人特地叫他们去参加宴会。宴会在灵雀族的族地举行，举办宴会的地方是一个空旷的大花园。这座花园美轮美奂，一看就是长期有人在精心打理。园子里种着奇花异草，还有各种珍稀果树。第583章千鸟秘境。许桃甚至看到有一些果树上的果子还是他们前几天吃过的，看来他们吃的那些果子很可能就是从这个园子里摘的。各位请坐，都不要客气，大家都是我灵雀族的贵客。今日本族长设宴就是为了替各位庆功，大家都随意一点，桌上的美酒水果随意取用就是。族长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老者头上戴着一顶翠玉的王冠，一身衣服也是绿色，
手上还拿着一只翠绿的权杖，那气场瞬间拉到2.8米。在族长的旁边站着一名机灵可爱的少女，这名少女许桃正好见过，她的身份正是灵雀族的少族长。灵雀族的族长当然不止少族长一个孩子，不过这位少族长却是天赋最强的，早早的就被立为少族长。不像灵元族，因为灵元族族长生育的子嗣众多，而且谁也不服谁，少族长之位一直没有定下来。这灵元族的内战可比灵雀族严重多了。灵雀族的宴会办得十分盛大，除了灵雀族的高层，还有参与了这场战斗的仙魔两域修士都来了。宴会上还有灵雀族的少女们上场跳舞，少女们舞姿曼妙，一个个身段婀娜，看得人移不开眼。裴义等见羞都不好美色，对这些少女没什么兴趣，只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她们跳舞。有些不那么纯洁的修士，眼神中已经带上了一丝情欲。灵雀族族长将大家的反应看在了眼中，只是这位族长什么也没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等到酒足饭饱，宴会结束，众人这才满足的捧着肚子回房休息。灵雀族这边还是说话算数的，最后灵雀族与灵元族到底是怎么瓜分那个秘境的，他们也不清楚，也没人特地把结果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现在仗打完了，而灵雀族也实现了他们的承诺。千鸟秘境的秘境通行令他们总算是到手了，只等灵雀族用秘宝再起秘境就行了。因为灵雀族说需要准备几天才能开启秘境，众人只能在灵雀族的族地继续等待。好在他们并没有等待太久，灵雀族那边总算是在3天内准备好了一切。3天时间一到，灵雀族那边准时带着开启秘境的秘宝出现。所谓的秘境实际上就是一把钥匙状的法宝，这件法宝是什么等级他们并不清楚，反正这等级应该不低就是了。许桃趴在裴义的怀里，看着灵雀族用钥匙将秘境再度开启，所有手持秘境通行令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向着秘境入口走去。同入秘境的还有灵雀族的人，毕竟因为之前打仗，灵雀族也错过了秘境开启。既然现在秘境再开，灵雀族当然不会落下自己的族人。等到众人进入秘境，片刻后便出现在了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这片树林很大，完全看不到尽头。我先来看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杨迪一跃而起，踩着周围茂密的树木一跃到了高处。他居高临下的往下看，微头逐渐皱起。等到杨迪降落到了地上，杜飞燕忙问周围是个什么情况，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我也不知道，这里看着都差不多，完全无法确定方向。杨迪无奈地说道。杜飞燕不信，自己跳上去看了一眼，随后脸色难看地回到地面。周围全是树，而且这些树每一棵还都长得差不多，完全让人无法辨别方向，更无法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我们要找的那株仙草，你们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裴义问。不知道，我们也只知道那株仙草在千鸟秘境出现过，听说发现那株仙草的人也不过只是误打误撞发现过，之后再想找到那个地方，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樊毅道。不管了，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株仙草，纯阳子可不能再等了。说到主人，卢小宝的眼中满是担忧。看着担心的卢小宝，许桃也只能用小爪子拍拍他的鸡头，以示安慰。这片树林太大了，要不我们还是分头找吧。杨迪道。不行，你们别忘了还有天火宗的人在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若是分开，岂不是给他们逐个击破的机会？樊毅想也不想的拒绝这个提议。可我们5个一起的话，效率实在是太慢了，只怕不等我们找到那株仙草，天火宗的人就已经把仙草拿走了。杨迪的看法和樊毅不同，他觉得大家分开行动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既然如此，干脆2两一组吧。杜飞燕说了个折中的办法，2两一组总比一个人行动要安全得多，而且分头行动确实效率比较高。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和小老虎一组，你们4个自行分组。卢小宝伸出翅膀指向了裴义头顶的小白虎许桃。不行，裴义皱眉拒绝，让许桃跟着卢小宝怎么看都不靠谱。为什么不行？我会保护好小老虎的，而且小老虎本身就挺厉害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卢小宝不解地说道。嗷嗷，让我和小宝一组吧。许桃想了想，伸出小肉垫拍了拍裴义的脸颊，对他说道。太危险了。裴义还是不放心。嗷嗷，不用担心，我可以自保的。许桃自信地拍了拍小胸脯，整只虎看起来蒙太可掬，让人心肝都软了。裴义到底还是尊重了许桃的选择，将许桃交给了卢小宝。卢小宝带着小白虎许桃，那叫一个得意啊！果然，小老虎还是向着他的。放心，老妹，你鸡哥保护你。许桃，下划线，你想做谁哥呢？剩下4个人，杨迪和裴义一组，而受过伤的杜飞燕则跟着众人中实力最强的樊毅。分好组后，3组人朝着3个方向各自出发。卢小宝和许桃随意选的一个方向。
因为嫌弃许桃小小一只，卢小宝把许桃放在了自己背上，由他驮着许桃向前走。能不自己走路当然好啊，许桃骑在鸡身上，虽然颠了点，最起码不用自己走路。大概是急着救自己的主人，卢小宝一路上动作都很快，在林子里走了2个多时辰，也不见他停下休息一下。最后还是许桃觉得他这样不行，容易累垮自己，强行让他坐下休息。第584章陆玉鸿鹄。都说我不用休息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卢小宝一脸无奈地坐在一块石头旁边。嗷嗷，好好，你不需要休息，是我需要休息，行了吧？许桃也很无奈，这只鸡怎么这么倔呢？还好这是和自己一组，要是和其他人一组，8成谁也劝不动他，还得被他拉着一起，不能休息。既然是你累了，那我们就坐一会儿吧，就坐一小会儿。卢小宝将那个小字加重了几分音量。嗷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只要肯休息就行了。许桃拿出果子，还有一些肉，问卢小宝要不要吃。卢小宝对肉没什么兴趣，他喜欢吃虫子，在他的那戒之中有不少他喜欢的虫子料理，比如青虫饼、炸蜈蚣之类的，或者其他虫子料理。一虎一鸡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便打算继续上路。本来许桃是想多坐一会儿的，奈何卢小宝不让，说什么也要走。许桃说不过他，只能由着他。卢小宝就这么驮着许桃从白天走到晚上，一路上他们还看到了一些不常见的奇花异草，全部都被许桃收了起来。卢小宝对这些不感兴趣，压根没想和许桃争。晚上，一虎一鸡找了个地方休息，升起了火堆烤火。夜晚的树林可不安全，不时能听到一阵阵的嚎叫声，这些声音有些近有些远。许桃为了以防万一，在周围布下了阵法，只要没人破坏他设下的阵法，哪怕真有危险，这阵法也能抵挡一段时间。有阵法保护，许桃和卢小宝放心的在火堆边睡着了。睡到后半夜，一阵打斗声传来，这声音将熟睡的一虎一鸡惊醒。嗷嗷，有人来了！许桃看向传出声音的方向，那个方向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声音，根本看不到人影。卢小宝警惕地注视着那个方向，摆出随时准备攻击的姿势。好在那打斗声并没有继续靠近，而是逐渐消失。看来那些人并没有朝这边过来。许桃松了口气，卢小宝也放松了警惕。一虎一鸡继续休息，这回直到天亮也没有再听到任何动静。熄灭了火堆，又开始赶路。走了不知道多久，卢小宝的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一瞬间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许桃因为反应不及，从卢小宝背上掉了下来，他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掉到了地上。奇怪，怎么掉下来一点都不痛，还软软的？许桃一脸懵逼的往下一看，发现自己竟掉在了一只狐狸身上。这只狐狸一身的红毛，身上没有狐狸的骚臭，反而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这只狐狸不会是死了吧？卢小宝看着这只绊倒自己的狐狸，嘀咕了一句：嗷嗷，先看看再说。许桃检查了一下这狐狸的情况，发现狐狸还没死，只是受伤太重昏过去了。就在这时，红色狐狸睁开了眼，看到许桃和卢小宝时嘤嘤了2声，似乎是在求救。要救他吗？卢小宝歪着鸡头，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救这只狐狸。嗷嗷，你决定吧。许桃表示救不救都行，反正他是无所谓了。那就救吧，遇上也算缘分，大不了这只狐狸要是不乖想对他们不利，再杀了就是。看他伤成这样，肯定打不过自己和小老虎。这么一想，卢小宝就更加安心了。卢小宝身为苍梧派太上长老的爱宠，身上的好东西可不少。这纯阳子长老也是真的像宠儿子一样宠他。卢小宝的那戒之中，各种丹药应有尽有，估计好多苍梧派弟子身家还不如卢小宝一只鸡。当红英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只老虎、一只鸡围在火堆边吃烤肉。不对，是那只小老虎在吃烤肉，那只鸡不知道在吃什么，看它吃的嘎嘣脆。你醒了。卢小宝率先发现了清醒过来的红英，兴冲冲地来到他面前。多谢2位相救，红英感激不尽。话音刚落，原本的红色狐狸已经变化成了一位红衣女子。女子生得妩媚多情，一双狐狸眼像是会放电，这要是个男人看到她，还不得连骨头都酥了。不用谢了，你吃了我1颗丹药，记得还钱就行了。卢小宝不愧是从苍梧派出来的，哪怕是做好事也不会让自己吃亏。应该的，应该的，你看看这些可够。红英取出一个储物袋，将储物袋交给了卢小宝。卢小宝用神识查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满意的点点头，脸上的笑容不真诚了不少。许桃不用看也知道，这红英给的东西只怕价值远在那粒丹药之上。若非如此，卢小宝不会是这个表情。对了，是谁打伤你的？卢小宝收起储物袋，好奇地问了一句。红英沉默片刻，面上的表情逐渐变得狰狞。我是被黑虎族的虎钳打伤的。说到虎钳，红英的眼中满是恨意。2位有所不知，
我们鸿鹄一族最近与黑虎族关系一直不太好，只是我没有想到那虎钳竟会偷袭我，如果不是我有保命的手段，只怕早已经死在了虎钳的手中。红英越想越气，红英只是一只普通的鸿鹄，在鸿鹄族中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虎钳也是一样，他们都在族中属于小透明。以前两族关系还没有这么恶劣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合作探索过秘境，哪怕算不上好友，总也算是认识的人。没想到这虎钳却在秘境中翻脸不认人，趁他与树林内的妖兽动手之际偷袭于他。想到自己差点死在了虎钳那个卑鄙小人手中，他就难掩愤恨。许涛暗忖，这灵域看来是真的乱啊！这些种族之间不是这家和这家有矛盾，就是那家和那家关系恶劣。灵域这边难道就没人出手管管吗？我们一路走来，看到好些种族之间关系都不太好，有的还打起来了。这灵域是没人管吗？卢小宝显然和许涛有着一样的疑问。照理来说，灵域应该也是有能管事的人，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见有人出面管过。第585章围攻。管？现在哪还有人管我们？现在各族之间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嗷嗷！灵域难道就没有像仙域的先帝之类的人物吗？许涛嗷嗷问道。以前是有的，不过现在没有了。红英道。嗷嗷！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许涛一双大大的虎眼里满是好奇。卢小宝同好奇，一虎一鸡两双眼睛同时盯着红英，让他给一个解释。以前灵域有灵皇，自从最后一任灵皇陨落之后，便无人再能继任灵皇之位。本来我们灵域的灵皇都是在神兽之中挑选强者担任，但现在神兽们因为灵皇之位争得你死我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新的灵皇才会诞生。说到这里，红英也是一脸的苦涩，因为没有灵皇维持灵域的秩序，灵域已经乱了很多年了。尤其是最近各族之间的战斗，那是越演越烈，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红英十分怀念灵域以前平静祥和的时候，可惜那样平静的日子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嗷嗷！灵皇要怎么选啊？打一架吗？谁厉害谁做？灵皇的实力肯定要非常强，还要能服众。其实说到底就是实力为尊，只要你强，其他人就会服你。红英说道。许桃和卢小宝这头倒是风平浪静，没发生什么事儿。但裴毅和杨迪那边可就麻烦了。你们是天火宗的人？杨迪看着突然出现并将自己二人团团围住的一群人，冷声问道。什么天火宗？我们不知道。为首的男子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没有承认杨迪的话。你们天火宗还真是敢做不敢当，敢来杀我们苍梧派弟子，连承认身份的勇气都没有吗？杨迪鄙夷地看着面前这群人。围住裴毅等人的这群家伙因为杨迪的话面露怒容，为首的男子眼神中透着刺骨的寒意。不用和他们废话，杀了便是。为首男子一声令下，剩下4人立马开始对杨迪二人展开围杀。4人手中的长剑同时出手，一出手就是杀招。裴毅手中的太仓剑出鞘，面对2人的同时攻击，丝毫不显慌乱。杨迪那边同样也被2个人围攻，能被选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哪怕名声不显，实力也都不会差。面对2人的同时攻击，杨迪一时也并未落于下风。为首的男子观察了两边的情况，突然拔剑冲着裴毅攻了过去。经过观察，这名为首的男子判断出裴毅的威胁更大，所以他选择对裴毅出手，想要先击杀裴毅。裴毅这边压力力增，之前是2个人围杀他，现在成了3个人。杨迪见状，稍稍分心了片刻，手腕上立马多出了一条伤口。见状，杨迪不敢再分心，只能专心迎敌，希望自己能尽快解决掉这2个家伙，再腾出手来支援裴毅。为首的男子与另2名天火宗弟子却是越打越心惊，怎么搞的？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他们3人同时出手，竟都无法击杀他，而且看他的样子，明显还有余力。这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吗？明明据苍梧派那边的探子回报说，这回派来的人实力都不强，在苍梧派中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怎么会这么难缠？太仓剑在裴毅手中被他使得有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剑意，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剑。天火宗一行人所使用的剑不过只是普通仙器，而太仓剑可是神器，神器对仙器那可是有天然的等级压制，再加上裴毅自己本身领悟的剑意与法则，3人联手也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3人越打面色越凝重，为首的男子想要催动师门给的法宝，这法宝是他离开宗门时师尊给的，为的就是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时使用。为首男子刚把法宝拿出来，没想到还来不及催动，就被裴毅一剑斩断了一只手。啊！男子惊呼了一声，抱着断臂猛然退后。罗师兄！2名一起围攻裴毅的男子紧张地看向那位罗姓师兄，手中的攻击都停了下来。不要管我，给我杀了他，杀了他！被人斩去一臂，
这位罗姓师兄整个人已经被愤怒包围，现在的他只想杀了裴义，将他碎尸万段。得了罗师兄的吩咐，二人咬咬牙，举剑继续攻击裴义。裴义挥出的剑威力越发惊人，强大的剑意瞬间笼罩二人，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裴义一剑击退。裴义开始乘胜追击，二人被打得节节败退。一旁的杨迪见状，也开始加快了攻击速度。怎么说他也是师兄，总不能输给自己的师弟吧？杨迪心中因为裴义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内心震惊不已。只是现在大敌当前，他没那么多时间研究裴义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退！眼见强攻不下二人，为首的男子虽然不甘，却也立马当机立断，一声令下，四人立马带着断臂的罗师兄退走。裴义与杨迪并没有追上去，罗师兄等人走得急，连掉在地上的法宝都没捡。裴义将罗师兄掉落的法宝拾了起来，那是一根针形法宝，针头带着一丝黑气，明显是带着剧毒。如果让这毒针射中，只怕必死无疑。这东西倒是不错，看着起码是件上品仙器，就算他用不到，拿去卖也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裴师弟，你没事吧？杨迪走到裴义面前，查看他的情况。裴义可是面对3个人的围攻，也不知道是否受伤。我无事，倒是杨师兄你的手。裴义看了眼杨迪还在流血的手，杨迪拿出一瓶药粉撒在了伤口上，伤口很快就止了血，血肉也开始重新生长。无事，只是一些皮外伤。杨迪摇摇头，他们剑修受伤是常事，只要不会对今后的修行造成影响，或者需要几十上百年来恢复的，对他们来说都算是小伤。那群人还真是滴水不漏，他们不肯承认身份，用的也不是天火宗功法，我们就算之后找天火宗算账，他们也不会认。而且据我观察，那群家伙并没有以真容出现，天火宗还真是谨慎。杨迪看向几人退走的方向，面色凝重的道。第586章仙草的消息。不止裴义和杨迪受到了袭击，连杜飞燕和樊毅也同样没有幸免于难。至于许桃和卢小宝，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群家伙看不起他们一鸡一虎的组合，竟没有安排人对他们进行攻击。杨迪和裴义击退那帮神秘人的时候，杜飞燕和樊毅正好从一群人手中逃脱。樊毅的实力虽强，但带着一个本就受了伤的杜飞燕还是有些勉强，再加上那头派来的人又多，一次性出动了8位同境界强者来对他们进行袭杀。如果不是二人都有一些自保的手段，只怕现在二人的骨灰都已经被扬了。他们一定在这附近。搜！随着南修一声令下，8名追杀者立刻散开，开始四下寻找二人的踪迹。过了一会儿，8人再次聚在了一起。怎么样，找到人没有？1号追杀者，我这边没有发现。2号追杀者，我这边也不有。3号追杀者，我这边有发现。4号追杀者，什么发现？其余7人立马看向说话的男子。我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一些血迹，应该是他们2人逃跑时留下的。4号追杀者说道。朝着这个方向给我追。是。待追杀者都走后，过了好一会儿，不远处才传来一阵极轻的说话声。师兄，他们好像走了。杜飞燕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与松了口气的感觉。走，趁现在我们往回走。见人都走远了，樊毅扶上师妹，往来时的路退去。师兄真聪明，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会走回头路。杜飞燕双眼发亮。你也不错，想到故意留下血迹误导他们。不错，那群家伙看到的血迹是他们故意留下的，为的就是拖延逃跑的时间，等那群人反应过来，他们早就跑远了。师兄妹俩相互吹着彩虹屁，一路向着来时的路欢快地奔去。二人走后又过了一会儿，那群人果然回来了。可恶，被耍了！那2个贱人，若是被老子抓到，一定饶不了他们。5号追杀者咬牙切齿地低吼一声，他们会不会还躲在这里？6号追杀者猜测，应该不会，8成是趁着我们离开的时候从另一条路逃了。领头的8号追杀者面色不善道，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追吧。7号追杀者急切道，现在才追会不会晚了？毕竟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2号的声音透着迟疑，万一追不上怎么办？1号说道，追不上也给我继续追，完不成掌门交代的任务，大家一起等死吧。说着，领头的8号率先冲了出去，其他人面色一紧，紧随其后。卢小宝和许桃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吃饱喝足后，一虎一鸡继续上路。因为红英说自己见过许桃他们要的那株仙草，所以红英暂时被允许加入到一虎一鸡的小队当中。见2只同意收留自己，红英也暗暗松了口气。现在的他身受重伤，实力实不存一，若是找不到人庇护，被抓到只是迟早的问题。能够被允许加入许桃和卢小宝的队伍，暂时可以不用担心一个人落单被抓。他也不怕许桃2人会丢下自己。
毕竟他手上可是有他们想知道的消息。虽然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就算直接说出地点也是应该，可红英还不想死，他不想死，就只能抓住一切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的机会。他们狐族一向狡猾，不管在何时，他们都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至于恩情，以后再找机会报答就是了。你说的地方是在哪个方向？我们现在朝哪里走？卢小宝一心想快点拿着药回去救纯阳子。红英加入小队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让红英为他带路。不用急，那个地方十分隐秘，普通人发现不了的。红英淡定说道。我想快点拿到药，所以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卢小宝一本正经道。那好吧。卢小宝他们为什么要找那诛仙草？红英懂事的没有多问，他可不想让自己的救命恩人误会自己想要探听他们的秘密。许桃坐在卢小宝的背上，继续由他背着走，卢小宝则是跟在红英的身后。红英变回了狐狸的原形，跑在前头带路，一击一狐，速度那叫一个快。如果不是许桃抓得紧，差点被就甩飞了出去。嗷嗷，慢点啊！可惜风太大，卢小宝根本没有听到许桃在说什么。就这样接连狂奔了将近1个时辰，三只终于来到了悬崖边。你们要找的东西就在悬崖下方，我们如果要得到那诛仙草，只能从这里跳下去。红英可不是在胡说八道，上次秘境开启的时候，他就是无意中掉入崖底才发现这株仙草的。当时仙草还未成熟，未成熟的仙植当然不能摘取。本来他还想趁着今年秘境开放，将已经成熟的仙草摘下来带回狐族，没想到却因为被黑虎族偷袭，身受重伤，被2位恩人所救。许桃和卢小宝对他既有救命之恩，送出一株仙草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再加上他暂时还需要他们2只保护，如果他拿不出足够吸引人的筹码，这2只如何会松口同意让他暂时加入他们小队？那我先下去了。说着，卢小宝纵身一跃，直接跳了下去。许桃，许桃，你是不是忘了你背上还有一个我了？许桃欲哭无泪，只能用仙力包裹住小小一只的自己。而卢小宝显然已经把自己的小伙伴完全给忘记了。现在的他满脑子都只有仙草仙草。卢小宝虽然是鸡，却不是普通的鸡。普通的鸡不会飞，但卢小宝会啊。他飞在空中扇动着翅膀，整只鸡犹如大鹏展翅，看起来颇有几分威武。咯咯咯！一声鸡叫，卢小宝一脸兴奋地挥动着翅膀，随后重重地落到了崖底。随着卢小宝的落下，砰的一声传来。我的屁股！许桃皱着小眉头从地上起来，哪怕他已经很小心了，还是在卢小宝落地的时候，因为冲击过大掉到了地上。小老虎，你怎么了？听到声音，卢小宝回头一看，这才发现了刚从地上起来的许桃。第587章崖底的仙草。许桃，我怎么了？你心里没点数吗？就在这时，红英从上空缓缓落到一鸡一虎面前，卢小宝瞬间就把许桃遗忘在了脑后，注意力全被红英吸引了过去。许桃，你个渣鸡，快带我去找仙草，仙草在哪？卢小宝朝着红英跑过去，急切地问道。在这边，你们跟我来吧。红英走在前方带路，许桃和卢小宝跟在红英身后。一路上，许桃还顺便打量了一下这谷底的环境。这谷底生长着不少花草，大多品阶还不低，就是品种并不算多么珍惜，但冲着这品阶也能卖出高价。许桃趁机把一些看得上的收进纳戒当中。除了这些花草之外，还有不少长得奇形怪状的树。这些树看着有些诡异，远远看去好像一个似人似兽的怪物。若是放在现代鬼片里，都不用特效就能吓死个人。这是奇异树，别看它们长得吓人，其实没什么攻击力。这种树用来建房子可以数万年不腐，而且对亡灵类的生物还有克制作用。红英大概是注意到了许桃看着奇异树的视线，顺口解释了一句：哦，奇异树啊。许桃摸着下巴，想着要不要收几棵带走。毕竟除了在这处秘境之内，其他地方他还真没见过这种树。说干就干，许桃还真把几棵树收进了纳戒之中，准备带走。好在这种奇异树虽然长得怪了点，却没什么攻击力，灵智什么的更是谈不上，想带走倒也不难。红英见许桃如此感兴趣，又说了一些关于奇异树的事。原来这奇异树是灵域秘境内特有的一种树，但却不是所有的秘境都有奇异树。有奇异树的秘境不算多，但也不算少。这种树在灵域算不上太稀有，也没有多反受欢迎。毕竟奇异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特别耐腐蚀，可以数万年都不坏，而且还能克制亡灵类生物。但灵域内并没有亡灵生物，而且灵域各族大多喜欢住在洞府内，像灵域的仙城也都是在城内建了一些洞府，客栈什么的那都是给其他域来的修士准备的。灵域生灵还是更喜欢住在洞府内，还有一些灵域种族喜欢住在地下，
仙城内甚至还有为这种特殊习性的种族准备的居住地。说话间，一虎一鸡随着红鹰越走越远，周围的温度也越来越高。哦，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热？确实太热了，热得不太正常。卢小宝也用疑惑的语气附和道：“热才对。你们要找的仙草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那是一件阳属性的极品仙草，估计是整个秘境价值最高的一种仙植。阳属性的仙草本就会影响周围的温度变化，这里现在这么热，看来那株仙草已经离成熟很近了。要知道，上次他找到这里来的时候，温度可没这么高。看来他果然没有看错，那株仙草的成熟期应该就在这几天了。这么说，我们已经离仙草很近了。”卢小宝的声音中透着难掩的激动。恭喜你啊，小宝，看来你马上就能得偿所愿了。许桃见卢小宝这么激动，也为他开心。毕竟一路走来，他很清楚卢小宝有多在乎纯阳子长老。只要得到仙草，纯阳子长老的伤势就有希望痊愈，卢小宝也不至于失去自己最在乎的主人。走，我们走快一点！卢小宝兴奋地挥动着翅膀，差点就直接飞了出去。红英无奈地看着卢小宝，他也算看出来了，卢小宝对这株仙草算得上是势在必得，但这其中的原因，红英依旧没有探究的意思。三人加速向前，终于在前方一片焦黑的空地上看到了一株迎风摇曳的仙草。这株仙草看着十分不凡，整个身体透着红光，越是靠近温度越高，似乎带有一股能将人烤化的热度。就是这株仙草，你们要找的应该就是它吧？红英指着仙草对一虎一鸡说道：“就是它，就是它！谢谢你，红英。”卢小宝看着仙草的眼神透着火热。这只狐狸还真没白救，好在他没有阻止小老虎救这只狐狸。我现在就去把它摘下来带走。说着，卢小宝就想上前。不行，现在还不能摘。不行，不可以。红英和许桃的声音同时响起。为什么不可以？卢小宝被二人的反应惊到了，回头问道。这株仙草还没有成熟，现在摘下来药效会大打折扣。你花了这么多功夫来找这株仙草，应该也想让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大吧？红英一脸严肃地说道。红英说的对，现在还不能摘，再等等吧。许桃也跟着出声安抚卢小宝，现在要是摘了，谁知道药性不足的仙草就不救得了纯阳子长老，要是救不了，他们不是白忙活一场。卢小宝以后肯定也会自责自己的莽撞，说不定还会生出心魔。那好吧，那就等会再摘。卢小宝也不是不听劝的鸡，只要是为了纯阳子好，晚一点摘就晚一点摘吧。好在这株仙草离成熟期已经很近了。许桃趁机让卢小宝传消息给裴毅他们。他们进入秘境的时候，特地带了能在秘境内联系的通讯符。之前因为还没有找到仙草，卢小宝也没有想到要提前通知裴毅他们。现在仙草已经出现，可以通知他们了。我现在就联系他们。卢小宝拿出通讯符，挨个开始联系裴毅等人。卢小宝最开始联系的是樊毅。樊毅收到卢小宝的消息，惊讶的同时又很高兴，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樊毅还是向卢小宝要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打算带着杜飞燕一起过去帮忙。那群一直追杀他们的人应该还没有放弃，若是让他们先一步发现了卢小宝，可就太危险了。樊毅这头收到消息后，就开始朝着卢小宝所在的方向移动。裴毅和杨迪也是一样，收到了卢小宝的消息，担心他们一鸡一虎会遇到危险，所以也打算赶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四人小队赶路的同时，这仙草也终于开始有了成熟的迹象。第588章变故。崖底，周围的仙灵之气突然开始疯狂涌动，一股强大的阳属性力量在崖底爆发，整株仙草散发着炙热的光，周围甚至出现了一片火海的幻影，场面十分壮观。一些生活在崖底的小兽被吓得四处奔逃，没有一只兽敢靠近这个地方。倒有3小只并不受影响，它们死死地盯着正在成熟的仙草，只待仙草完全成熟就将其摘下。就在仙草完全成熟的那一刻，卢小宝兴奋地冲上前去，打算将其收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玉盒之中。没想到他才刚刚迈出脚，一股令人颤肃力量就将其掀翻在地。啊！卢小宝突然被掀翻，气得叫了一声，猛地抬头看向了朝他发出攻击的方向。只见一只黑色的豹子正站在离3小只不远处的地方。这只豹子通体呈黑色，一双眼睛却是紫色，背后生有一双黑生的翅膀，看起来威武不凡。你是什么人？想做什么？卢小宝从地上噌的一下跳起来，随后挡在2个女孩子面前，一脸戒备地看着黑豹。滚！黑豹眼神冷漠地看着3小只，嘴里淡淡地蹦出一个字：你休想让老子滚！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肯定想要这株仙草，对不对？你死心吧，这仙草你卢爷爷要定了，你休想拿走！卢小宝十分嚣张地对黑豹叫嚣道。许桃，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这么和黑豹叫嚣的？
人家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离他们这么近的地方，而且随手一击就能击飞卢小宝，这足以说明对方的强大。反正在许桃的感知中，自己是肯定打不过这只黑豹的，也不知道如此强大的生物是怎么进入这个秘境的。不是说秘境有等级限制的吗？还有一点很奇怪，卢小宝站在前面可能没有发现，许桃却发现红英的表情很怪。许桃怀疑红英可能认识这只黑豹，而且对他的实力应该心中有数。自从这只黑豹出现之后，红英的表情就变得十分古怪，而且身体还在不自觉地颤抖。他好像很害怕这只黑豹，难不成这只黑豹也是他们狐族的敌人？如果红英知道许桃在想什么，一定会拼命摇头。他们狐族的敌人？他们狐族配吗？这可是通天豹，人家可是伪神兽啊！像他这种不过刚刚达到仙兽品阶的小狐狸，哪里有资格和人家伪神兽成为敌人？通天豹一族修为通天，而且生来就带有一种天赋神通。这只通天豹修为最低也是玄仙，很可能还不止。他虽然不知道对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却知道以他们三只的本事，怎么也不可能是人家伪神兽的对手。对卢小宝不怕死的行为，红英那是吓得整只狐恨不得钻到土里去。早知道就不和卢小宝他们组队了，太坑了啊！红英简直欲哭无泪，怀疑天道是不是诚心想让他死在秘境里，要不怎么让他才出虎窝又入豹口呢？不自量力！通天豹冷哼一声，随后直接化为人形出现在了三只面前。通天豹的人形还挺帅，是一个皮肤偏黑的冷酷男子，和他的原型还挺符合。刚刚化为人形的冷酷男子随手轻轻一挥，卢小宝就像被控制了一样，狠狠地撞到身后的树上，把树都给撞成了两截。这回卢小宝咬着牙没叫，刚落到地上就抖着鸡毛站了起来，眼神中满是不屈的斗意。许桃看了，差点都想为他献上一首孤勇者了。小宝，我们走吧，我们打不过这位前辈的。红英不想看着卢小宝枉送性命，哪怕他并不想让这名冷酷男子注意到自己，还是出声了。没办法，这是自己的救命恩基，如果不管他，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嗷嗷！小宝快起来，这个男人很厉害，你打不过他的。许桃也赞成先走，这一看就打不过，还打什么？有些事情不是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做成的，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要是还要硬刚，那完全就是送死。许桃可不是会主动送死的笨蛋，可不想因为一个任务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在这里。那什么纯阳子长老他也不熟，会来完全就是因为裴义，他可没有打算为了纯阳子把小命交代在这里。但显然卢小宝不是这么想的，他不可能放弃救活纯阳子的希望。如果真要放弃，他宁愿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这仙草我今天一定要带走，谁来劝都没用。卢小宝想到自己的主人，说什么也不想放弃这唯一的救命仙草，哪怕这个男人再强，豁出命去他也要试一试。纯阳子当真那么重要吗？许桃深深地叹了口气，明白了卢小宝的决心。虽然他没有看到纯阳子和卢小宝相处过，想来那位纯阳子长老一定对卢小宝非常好。若非如此，卢小宝也不会拼了命不要也要把仙草带回去救他。许桃刚叹了口气，就察觉到有人正在看着自己。他回头一看，只见那名冷酷男子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那眼神似乎带着一丝幽暗。这眼神怎么这么吓人？许桃一惊，眼皮开始直跳，一种不好的预感将他包围。有意思，真有意思，没想到这小小的秘境内竟会出现一只白虎幼崽。冷酷男子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得许桃直接炸毛。这家伙竟一眼看出了他的真身，他想做什么？白虎幼崽？红英目瞪口呆地看向许桃，这只小老虎它竟是一只白虎幼崽，这可是白虎，真正的神兽啊！他竟和一只神兽相处了这么久，还完全没有发现对方的身份。就连卢小宝都一脸惊讶地看向许桃，不是吧？小老虎竟是一只小白虎？那么问题来了，裴义到底是如何把小白虎从白虎族的眼皮子底下偷出来，还敢光明正大养在自己身边的？裴义，说清楚，谁偷了？嗷嗷！你想干嘛？我可是白虎，你要是敢动我，我爹娘还有我的族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许桃开始虚张声势，反正他不说，谁能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白虎族的族地在什么地方，更别说是让族人帮他出头了。第589章黑渊。你的族人？冷酷男子只是眼神淡漠地看着许桃，似乎对许桃的话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你以为我黑渊会在乎？冷酷男子，也就是黑渊，露出一抹充满嘲讽意味的笑。你想干嘛？不许你动他！卢小宝冲到许桃面前，将其护在身后。红英虽然胆怯，但想到这是自己的救命恩虎，也学着卢小宝用身体挡在了许桃面前。看着一击一狐的动作，黑渊也没有阻止。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注定是无用功。小白虎，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我就放过你的两个朋友。
这株仙草也可以让他们带走。若是你拒绝，我只好先杀了他们，再带走你。你怎么选呢？黑渊笑看着许桃，似乎是在等着他的决定。你当我傻？你既然都决定要带走我了，又怎么可能留下他们2个活口？许桃又不是笨蛋，怎么可能相信黑渊的话？他乃神兽白虎，黑渊如果真对他有什么图谋，当然不可能让任何知晓这件事的人活下去。若是被白虎一族知道，哪怕黑渊是伪神兽，也不可能逃得过白虎一族的报复。神兽可都是很护崽的。黑渊嘴角的笑容缓缓收起，小东西还挺聪明。不错，有一点你说对了，他们2个我一个都不准备放过，见过我的人都要死。黑渊显然已经不准备再戏耍许桃等人，打算直接进入正题。想杀老子？你来啊，当我们怕你啊？卢小宝看着黑渊的眼神满是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家伙突然出现，他现在早就已经带着仙草离开了。红英咽了咽口水，现在除了和这个男人拼了，好像也没有第2条路了。红英心里那叫一个苦，他仇还没报呢，没想到就要死在这里，和他拼了。卢小宝叫上红英，一鸡一狐同时动手，向着黑渊就攻了过去。卢小宝扇动翅膀，一双翅膀瞬间变得巨大，巨大的翅膀带着强大的力量，重重地朝着黑渊击去。红鹰的尾巴开始变长，像一条灵活的鞭子，冲着黑渊就抽了过去。呵，你们就这点本事？黑渊的眼神带着讥讽，随后一个挥手，一鸡一狐就像没有反抗能力的布娃娃一样被挥出去老远。啊！停！尖叫声还有重物落地声接连响起。小白虎，等我杀了这2个碍事的蝼蚁，就带你离开这里。说到带他离开时，黑渊的眼神透着一抹难掩的热切。小白虎，你快逃！这家伙想吞噬你的神兽血脉，他想进化成神兽。红鹰自知在劫难逃，强忍着身上的伤痛，冲着许桃大声吼道：“什么？这家伙想吃掉小老虎？”卢小宝又急又气，试了2次才终于站了起来。他一起身就急急地冲到许桃面前，将他护在身后。小老虎，你快走，这株仙草你拿着，记得把仙草带回去啊。卢小宝将仙草交到许桃手中。许桃惊讶地看着卢小宝，这家伙什么时候把仙草摘下来的？你什么时候拿到仙草的？就在刚才被这家伙掀飞的时候啊，我在飞越过仙草的瞬间就将它摘下来了。卢小宝一脸得意。嘿，想不到吧，仙草最终还是被他弄到手了。行了，不说了，你快走，我来拖住这家伙。卢小宝伸出翅膀推了推许桃。不行的，你拖不住他。许桃摇了摇头。这个叫黑渊的家伙太强了，他的实力很可能不止玄仙境界，实力相差太大，就算他们3只联手都不可能是黑渊的对手，更何况一个卢小宝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是我把你带出来的，我有责任保护你，你走。卢小宝再次推了一下许桃，让他赶紧走。许桃咬了咬牙，看着一脸心意已决的卢小宝，决定还是试一试。他重重的点了下头，然后朝着身后跑去。哪知他跑出去才没2步，一道黑影从天而降，直接落到了他面前。平！妈的，痛死老子了！卢小宝整只鸡半死不活的趴在许桃面前，一边龇牙一边说道：“许桃！”一阵脚步声响起，黑渊已经来到了许桃身后。你逃不掉的小白虎，乖乖站着别动，等我杀了这2个家伙，就带你走。说着，他伸出一只手，朝着卢小宝就击出了一掌。这一掌要是落到卢小宝身上，他肯定活不了。住手！许桃一跃跳了过去，挡在了卢小宝面前。黑渊的这一击将许桃瞬间击飞，许桃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随后整只虎已经落到了地上。这重重一摔，他觉得自己的5脏6腑都快移位了。小小的白虎吐出了一口鲜血，整只虎显得有气无力，虚弱不已。小老虎！卢小宝大惊失色，急着想要过去查看许桃的伤势，可惜许桃已经飞出去20多米，他又身受重伤，根本站不起来。我没事。许桃的声音带着虚弱，听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卢小宝紧张坏了，小老虎可是他的朋友啊，如果不是为了帮他寻仙草，小老虎也不会遇到这个可怕的男人，还伤成这样。卢小宝自责不已，一双鸡眼已经泛红，像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还是红英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将倒地的许桃给扶了起来。你没事吧，小白虎？红英自己也受了伤，而且他的伤势并不比卢小宝轻，这次冲到许桃面前也是强撑着冲过来的。还活着？你这是何必呢？你以为自己就得了他们？黑渊皱眉看着虚弱倒地的许桃，好在最后一刻他收了几分力，若非如此，这只小白虎只怕早已经死在了他的掌下。白虎若是死了，体内神血的力量就会开始流失，他想晋级为神兽，用活着的神兽血，当然比用死去的神兽血效果来得更好。
你不要伤害他们，我跟你走，我让他们立誓不会泄露有关你的半个字。许桃咳出一口血，随后死死地盯着黑渊，对他说道。第590章拼命。黑渊对许桃的话嗤之以鼻，不用这么麻烦，杀了他们更省事。发誓什么的太过麻烦，就算立下到新世心，也不见得100%保险，还是死人更能保守秘密。哦，你不要动他们，否则我宁死也不会跟你走的。许桃已经看出黑渊想带走的是活着的他，显然他要是死了，作用远没有活着的时候来得大。死？你以为你死得了吗？黑渊露出一抹讥讽的笑。一只天仙境界的小白虎还能在他面前自杀不成？若是真让他成功了，他黑渊2个字可以倒过来写了。妈的，这家伙也太不好说服了。他以死相逼近都没能让对方松口。许桃这下有点抓马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现在的情况也不允许他想太多，因为黑渊在和许桃说了几句话后，竟直接对着卢小宝出手了。他一出手就是杀招，显然是打算直接来个一击毙命。许桃哪能让他得逞？嗷的一声吼，原本小小一只的身体在飞跃而起的同时变大，最后变得有如成年老虎一般大小。变大的许桃挡在了黑渊面前，不许他伤害卢小宝。许桃平时虽然狗，但也绝不会看着别人因为自己丢掉性命。红英和卢小宝现在受他连累，说什么他也要保住他们2只的命，不能让黑渊动他们。许桃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这一击。这次许桃做好了心理准备，拿出全部的实力来挡。虽然没有被击飞，但却口吐鲜血，显然内伤再次加重。小老虎！卢小宝感动地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许桃。小老虎不愧是他卢小宝的朋友，真是太够义气了。小白虎！红英看着不顾性命救下卢小宝的许桃，感动于他对卢小宝的这份心意。感动的同时，脑子里开始不断思索着能让他们3只逃过此劫的办法。任他们狐狸一族再如何狡猾，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绝处逢生的办法。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只要我不死，你就别想伤他们。许桃对着黑渊奶凶奶凶的叫道。你真当我不敢杀你？黑渊有些恼羞成怒，这只小白虎以为这样就能拿捏住他吗？他冷笑一声。下一秒，许桃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他全身像是被定在了原地，只除了一双眼睛还能动。好好待着吧。话音刚落，许桃的身体就漂浮了起来，最后落在了10几米外的地方。而卢小宝和红英也彻底暴露在了黑渊面前。2小指看着逐渐逼近的黑渊，心中一沉，2只交换了一个眼神，眼中都透露着一个意思，那就是和他拼了，绝不坐以待毙。2只冲着黑渊主动发动攻击。卢小宝的身上还有纯阳子给他保命的东西，只是他更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纯阳子给的东西他一般很少动用。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还真一时想不起这些东西。卢小宝拿着纯阳子给的仙符法宝冲向了黑渊，红英也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黑渊看着卢小宝拿出来的东西有点意外，没想到区区一只灵鸡手上竟还有这些好东西，看来这只鸡当真有些背景，如此就更不能留他了。黑渊没有留手，一道黑光从他指尖发出，朝着卢小宝射去。卢小宝拿出一个盾牌样式的法宝，将这一记黑光挡了下来。虽然攻击挡下来了，卢小宝手中的法宝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上面出现了一丝裂痕。许桃现在不能动，只能在一旁干看着。看着3人你来我往的交手，许桃心里那叫一个急啊！虽然现在看着双方打得有来有往，但许桃知道这一切不过都是假象。卢小宝之所以能和黑渊打成这样，靠的不过只是身上的法宝罢了。一旦法宝被废，卢小宝肯定挡不住黑渊的攻击。红英就更不用说了，他不过只是一只普通红狐，身上压根儿没什么保命的法宝，只有一些保命的绝招，但这种绝招既然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的，肯定有着种种限制。红英哪怕强撑，也不可能撑得了多久，不出几招就一定会被击败。果然，最先被打败的就是红英。他的底牌不过就是狐族那几招不到生死关头不能用的天赋绝招，哪怕绝招再强，红英的实力跟不上，也一样发挥不出太大的威力。用来对付境界相差不大的修士或灵域生物还行，但若用这些招式来对付境界相差甚远的强者，肯定是行不通的。红英被击倒，许桃真是毫不意外。现在就看卢小宝的法宝能撑多久了，希望能撑久一点，撑到裴毅他们过来。哪怕打不过，但人多一点，也能多出一线生机。最重要的是，一旦裴毅来了，他们逃生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大。毕竟裴毅可不是一般人，连八祖都说裴毅的道很可怕，越级挑战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如果他们实在赶不过来，就能指望八祖出手了。八祖，八祖你在吗？八祖，许桃在心中呼唤着八祖，可八祖那边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是吧？这时候失联，许桃心中焦急不已。
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难不成真的只能看着卢小宝死在这里？不行，他不能放弃。许桃不死心的继续呼唤着八祖，而另一头，卢小宝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卢小宝的身上有几件纯阳子交给他的保命法宝，但数量也不多，毕竟剑修都不算太富裕，多的也给不了。纯阳子对卢小宝那是真跟亲儿子一样疼，对他这条小命更是尤为看重。整个苍梧派，哪怕是某些老祖的后代身上的宝贝，也不会有卢小宝多。卢小宝拿着这些法宝与黑渊对战，依然没能带着许桃和红英从黑渊手中逃出升天，反倒是他的这些保命法宝被打得一一破损。当最后一件法宝被毁之后，卢小宝整只鸡也飞了出去，倒在了红英旁边。一鸡一虎倒地不起，只有微微起伏的肚子，让人知道他们还活着。看着人事不知的两只，许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急切。第591章，许桃失踪。应该就是前面，我们只要从这处悬崖，从这里下去就到了。杜飞燕指着前方的悬崖说道。那我们现在就下去。樊毅点了点头道。樊师兄等一下。这时两道人影从天而降，赫然正是裴毅与杨迪。你们也来了。在这里看到他们两个，樊毅倒不算意外，只是没想到他们4人竟会在这里碰上。是啊，我们也收到小宝的消息了，怕他们出意外，这才赶来的。杨迪道。先下去再说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路上裴毅感觉眼皮一直跳，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怀疑许桃遇上危险了，想赶紧下到悬崖下方看看情况。4人一跃下了悬崖，就在4人缓缓降落的时候，突然悬崖下方迸发出一道强烈的金光，金光中带着一股强大的时间法则气息。怎么回事？这里怎么会有时间法则的气息？杨迪大惊。不好，小宝他们可能出事了。杜飞燕焦急地说道。快走！4人不敢耽搁，以最快的速度降落到了悬崖之下。崖底看着一片平静，不像发生过什么的样子。等4人来到发现仙草的地方，只看到倒在地上的卢小玉和红英，在卢小宝的怀中还抱着一个玉盒。只是卢小宝和红英此刻都昏迷不醒，也不知道刚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宝，你醒醒啊，小宝！杜飞燕快步走到卢小宝身边，拍打着他的脸，想把他拍醒。我来看看。樊毅也走了过来，检查起卢小宝的伤势。只有裴毅皱眉看着四周，怎么回事？许桃去哪儿了？裴毅突然感到有些不安，担心许桃会出事。小宝醒了，小宝醒了！杨迪看着悠悠转醒的卢小宝，一脸惊喜地喊道：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对了，小老虎呢？小老虎没事吧？卢小宝刚刚醒来，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几人，有些意外。随后他又想到了许桃，表情变得焦急。你是说裴师弟养的那只灵虎吗？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杜飞燕四下看了一下，确定那只灵虎并不在这里。糟了，小老虎有危险，你们快去救它！有人要抓它！卢小宝急着想站起来，结果刚刚起身就浑身无力地倒回了地上。倒是因为卢小宝这边的动静，红英也跟着清醒了过来。红英看到裴毅等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意外，不过他也猜到了，这几个人8成就是卢小宝他们说起过的那几个同伴。红英醒来后也开始着急着找许桃，可惜他看了一圈也没有看到许桃的影子。不会是被黑渊抓走了吧？红英努力回忆着他昏迷之前发生的一切。黑渊想杀他们，他和卢小宝为求自保，打算和黑渊拼了。后来他被黑渊打败，因为受伤昏迷，再后来发生了什么，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不止红英，卢小宝也在努力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一切。他一边回忆，一边将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众人。裴毅听到有一只伪神兽想要通过吞噬许桃的血脉进阶，整张脸都黑了。所以裴师弟的灵虎是被那只叫黑渊的通天豹抓走了。杜飞燕皱眉看向裴毅，果然裴毅的脸色非常难看。裴师弟，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的灵虎的。杜飞燕也知道裴毅的那只灵虎只怕凶多吉少，除了这么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这一路上裴师弟有多疼那只小灵虎，他可是看在眼里。现在小灵虎出事，裴师弟一定很难过。是啊，裴师弟，我们一定会救你的灵虎的。毕竟如果不是陪着卢小宝去寻仙草，小灵虎也不会出事。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救出小灵虎。你确定是黑渊带走了我的灵虎？裴毅的声音透着一丝冷漠。除了那家伙，还能有谁？卢小宝越想越气，如果黑渊在他面前，他情不得冲上去撕了他。可你们两个还活着，如果黑渊真的带走了他，不可能会留你们两个活口。裴毅看着卢小宝和红英道。一狐一鸡听到这句话，同时愣了一瞬。是啊，黑渊那家伙怎么可能会让他们活着，泄露有关他的消息？所以为什么黑渊最后没有杀他们？不止，你看看你怀里的玉盒，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面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仙草。
如果真是那只通天豹带走了他，又怎么可能会把仙草留给你？裴义眼神示意对方看看怀里的玉盒。卢小宝拿起玉盒一看，果然看到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株仙草，而这株仙草正是他们几个费尽心思要找的那一株。还真是那株仙草。如此说来也对，那只通天豹怎么会这么好心？小宝，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别的事？莫不是有其他人出手救走了那只小灵虎？四人同时忆起了那道时间法则，莫不是有精通时间法则的大佬出手了？可大佬为什么会出手救一只普通的灵虎呢？咦，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不对啊，你说那只通天豹是伪神兽，伪神兽怎么可能会需要一只灵虎的血脉来帮他进阶？灵虎的血脉对伪神兽应该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吧？杜飞燕狐疑地看向卢小宝。之前因为担心卢小宝，他还没想到这一点，现在想起来，卢小宝的这句话分明漏洞百出。卢小宝闻言看天看地，就是不看他们几个。红英也跟着移开了视线。关于小白虎的真实身份，那是肯定不能说的。这几个哪怕是卢小宝他们的同伴，但到底是人修。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小白底的神兽身份，万一他们受不住诱惑，利用小白虎牟利怎么办？要知道，神兽可是一身是宝，从皮毛到骨血，对修士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红英可不敢拿小白虎的安危来赌人性。显然卢小宝也是这么想的。虽然他被纯阳子宠到大，对人修没那么排斥，却也知道不是所有的人修都是纯阳子这样的好人。小老虎的真实身份，说什么也不能说出来。第592章，死过一次。裴义转念一想，便明白了这两只的想法。他也没有说破的打算，而是对三人解释道：我想是因为我的灵虎体内带着一丝白虎血脉，所以那只通天豹才会想要将它抓走。原来如此，真没想到裴师弟你的灵虎居然还有一丝白虎血脉。白虎可是神兽，神兽血脉可不多见，要是好好养，再找点天才地宝来帮那只灵虎觉醒血脉，说不定有朝一日能进化成神兽白虎呢。三人闻言都有些惊讶，没想到裴义身边的一只灵虎居然还带着一丝神兽血脉。带有神兽血脉的灵兽可不好找，裴义的那只灵虎要是放在外面，只怕一堆人抢着养。只是现在灵虎失踪，说什么都晚了。希望那只灵虎没事吧。若是当真被通天豹炼化，裴师弟可就要亏大了。可若不是黑渊带走了小老虎，他现在又会在什么地方呢？卢小宝歪着鸡头，一脸疑惑。就在这时，卢小宝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一幅画面，那幅可怕的画面吓得卢小宝整只鸡站立不已。小宝，你怎么了？杜飞燕察觉到卢小宝的异样，担心地问道。卢小宝吞吞吐吐地说不出一句整话。众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目光同时锁定在了卢小宝身上。难道他是想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尤其是裴义的眼神尤为严肃认真。你想到了什么？裴义站在卢小宝面前，看着他问道。卢小宝似乎终于缓过神来，只是他的脸色依旧不太好，整只鸡看着像是吓坏了一样，眼神中透着惊慌，还有一丝不解。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幅画面，我和红英好像都死过一次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他才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接受。虽然卢小宝觉得那应该只是自己的幻觉，可他的心底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确实死过了一次。但是他若真的死了，怎么可能还能站在樊毅他们面前说话？卢小宝的话让几人吃了一惊。什么叫死过一次？一个人难不成还能死好几次不成？众人不解，有些弄不清楚卢小宝的意思。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刚才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在那个画面中，我和红英都已经被杀了。我甚至能感受到自己的死亡，那种画面实在太真实了。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死过了一次。卢小宝也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有多么不可思议，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小宝，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你要是当真死过一次，怎么可能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和我们说话？杨迪一言难尽的看着卢小宝，这么离谱的话，让他如何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相信我看到的画面一定是之前发生过的事。红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卢小宝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转头向红英求证。红英一脸懵逼的轻轻摇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记忆只停留在被黑渊一掌拍飞然后晕倒的瞬间，之后的事他完全没有一点印象。不过他也觉得卢小宝应该是弄错了，一个人怎么可能还能死好几次呢？卢小宝说自己死过一次，一个死人哪里还能站在这里说话？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有记忆？卢小宝双眼懵逼，不明白为什么红英就没有关于之前他们死过一次的记忆。他说的可能是真的。这时裴毅沉默片刻后开口了：你相信小宝的话？樊毅有些意外。
卢小宝的话任谁听了都像是异想天开，想不到裴义竟然会相信。你们还记得我们下来时感应到的那道时间法则气息吗？裴义一脸平静的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樊一文严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说，你是说有大能者用时间法则复活了卢小宝他们？可这根本不可能啊！杨迪一脸不信。不错，这根本不可能，能做到这一步的修士对时间法则的领悟一定很深。这样的大佬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小小的秘境当中？就连杜飞燕也觉得裴义想太多了，就算是领悟了时间法则的大佬，想要复活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出手救下卢小宝和红英？那些大佬有这么好心吗？许桃觉得很累，身体很痛，全身的骨头像是被拆下来重组一样的难受，昏沉沉的脑子完全无法思考。他感应到周围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他身边走动，一股淡淡的清香不时地传入鼻尖，他好像还听到了一道极为熟悉的声音。可他的脑子现在一片混沌，完全想不起来那道声音的主人是什么人。许桃的身体太过虚弱，只是用混沌的大脑思考了片刻，就精力耗尽，再次陷入了昏迷。等他再次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这天，原本一直昏迷不醒的许桃突然睁开了双眼，一旁的侍女见状，立马兴奋地跑出去叫人：“少族长，小姐醒了，小姐醒了！”许桃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侍女，咋咋呼呼地跑出去，有些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这里是什么地方？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的？许桃看了下自己的身体，她现在是人形，身上的衣服很新很干净，看得出来用的料子非常好，不比她在星河夜宴上带回来的衣服用料差。许桃摸了下身上的衣服，小巧的眉头忍不住皱起。她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莫等许桃思考太久，一个美得天地失色的绝世美人已经像一阵风似的闪现在了房间内。哇，这也太美了吧！许桃原以为自己已经够美了，没想到还有人能比她还美。这张脸肯定是老天爷的炫技之作。看够了吗，桃儿？美女不但人美，连声音都这么好听。爱了！许桃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有沦为颜狗的一天。第593章，见到爹娘了。许桃陶醉地欣赏着面前这位绝世佳人的美貌，半晌才突然反应过来：“你叫我桃儿？”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还叫这么亲密？许桃心中一惊，有些怀疑起了面前女子的身份。“你是谁啊？为什么叫我桃儿？”“我是你娘哦。”女美女子微微一笑，笑容中带着一丝促狭。“我娘？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讲，就算你是天仙美女，也别想占我便宜。”许桃在心中默默吐槽着。“她真的是你娘？”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随后一名芝兰玉树的美男子身着一袭白衣，缓缓走进屋内。“爹！”突然看到亲爹，许桃那是又惊又喜。“不过，你说她是我娘？不是吧？这个大美女还真是她娘啊！我不是说了我是你娘吗？”女子看着许桃笑道，笑容中带着一丝宠溺。“这真是我娘？”许桃还是不太敢相信，看着他爹，想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是。”许无涯走到许桃身边，摸着女儿的小脑袋，肯定的说道。娘许桃一下子扑进美女娘亲的怀里，一把搂住美女娘亲的腰，撒娇般的喊道：“桃儿！”白悠悠搂着爱女，眸光柔和。“爹娘，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吗？黑渊呢？是不是被你们杀了？对了，我朋友没事吧？他们是不是被一起带回来了？”见到亲爹亲娘，许桃胆子立马大了起来，一下子就问出了一堆问题。“你这孩子，难道之前发生的一切你都不记得了吗？”白悠悠有些意外，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很快神色恢复了正常。“我只记得黑渊想杀卢小宝和红英，随后我想阻止来着，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许桃努力回忆，终于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几个陌生的片段。他看到卢小宝和红英死了，再后来好像出现了2个人。果然，我就说我没有感应错，果然是我白虎一族的人在这里。这时间法则气息如此不稳定，莫不是刚刚觉醒？刚刚觉醒就能逆转时间，这小家伙资质很高啊！虽然只是逆转时间10秒钟，但刚觉醒就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厉害了。是谁？是谁在说话？许桃想看清说话的人，却怎么也看不到。他的眼前只有一片模糊，只能看到2道人影站在他面前，连他们的脸都看不清。我记得有2个人突然出现，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时间法则，还有逆转时间。难道觉醒时间法则，逆转时间的那个人是他？他这么厉害的吗？许桃感应了一下体内的法则气息，果然有时间法则的气息。这么说，他当真觉醒了时间法则？哇塞，突然觉得自己好牛逼。等等，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卢小宝和红英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放心吧，他们都还活着，是你救了他们。女儿如此优秀，刚毅觉得就能做到这一步，当娘的自是欣慰。那就好，那就好。听到卢小宝他们没事，许桃也放心了。你应该也猜出来了，你在那时觉醒了时间法则的力量，将时间倒退回了10秒钟前，阻止了他们死亡的结局。若不是你，他们也不可能还活着。白悠悠对许桃说道：“我到底是怎么觉醒时间法则的力量的？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关于时间法则，许桃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如果不是他体内确实有时间法则的力量残留，他都要怀疑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应该是你强行使用时间法则逆转时间的后遗症，过段时间就好了。你的身体也因为强行动用法则的力量受到了不小的损伤，这段时间娘给你好好补补，很快你就会恢复过来。白悠悠怜爱地搂着女儿说道。听到很快会恢复，许桃也没有把自己的伤态放在心上。许无涯看着女儿，眼中闪过一丝心疼。时间法则造成的损伤不容小觑，你可不能大意，在身体完全康复之前不许动用仙力。不许动用仙力，那多不方便啊。习惯了使用仙力之后，突然恢复普通人的生活，是个人都适应不了。听你爹的。白悠悠看着女儿认真道。那好吧。许桃的声音有些不情愿，不过她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爹娘会这么说肯定是为了她好啊。对了，仙草还在我这儿呢。许桃突然想到了仙草，想从那戒之中将装仙草的玉盒拿出来。她才刚有动作就被白悠悠按住了手。别急，仙草你已经交给你的朋友了。我给他了。什么时候？他怎么不记得？难道这件事也发生在被他遗忘的记忆里？不过既然仙草已经到了卢小宝的手上，想来纯阳子长老的伤应该有救了。卢小宝也不用再伤心难过了。就是不知道裴毅怎么样了，现在是不是正在着急找他？许桃又问他可不可以联系裴毅。得到白悠悠和许无涯肯定的回答后，这才总算是放心了。夫妻二人也没有多待，陪着女儿说了会儿话后就离开了。待许无涯夫妻一走，许桃立马翻出自己的仙臂，想要联系裴毅。他现在不能动用仙灵之力，只能用灵石在仙臂内给裴毅留言，告诉他自己没事，现在正在自己父母身边养伤。待他的伤养好之后，自会回去寻他，让他不用担心，安心的回苍梧派修炼。留了言后，许桃觉得这下裴毅应该不会再担心他了，开始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个房间看着很漂亮，周围的摆设也十分名贵。他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发现身体除了感到有些虚弱之外也没什么不适，这才大着胆子走到窗边。窗外是一片美景，站在这里简直犹如置身于仙境之中。远远看去能看到一片群山，山间云雾缭绕，还能看到有宫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甚至还有那传说中的浮空岛漂浮在天空之上。这里还是灵域吗？许桃打从心底发出一声疑问。第594章许桃毁容。这里当然不是灵域啊，这里是我白虎一族的族地，这个地方是大祖创造出来的小世界。一名侍女端着一盘摆盘精美的食物走了进来。许桃闻声回头，发现这姑娘不就是之前看她醒了，然后大呼小叫跑出去那位吗？没想到她又回来了。你是？小姐，叫我小雅就好了，我是少族长派来服侍小姐的侍女，小姐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吩咐我做。小雅长得很可爱，圆乎乎的苹果脸，一双大大的眼睛，再加上雪白的肌肤，虽然不算大美女，却也是甜妹一枚。你说的少族长不会就是我娘吧？之前没想到，现在想来，小雅在她醒来后第一时间就说要去通知少族长，后来她娘就来了，这少族长是谁也就显而易见了。是啊，少族长正是您的母亲呢。小雅露出一抹可爱软萌的笑，这小脸可真圆，许桃都有些手痒了，想捏一下。许桃也没有想到自己亲娘在族中的地位还挺高，虽然心中有一大堆疑惑，不过她没打算问小雅询问，打算等之后好好问问爹娘。你也是白虎族的人吗？许桃看着小雅问道。小雅赶紧摇头，当然不是，我的本体是雪虎，我们雪虎族世代依附于白虎一族，族中天赋出众人子弟，只要被白虎一族看中，就能被带到白虎族的族地修炼，从此一飞冲天。小雅运气好，被少族长看中，这才有了到白虎族族地修炼的机会。小雅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小小的骄傲。听到这里，许桃差不多全明白了，估计被带来族地修炼的肯定不止雪虎一族的兽，这些依附于白虎一族的其他族群，就算来到白虎族的族地，也得在这里打工干活，就像宗门招收弟子一样，反正修炼资源就没有白给的。宗门弟子不也还要定期接任务吗？要是任务长时间不做，原本说好的修炼资源也肯定不会继续发放。许桃和小雅又聊了一些关于白虎一族族地的事。他知道这方世界叫做白虎界，由白虎一族的大能者所创造。白虎界很大，
里面生活的白虎却只有几百只。除了神兽白虎，此界之中也生活着一些其他种族的生灵，不过这些种族都是为了白虎一族服务的。许桃从小雅这里听说了不少关于白虎一族的现状。整个白虎族可以说是强者如云，光是大罗金仙境界以上的强者，小雅知道的就有好几个。要知道，大罗金仙修为在仙域可都是能称帝的存在，白虎一族却拥有好几位大罗金仙，甚至比大罗金仙还要强的存在都有。不过小雅毕竟不是属于白虎一族，她所知道的东西十分有限，白虎一族更深一层的秘密就不是她所能知道的了。说了一会儿话后，许桃吃了点小雅送来的食物，吃饱喝足，许桃想找面镜子打理一下自己，毕竟睡了这么长时间，确实该稍微打理一下自己了。就算是在自己爹娘面前，也不能一点形象不顾呀。许桃想要梳妆，却发现这屋子里竟一面镜子都没。小雅，小雅！许桃扬声呼喊着小雅。小雅果然很快就出现在了房间内。小姐，可是有什么吩咐？小雅进屋后忙问道。小雅，这屋里怎么连镜子都没有？你去帮我找面镜子来吧。谁让他现在不能使用仙力呢？若是能用仙力，随便弄面水镜就能解决的事，哪里需要找什么镜子？镜子！小雅迟疑地看了许桃一眼，面有难色。怎么了？难不成白虎族的族地里还找不出一面镜子不成？许桃下意识地皱眉。那个，小姐，你身体还没好呢，我还是先扶你上床歇着吧。你这段时间也出不了门，要不我们等好了之后再。小雅吞吞吐吐地开始劝说许桃。许桃通过小雅的态度发现了不对，小雅好像不想让她照镜子，难不成她毁容了？许桃惊，大惊，她赶紧伸手摸向了自己的脸，并没有发现什么疤痕，这才稍稍放心了一点。可是转念一想，这里可是天界，毁容也不一定会留疤啊！你现在就去给我找面镜子来，快去！许桃沉声吩咐。可是小姐，小雅还想再挣扎一下。去，若是你不去，以后也不必再留在我跟前侍候了。许桃冷声道。小雅还能怎么办？只能听从许桃的吩咐行事。过了好一会儿，小雅才磨磨蹭蹭的拿了一面镜子回来。给我！许桃朝着小雅伸出手。小雅咽了咽口水，表情十分为难，但想到许桃的威胁，到底还是把手中的镜子交了出去。拿到镜子，许桃做好了心理建设，这才将镜子对到了自己面前。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镜中自己的样子，他还是忍不住叫出了声：“我的老天爷啊，这还是他吗？”只见镜中的女人看着起码40多岁了，整张脸看着非常成熟，虽然还是很美，但再美，这看着也是一个中年女人啊。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她怎么老了这么多？许桃整个人都不好了，看着镜中的自己，甚至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小姐，你冷静一点啊，你的寿元还是可以恢复的，少族长已经在想办法了。小雅赶忙安慰道。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寿元有损，所以才会老了这么多？尖叫一声发泄了一下后，许桃还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现在要做的是弄清楚自己变成这样的原因，才能想办法补救。她实在接受不了自己比亲娘看着年纪还要大的事实。要是她和她娘一起走在外面，外人8成会以为她才是当娘的。这种事情哪个少女能接受？小雅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了，我也是听少族长说的，少族长之前为你诊治的时候说过，因为小姐你强行使用时间法则，受到了时间法则的反噬，造成寿命流失。我明白了。许桃深吸口气，随后他又接着道，我的寿命流失了多少？我还能活多久？第595章空降热搜的裴毅。小姐不用担心，神兽的寿命可是很长的，虽然你流失了一定数量的寿元，但还是能活很长时间。现在的样子也只是暂的，只要境界提升，哪怕不采取其他任何手段，流失的寿命也会逐渐恢复如初。毕竟修为提升也意味着寿元的提升，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补充寿元了。听到寿命还是可以恢复的，许桃这才放下了心。她可不想一辈子顶着这张40岁女人的脸，就算她的颜值依然能打，但40岁的脸和18岁的脸，是个人都不会选40岁吧。被小雅安慰好后，许桃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镜子许桃让小雅还回去了，在她恢复本来面貌之前，她还是别照镜子了，省得心里难受。另一头，裴毅终于发现了许桃给他的留言，知道许桃没事，还见到了他的父母，裴毅终于放下了心。许桃让他自己先回苍梧派，不用留在灵域等他。以裴毅对许桃的了解，猜到他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若非是一时半会儿无法回来找他，按照他的性格，不可能会消失这么多天才联系他。不过许桃身边现在有他的父母在，想来也不会出什么大事。裴毅经过一番思索，决定按许桃说的，先回苍梧派等着许桃来找他。裴毅打算要回苍梧派，可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去苍梧派
应该走哪条路来着？看着周围长得都一样的路，裴毅陷入了沉思。本来他身边还有樊毅等人，不过这群人急着回去送药，不可能留下陪他一起等许桃的消息。毕竟比起一只灵虎，当然是太上长老的伤更重要。孰轻孰重，这根本不用比。裴毅也不怪他们，许桃是他的未婚妻，是他的责任，与他的同门没关系。对几人的离开，他也没什么好怨的，就是他现在要回去有点麻烦而已。好在有太仓，多花点时间应该能找到路回去的吧。对裴毅身上发生的事，许桃并不知情。自从发现自己变成了40岁的脸，许桃那是见天的躲在房中，谁也不见。有同族来看他，他也让小雅帮他把人挡了回去。对外的说辞就是自己伤重需要静养，等好一点再和同族的兄弟姐妹见面。年轻一辈的小白虎们也没有怀疑他的说辞，不过大家都在猜测许桃或许伤得十分严重，否则怎么会这么多天了也不见他出门活动一下？明明住在一处，却连人都见不到。不知道桃儿妹妹怎么样了？她的伤好像很严重的样子。那只通天豹真是死不足惜，都是他害得桃儿妹妹受这么严重的伤，连少族长亲自出手都要医治这么久，由此可见桃儿妹妹伤得有多重。桃儿妹妹真是可怜。周围人的猜测与议论，许桃或许猜到了，不过他并不在意，反正让他顶着张40岁的脸出去见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总之，在他的脸恢复之前，他谁也不见，谁来都没用。就连他外公想要见他，都被他拒绝了。他实在不想看到一个比自己还要年轻的外公，不想脆弱的小心脏再受一次暴击。听说外公因为自己不肯见他，还伤心了好几天。许桃听说后内疚了1分钟，虽然有点对不起外公，不过她是女孩子嘛，形象还是要顾一下的。每天待在房间里养伤，哪儿也去不了，当真是一件十分无聊的事。许桃每天在房间内闲没事做，只能偶尔同裴毅聊聊天，要么就是刷一下仙币。好在刷仙币用的是神石，不需要用到仙灵之力。在仙网上泡了好几天，对仙币上的各种八卦他已经都能背出来了。比如灵域灵猫族族长在野外拉屎被偷拍，然后被人挂到了网上。不少灵域种族说这位族长没有公德心，自己拉的屎也不处理了，就这么拉在外头，万一被别人踩到怎么办？那位族长迫于无奈，只能出面道歉，并保证以后一定记得买屎。狮族和虎族在经过3年的斗争之后，终于迎来了和平，两族族长坐在一起握手言和，并发表了事关两族和平的重要讲话。某款护毛素被爆出有质量问题，有购买过的客人爆料说这款护毛素用了疯狂掉毛。现在客户正在与卖家进行沟通协商，卖家承诺全额退款，并做出相应补偿。鸟族歌唱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某某爆冷夺冠，参赛者质疑比赛公平性。玉蛇族小公族第8招亲开始，周围雄性生物连夜扛着洞符跑路。龙族3公子招亲，百族争相送女参加。灵域的八卦可不比仙域那边少，许桃每天泡在仙币上，看着八卦消息倒也不算太无聊。突然仙币上的消息闪了一下，一个爆字空降热搜第1名。随后裴毅的大脸直接出现在了热搜上，把许桃看得一愣一愣。搞什么？裴毅不是已经回苍梧派了吗？怎么还会挂在灵域的热搜上？他做什么了？许桃嘀咕一句，动作一点不慢地点开热搜第1条。好家伙，这哥们运气真差，居然自投罗网。那玉蛇族一向都是女蛇当家，他们繁衍后代的方式就是吃掉自己的老公。自从玉蛇族小公主招亲的消息一出来，周围的雄性生物能跑的全跑了。这位到底是怎么想的？上赶着自杀。前面7次招亲都失败，没想到第8次终于成功了。快告诉我，这哥们是谁？是哪一族的？等他死了，我一定去他坟前祭拜。都被吃了哪还有坟啊？我听说这哥们好像不是我们灵族的，他是人修。人修这么大胆的吗？这人修能处，为了我们灵域种族的后代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楼上是要笑死我吗？话说这小子长得不错啊，一身的气质一看就不普通，不会是什么大家族的公子吧？说不定还是圣地圣子。应该不能吧？玉蛇族怎么说也不可能这么不靠谱，连圣子主意都敢打。你们也不看看那群母蛇，他们怕过谁？第596章玉姬。搞什么啊？许桃挑了挑眉，裴毅不是回了苍梧派吗？怎么会出现在玉蛇族的地盘，还成了玉蛇族小公主的未来夫君？许桃赶紧联系裴毅，却发现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不对劲儿，裴毅肯定出事了。小雅！许桃一声大喊，小雅很快出现在了房内。小姐！小雅匆匆来到许桃面前，去叫我爹娘过来。许桃忙道：是，我这就去。小雅也没问许桃叫他们过来做什么，赶紧去叫了人。不一会儿，白悠悠和许无涯便来到了许桃的住处。桃儿，听小雅说你有事找我们，什么事这么急？许无涯率先问道。爹，有人要抢你女婿。
许桃的话成功让夫妻二人变了脸色。怎么回事？白悠悠虽然没有见过裴义，但从自家夫君那里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事，知道女儿的未来夫君是一个天赋与人品都十分出众的青年才俊。最重要的是，对方对他女儿算得上是一条心，不是那种心思多的男人。对这个女婿，白悠悠暂时还是满意的。至于其他，要等正式见过面才能确定。虽然还没有完全认可这个未来女婿，但若有人打自己未来女婿的主意，那是绝对忍不了的。真当他们白虎族是吃素的不成？是这样的，许桃将裴义被玉蛇族小公主看上的事告诉了夫妻二人。玉蛇族，白悠悠微微皱眉，没想到看上裴义的会是玉蛇族的人。裴义怎么会和那位玉蛇族小公主扯上关系？他也太不走运了。如果是其他种族，他还会担心是不是裴义变了心。要是玉蛇族，那裴义变心的可能约等于0。我也不知道，我都联系不上他，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许桃面露一丝忧色，你想怎么做？要不娘让人去把他带回来？白悠悠征求女儿的意见。不用，我要亲自去一趟。许桃想了想，还是决定自己亲自跑一趟，正好让裴义见见他现在的样子。要是他敢嫌弃自己，就死定了。许桃握了握小拳头，在心中想着，你要亲自去，可你现在不能动用仙灵之力，去了那边如何自保？白悠悠不放心的道。所以为了我的安全，娘亲能不能安排个高手护送我过去，顺便保护我？许桃早就想好了，她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怎么可能一点准备没有，就这么冒冒失失的跑过去？要是她真就这么去了，只怕不仅带不回裴义，连她自己都可能自身难保。好吧，娘来安排。摸摸爱女的头，白悠悠灿若星辰的眼眸中满是疼爱。谢谢娘。许桃顶着40岁的脸扑进她看着20岁的娘亲怀里撒着娇，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怪异。不过许桃一家也不在意，谁会嫌弃自己的孩子呢？玉瑶城，裴郎，你看看我们玉瑶城多美，留在这里不好吗？以后你就留在这里与我相伴，只要你好好待在我身边，我一定好好对你。玉蛇族小公主玉姬一脸深情地看着裴义说道。公主，在下已然定亲，与公主无缘，还请公主另觅良婿。裴义只是淡淡地看着玉姬说道。裴义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一步。3天前他再次迷路，太仓罢工不肯干活，他只能自己寻路回去。没想到走着走着竟来到了玉瑶城。他进入城内只是想找人问个路，没想到刚一入城就被一群人围住。围住他的那群人一个劲儿地跟他说恭喜，祝贺他成为玉姬公主的未来夫君。裴义闻言只觉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成了那位玉姬公主的未来夫君了？他自己竟不知道。直到被他们强行送入玉蛇族居住的宅院，他才知道这天正好是玉蛇族小公主招亲的日子。城内所有的雄性生物都已经躲出去了，包括城主的几个儿子。没想到他竟如此不走运，偏偏这个时候进入玉瑶城。作为城内唯一的雄性生物，他倒霉的被带到了玉姬公主面前，还被霸道的宣布他当选了玉姬公主未婚夫这个身份。不管他如何说明自己已经定过亲，不可能再娶别的女人为妻，玉姬公主完全没有理会，强行将他留在这里。好在玉蛇族的人倒也没有迫不及待的逼着他成亲入洞房，只是这玉姬公主每天都会来寻他说话，美其名曰联络感情。裴郎，你又何必编造一个未婚妻出来伤我的心？我知你这么说只是想离开我罢了，我是不会放你走的。玉姬一脸我已经看透你的表情，柔柔的对裴义说道。玉姬公主生得并不差，反而还很美。她身姿纤细柔软，却自带一股柔弱的气质，有点像林妹妹。一张脸看着没什么攻击性，却自带一股属于女性的柔美。光看脸的话，只怕会以为她就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美人。谁能想到这位美人却是一位会吃掉自己夫君的美女蛇？当然，关于玉蛇族传承后代的方式，现在的裴义还不知道。毕竟他并非灵域生灵，自从来到玉瑶城后就被控制了行动，对外的联络工具也全部被搜缴。他想上先必查一查有关玉蛇族的信息都做不到。在下说的都是真的，在下却有的一位婚妻名唤许桃，出生于白虎一族。裴义说出许桃的身份，希望这位玉蛇族小公主看在白虎族的面子上把她给放了。他还得赶回苍梧派，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裴郎又想骗我，我与白虎族也算是打过几次照面，白虎族的年轻一辈我几乎都认识，那里面可没有一只叫许桃的白虎。玉姬咯咯一笑，眼神似在让裴义别闹。他虽然属于白虎一族，却并非在族中长大，裴义有些头疼。没想到这玉姬竟认识白虎族的人。关于许桃的身世，解释起来有些麻烦。好了，裴郎，我知你的意思，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全城的男人都跑了，只有你来了，我们的缘分是上天注定，你是逃不掉的。第597章玉蛇族。玉姬看着面前的裴义，真是越看越满意。如果不是为了玉蛇一族的繁衍大事，他还真舍不得吃掉裴义。
就这么吃掉他未免太过可惜，还是多养他几年再说吧。反正繁衍后代也不必急于一时。至于娘那边，大不了他先拖着就是。玉姬对裴义现在正新鲜着，还真舍不得让他就这么去死。裴义对玉姬的想法一无所知，见玉姬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他也放弃解释了。他算是看明白了，玉姬铁了心要留下他，不管他有没有未婚妻，都不会改变他的决定。比起说服玉姬放人，还是他自己想办法逃走比较实际。玉蛇族在灵域来说也算是一方大族。玉蛇族虽然族人并不算多，但族中却高手如云。玉姬的娘乃是玉蛇族族长，拥有太乙真仙修为。最厉害的还是玉姬的祖母，乃是大罗金仙境界的强者。听说只差一步便能突破到混元境，乃是绝不可招惹的存在。若不是有如此强而有力的靠山，以玉蛇族的行事作风，也不可能到现在还没人打上门来。被玉蛇族强行招为夫君，因此而丢掉性命的雄性可不在少数。这些倒霉雄性各个种族的都有，自己的族人被吃，怎么可能不想讨回公道？可公道难讨，天界强者为尊，灵域更是将强者为尊这条定律推行到了极致。在灵域弱肉强食那是常态，只要你够强，谁也拿你没办法。若是在仙域，还有可能被安上邪魔歪道的标签，被一群自称名门正派的家伙讨伐。但在灵域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本能，灵域的生灵可不是人修，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也不会讲出师有名什么的。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乖乖躲起来，夹起尾巴作兽，就这么简单。总之，以玉蛇族表现出来的战力，现在不过天仙境界的裴义想要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可能性低到无限接近于零。或许是看他修为低微，玉蛇族的人并没有封印他的修为，主要还是玉蛇族的人都觉得仅有天仙修为的裴义不可能逃得掉，因此也就没人在意。玉姬见裴义不理他，他也没有久留，说了几句话后便离开了。玉姬离开裴义的住处后，便去了他亲娘那里。玉蛇族的族人大多都是女子，玉蛇族产子，很少有雄性玉蛇出生，生出来的大多都是雌性，雄性在玉蛇族算是稀有动物。玉姬走进母亲的书房，果然在这里见到了母亲以及3位姐姐。玉蛇族族长育有4女，3个女儿都已经成过亲并产下了后代，只有小女儿的亲事没有着落。前面几次的招亲都因为各种原因黄了，不过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她这小女儿看不上那些雄性，觉得他们配不上自己。只有这个姓裴的人羞辱了玉姬的眼，对她的选择，玉姬的家人并没有过问的意思。反正对玉蛇族来说，不管选的是谁，最后都只有被吞吃入腹这一种命运。四妹，那个人修还是不肯松口，同你成婚。玉姬的3姐玉清看到小妹进来，漫不经心地问道：“四妹，不过一个男人而已，不用太给他脸，能被你选中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若是他不惜福，二姐有的是办法让他服软。”玉姬的2姐玉福露出一抹残忍嗜血的笑：“老二，你也未免太不怜香惜玉了。四妹的那个未来夫君，我看着甚好，美人嘛，总是有些小脾气的，慢慢来就是了。”大姐玉冰笑着说道：“3位姐姐不必担心，小妹心中有数，我一定能让裴郎心甘情愿地留下陪我。”玉姬笑得一脸自信，没有男人能逃过她的魅力，她相信裴义也一样逃不掉。她会让裴义爱上她，然后心甘情愿地为他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心甘情愿，这只怕难呀。玉福对此并不看好，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心甘情愿，说什么情啊，那些男人到了生死关头，谁还管之前说过什么海誓山盟，都只会顾着自己。想用感情套住男人，让男人为你去死，这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小妹，你还是直接把他吃了吧，搞这么麻烦，你不累吗？玉清翻了个白眼，完全不理解玉姬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反正男人最终的归宿只会是他们的肚子里，早晚都是要下肚的。小妹想玩就让他玩吧，那裴义确实是个美人，和他来场风花雪月的恋情也是一桩美事。玉冰倒是支持玉姬的决定，他之前对待自己的夫君也是先谈感情，在感情淡了之后才吃掉对方的，只是他没有像玉姬这般高调的招亲，而是隐瞒身份接近自己看中的雄性。被他看中的可都是美男子，他可是很挑食的，不是美人他可下不了嘴。还是大姐懂我。玉姬冲着大姐一笑：“行了，都别说了。”玉蛇族族长，也就是4位大小姐的母亲，这时发话了：“玉姬，谨记自己的身份，别当真，把心交出去。我们玉蛇族的女人一旦交付了真心，只会痛苦一生。族长作为过来人，最担心的还是女儿们当真爱上自己的夫君。他们玉蛇族的女人注定不能拥有爱情，越爱一个人，越是会控制不住吃掉对方的欲望。感情越深，就越难控制自己。一旦吃掉自己心爱之人，又会因此痛苦一生。所以玉蛇族族规第1条，
就是绝不能对任何男人动心，因为动了心的族人下场都很惨，要么疯了，要么承受不了打击自劲儿亡。就算不死不疯，也会因为道心受损，从此修为再也无法寸进。只有守住自己的心，才能活得快活。娘就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玉姬拉着他娘的手撒娇，见玉姬不像是陷入情爱的样子，族长这才放心。又过了2日，裴义还是没有找到机会逃跑，这玉姬公主却一直对他纠缠，今天说要带他去游湖，明天说要带他去赏景。为了制造逃出去的机会，哪怕并不想去，裴义也只能如他的意。第598章，许桃找上门。哪怕已经如此委曲求全了，裴义还是没有找到机会逃出去。本来还有太仓可以帮助他，可因为太仓是神剑，在他落到玉蛇族手中的第一时间，太仓就已经被玉蛇族中的高手暂时封印。虽然太仓剑还在他的手中，却已经再也联系不上太仓剑的剑灵。没有剑灵引路，仅靠裴义自己，光是找到正确的路，只怕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那还得是在他运气好的时候。裴义这头想跑不掉，另一头许桃已经带着人来到了玉瑶城。小姐，要不我们直接冲进去抢回未来古眼？小雅也一起跟来了。别看小雅只是一个侍女，但她的实力可是玄仙，比许桃厉害多了。听到小雅唤许桃小姐，二人身边的路人都忍不住多看了一眼这对奇怪的组合。这位小姐年纪会不会有点大了？第一次看到年纪这么大的小姐，毕竟在众人固有的印象中，被称为小姐的哪怕不是那么貌美，也一定很年轻。这位看着都40多了，被叫小姐也太奇怪了。看什么看？没看过美女啊？许桃凶巴巴地冲着这群路人呲了呲牙，路人这才收回目光，快速从他身边跑开，省得被骂。哪怕路人再怎么眼瞎，也能看出这位老小姐只怕身份不一般，没看身边连个侍女都是玄仙修为吗？更别提这二人的衣着打扮，这布料一看就很名贵，还有那位老小姐身上的饰品也是价值连城。喝退了周围看热闹的人，许桃带着小雅大摇大摆地走到了玉蛇族位于玉瑶城内的宅子门口。玉蛇城的族地不在这里，这玉瑶城内的宅子是玉姬一家其中一处房产，也是平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处房产。许桃来到了玉姬一家门口，小雅上前递了拜帖，礼数做得足足的。你说什么？白虎一族有人前来拜访？族长玉灵仙一脸讶异地接过手下人递来的拜帖，果然拜帖上写着白虎族许桃前来拜会等字样。白虎族中有个叫许桃的吗？玉灵仙对白虎族也算了解，他们玉蛇族族人少，白虎族族人更少。现在活跃在外的白虎族族人，他几乎都见过，就算没有见过，也听说过。但在他所听说过的名字当中，还真没有一个叫许桃的。属下并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可能是白虎族中从未出世的小辈吧。手下人猜测，想来也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打着白虎族的旗号招摇撞骗。玉灵仙想了想，觉得外面是骗子的几率很小，便下令让人先领许桃进来。许桃被领进来的时候，玉灵仙看着他的样子，很是吃了一惊。原本以为来的是白虎族的小辈，可这位看着不像啊，只是这修为怎么会这么低？玉灵仙有些疑惑，倒也没有直接去问。不知阁下是白虎族哪一支的后人？玉灵仙已经开始怀疑起许桃的身份了。白虎族族长是我外公。许桃看了眼玉灵仙，面不改色地说道：大胆，竟敢在本座面前说谎！白虎族族长他虽没有见过，却知道那位族长只有一个女儿，而且那个孩子年纪也不算大，还不到1000岁，如何会生出这么大的女儿？你要是怀疑我说谎，你可以派人去查。许桃一点不慌的道。见他如此淡定，玉灵仙反而有些犹豫了。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人去查了许桃的身份。经过白虎族的族人确定，他们族长的外孙女儿确实叫许桃，是最近才从下界回到白虎族的。这下玉灵仙不淡定了，这位还真是白虎族族长的外孙女儿啊！虽然许桃的年纪有些对不上，但修仙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只要身份没问题，其他的也不需要太过在意。确认了许桃的身份，玉灵仙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不但热情地邀请许桃住下，还摆了一桌好酒好菜，说了要为许桃接风洗尘。接风宴上，玉灵仙的4个女儿都出席了，因为知道许桃的身份，他们倒也没有失礼，在许桃面前礼数十足。不知许小姐来我们玉瑶城，可是有事要办？若是需要帮忙的话，请不要客气。我们玉蛇族与白虎族一向交好，若是能帮上忙，自是再好不过。玉灵仙对许桃笑着说道：如此，那我便不客气了，倒还真有件事需要玉族长帮忙。许桃饮下杯中的酒，他可没打算客气。何事？玉灵仙直觉不对，这许桃出现的古怪，只怕让他帮忙的也不会是什么小事。不过他话都说出去了，只能先听听看许桃怎么说。我的未婚夫裴义听说正在府上做客，他也在府上打扰这么多天了，也该回家了。许桃漫不经心地对玉家母女说道：什么？
你是裴毅的未婚妻？这绝不可能！玉姬差点没顾上表情管理。裴毅是说过自己有一个未婚妻，而且还说过那个未婚妻出生白虎族。不过他以为裴毅只是因为不想娶她，所以编的谎话骗他，没想到这事儿居然是真的。话说回来，裴毅好像是有说过，他有一个叫许桃的未婚妻。那个许桃，难道真是眼前这位？可这也差太多了吧？怎么不可能？我们两个女有才男有貌，怎么就不能是一对了？许桃挑了挑眉道：“可你们的年纪，玉姬还是无法接受。年纪怎么了？年龄从来不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之间讲的是爱。”许桃一脸你怎么能如此肤浅的表情。玉家四姐妹第一次见到年龄相差如此大的未婚夫妻。裴毅的外表看着像世俗界20来岁的年轻人，这个许桃若是放在世俗界，起码有40多了。虽然修仙界看脸是看不出准确年龄的，但光凭他这副40来岁的外表，真实年龄只怕也不小了。裴毅都不到500岁，这差距属实有些大了。我不信，我去叫裴郎过来，除非他亲口承认你的存在，否则我绝不相信。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居然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样的事情让他如何相信？裴毅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风评被害，在被叫去前厅的时候，他还在思索着玉姬找他又想做什么。第599章不嫌弃。当裴毅走进大厅，首先看到的就是坐在主位的玉灵仙。这不是裴毅第一次见玉灵仙，他第一次被带入玉家的时候就见过他，当时只是见了一面，话也没有说上一句，他就被对方单方面的定了下来，被强制安了一个玉姬未婚夫的身份。看到玉灵仙也在，大厅里还有这么多人，裴毅越发觉得事情不简单。玉族长，不知叫在下过来，所谓何事？裴毅不卑不亢地站在玉灵仙数米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不是我找你，是你的一位朋友找你。玉族长示意他看向许桃的方向。许桃看到裴毅进来，突然有些不太想让他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可他心里又忍不住想知道裴毅会不会因为他现在的样子而嫌弃他，心里那叫一个矛盾。不过当裴毅看过来时，他也没有躲，举起小手朝着裴毅挥了挥。裴毅看着面前熟悉又带着几分陌生的许桃，整个人惊住了。你怎么会？他想问许桃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是话还没有出口就被许桃打断。阿义，还不快过来我身边？许桃轻咳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随后说道。裴毅虽然有一肚子疑问，却也知道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他走到许桃身边，站在了他面前。裴郎，你当真和他是那种关系？你怎么能如此自甘堕落？做小白脸就算了，他也不在意，只是他就不能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吗？居然做一个中年女人的小白脸，别说什么他俩是真爱，这话他会信才怪。玉姬小姐，阿义与我那可是真爱，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堕落了？许桃用不悦的眼神看向玉姬。玉灵仙赶忙让女儿道歉。白虎族可是神兽一族，比他们玉蛇族强大的多，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得罪对方。男人嘛，领域里多的是，大不了再为女儿寻一个更好的就是，犯不着为了这点事和白虎族闹得不愉快。玉姬不情不愿的道了歉，虽然不甘，她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玉姬眸光深邃的看着裴毅，想听听他会怎么说，哪知他竟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站在许桃身边，眼神也一直定在许桃身上，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玉姬心中堵得慌，难道她还不如一个老女人不成？她玉姬怎么说也是年轻貌美，哪里比这个老女人差了？裴毅竟宁愿要一个老女人都不看他一眼，论财富，他难道会比不上这个老女人？如果许桃知道有人在心里一口一个老女人的叫他，肯定要与这玉姬好好掰扯掰扯，他哪里就老了？就算他现在看着40多，他也还是很年轻的好不好？因为裴毅的事，宴会早早就散了。玉灵仙为许桃安排了一个环境不错的院子，这座小院一看就是用来招待贵客的，装饰的十分用心。裴毅因为是许桃的人，自然也跟着搬到了这里和许桃同住，没有再回之前住的地方。等小雅退下后，裴毅迫不及待地抓住许桃的肩，看着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幽暗。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到底在许桃身上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必定是寿元有损。但凡关于寿元上的事都是大事，这让裴毅如何不担心？我没事，只是损失了一部分寿元而已。我们白虎一族寿命可是很长的，等我再修炼，寿命就恢复了。许桃故作轻松地对他笑道。许桃也知道，要想恢复寿元哪有那么简单，小雅的话安慰的成分居多，不过不妨碍他用小雅的这些话来应付裴毅。就算白虎族寿命悠长，但一下子损失这么多寿元也不是一件小事。就算许桃说的轻松，他也不信损失的寿元能轻易恢复。对许桃的话，裴毅心中最多只信一半。哎呀，都说没事了，你就别担心了。不过我现在老了这么多，你不会嫌弃我吧？
许桃故意凶巴巴的质问：“不嫌弃？”裴义看着他认真道：“那我现在的样子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老？”他又问：“年纪看着是大了不少，不过算不上老。”裴义实话实说：“说到底你还是嫌弃我年纪大了。”许桃一脸你居然嫌弃我的表情，一双眼睛开始泛红，像是随时要哭。“不，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裴义有些急了，见许桃红了眼眶，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他本就不擅长说什么甜言蜜语，许桃眼眶一红，顿时手忙脚乱。“那你是什么意思？”许桃捂着眼睛，声音闷闷的道：“我不嫌弃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都好，都不嫌弃。”他认真道。许桃沉默了，什么也没说。裴义心中忐忑，不知道许桃倒还有没有在生气。“西，这可是你说的，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许嫌弃我哦。”许桃放下了遮住眼睛的小手，他的手一放下来，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眸立马映入了裴义的眼帘。“你没哭？”许桃的脸上一丝泪痕都没有，明显没有哭过。“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哭了？”许桃冲着他眨巴了2下眼，俏皮一笑：“没哭就好。”裴义将他揽入了怀中，依偎在裴义的怀抱里，许桃感觉十分安心与温暖。“我不是让你回苍梧派吗？你怎么会跑到玉蛇族的领地来的？还差点成了玉姬的丈夫。”脑袋还埋在裴义怀中，许桃闷声问道：“我是不小心走到这里来的。”裴义也很无奈，都要怪太仓，如果不是那家伙突然罢工，他也不至于跑到玉蛇族的领地，就扣他1个月的保养油好了。裴义在心中默默想着，太仓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扣保养油，他现在很是心虚。虽然裴义联系不上他，其实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看着裴义被逼婚，太仓知道自己这回闯祸了，可惜他现在被封印，也帮不上他的忙，只能在心里干着急。许桃就知道这家伙又迷路了。太仓呢？有他在身边，你怎么还会迷路？还有卢小宝他们几个呢？怎么没有和你一起？许桃这才想到，好像卢小宝他们几个一直没有出现，难不成他们没有一起？第600章上古传承。太仓被玉蛇族的大能者封印了，现在出不来。卢小宝他们已经先回宗门送药了。原来如此，总算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和裴义同行，他还能迷路了。许桃打算带走裴义，玉灵仙也没有说什么，反而还热情地将他们送走。玉灵仙毕竟是一族之长，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和白虎族的人翻脸。虽然玉姬有些不高兴，也同样没有阻止裴义离开，只是在送走他们的时候，玉姬的眼神有些幽怨，看着裴义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负心汉。2人离开后，玉姬有没有再次招亲他们就不清楚了。既然都出来了，许桃也没有打算马上回白虎族，而是带着裴义和小雅在灵域到处游玩。之前他们一直忙着寻找仙药的事，压根儿没有时间好好游历灵域，现在清闲了，游历一番也不错。许桃带着裴义和小雅连吃带玩，玩了足足1个月。这日，2人游历到了一个叫做青云山的地界。到了此处，却发现这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人？许桃疑惑地看向裴义，裴义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小雅也跟着摇头，眼神中透着疑惑。3人找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好说话的人修，向其询问这里聚集这么多人的原因。你们难道不是看到仙壁上的消息才来的？那人疑惑地问。我们是在游历的途中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人，好奇之下才想过来看看。难不成这里有秘境出世，或是有神器出世不成？许桃猜测。那人摇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告诉你们也没什么。不是秘境出世，也不是神器出世，是有一个上古传承出世了。上古传承？居然是上古传承！许桃和裴义交换了一个眼神，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同样的惊讶表情。这上古传承是谁发现的？怎么会闹得人尽皆知？一般来说，发现了传承，那肯定是自己烂在肚子里，然后找机会接收传承中的一切。怎么可能会闹得人尽皆知，引了这么多人过来和自己抢夺？不是某一个人发现的，是2帮人发现的。这传承出世的时候，在场的人可不少，消息根本瞒不住。若是只是1-2个人发现，消息也不会传出来。那人道：具体情况你们可以上仙壁上看看，现在仙壁内因为这个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呢。说完这句话，这位仁兄就转身离开了。许桃和裴义赶紧登录了仙壁，果然看到一个大大的报字。裴义被玉蛇族小公主强行招夫的事已经成了过气八卦，现在这上古传承才是最火爆的新闻。毕竟对修士来说，这上古传承肯定比某族小公主招亲的八卦新闻重要。点开大大的报字，果然上面就是有关这处上古传承的消息。上面说有2族人在这里大战，无意中触发了禁制，上古传承显露了出来。因为在场众人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导致传承出世的动静闹得很大。除了在场的2帮人外，还把附近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引了过去。
传承的消息彻底瞒不住，有人见瞒不住，干脆曝光到了仙壁内，这才引来了这么多人。许桃本想看看这是一处什么传承，仙壁内关于传承的猜测不少，有人说这可能是上古剑仙传承，有人说是丹道传承，还有人说是气道传承。至于灵域各族，则是猜测这是上古某种神兽或圣兽的传承。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上古比较有名的宗门，还有神兽以及落丹的大能都被猜了个遍，就是不知道究竟谁猜对了。在仙壁上看不到其他有用的消息，二人这才从仙壁内退了出来。小雅一直是在侧，提防有人对许桃不利，这里人太多了，她半点不敢掉以轻心。许桃，这上面的消息大多没什么用，连这处传承究竟是谁留下的也无人知晓。仙壁上那些人不过是在瞎猜而已。可不是瞎猜嘛，这处传承可不简单，这都3天了，这里聚了这么多人，却只解开了第2重禁制，前面不知道还有几重禁制在等着。想知道这处传承属于上古时期的哪位大能，起码得破开7重以上禁制才能确定。这时一旁有人听到二人的对话，顺嘴接了一句。接话的是一位看上去20来岁的年轻仙人，看着对方的修为应该在天仙后期，和许桃培义的修为差不多，算是在场众多仙人中的底层存在。毕竟是上古传承，就连大能者都会被吸引过来。在这里，天仙境界确实只能垫底，离传承最近的几人，估计修为不会低于太乙真仙境界。至于周围有没有大罗金仙境界的大能在暗中观望，这他们就不清楚了。一般像这种传承，都是上层仙人之间的较量，和他们这些底层仙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么多人聚在这里，不过只是为了凑个热闹，或是想捡个漏罢了。传承里真正的好东西，反正是不可能落到小修士的手上的。不知这位仙友贵姓？许桃笑看着对方问。免费姓陈。那人道出姓氏，原来是陈道友，在下姓许，他姓裴，我们都是无意中走到这里来的。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竟有上古传承出世。看陈道友的样子，应该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吧，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许桃笑眯眯的看着对方道，你算是说对了，我可是来了有2天了，对这个传承虽然所知不算多，但许多人肯定没有我知道的多。陈姓修士得意的说道。我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不过这消息也不是白给的。陈姓修士搓了搓手指，明摆着就是要好处。许桃见陈姓修士讨要好处，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拿出10枚仙玉交给对方，算是打听消息的费用。收下仙玉，陈姓修士立马将自己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许桃。看到那边那些人没有，那些全是太乙真内境界的强者，而且还都是灵域各族中的大能者。这些人不止实力强大，所在的种族也都不是小势力。反正我们一个也惹不起。